一驴奶被驴踢，掉进粪土，昏迷3天3夜，再度醒来，圣母女主觉醒，恶婆找我来断事，我毁恶公命根子。陈小草，你死了吗？赶紧来给我倒尿盆。好啊，我的好婆婆。人了。张翠花被屎尿恶心的干呕起来。张翠花，你再敢使唤我，下次就不是扫帚沾屎戳你脸，我会用菜刀剁了你脑袋。你个约，哎呀，你儿媳妇打婆婆，倒反天罡。我靠，这彪悍的泼妇一样，还是之前那个逆来顺受的小媳妇吗？自从脑袋被驴踢了之后，这丫头就跟转了姓氏的，反了天了。王大年从房间里面拿着烟杆子冲了过来，就要往陈小草身上死命打。陈小草一个侧身躲了过去。我的好公公，你的我要了啊！我的宝贝烟杆子！王大年爬起身冲了上来，陈小草一个闪身逃过。我的脸！死丫头，还不快点给我拿个湿毛巾过来！好的，爷爷。别管他。可是娘，您不是说应该孝顺爷爷奶奶吗？孝他个！跟娘进厨房，娘给你做饭吃。陈小草，我要砍熟你！陈小草就怕他不动手，一脚把王大年踹倒，菜刀也松了手，落在了地上。陈小草拿起菜刀，一步一步走了过来。你想干什么？嘿嘿，你说呢？娘给你做韭菜炒鸡蛋。那鸡蛋是给我孙子吃的。我说这鸡蛋是给我闺女吃的，谁敢有意见，就要问过我手里的菜刀。哟，陈小草，你这动静闹得可真够大的。你要是觉着这动静不够，我还可以闹出更大的出来。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怀的可是老王家的孙子，你敢怎么样？别以为穿了一块肉就金贵了，当心生出你最不想要的丫头片子。你胡说，郎中都给我看了，说我肚子尖尖的，肯定是个儿子。是吗？那就祝你生个丫头。陈小草，我看是你生不出儿子，才盼着我也生个赔钱货吧。你放心，你生的一定是赔钱货，我生的女儿一定金贵。娘，我来做吧。娘来吧，你等着吃饭就好了。可是娘，你以前不是说我是个丫头，我就应该多干活，让爷爷奶奶高兴吗？那两个老东西因为你多干活给你好脸了吗？不管你干多少活，干得有多好，那两个老东西都不会冲着你笑一下的，何必要委屈自己，讨好别人，还落不到好？你就听娘的，那两个老东西再敢骂你打你，你就学娘一样，扫帚沾上往他们脸上戳。娘，你从前不会这样对爷爷奶奶的，为什么今天当着很多人的面打了他们？因为那两个老东西欺负我，谁敢欺负我，我就揍谁。可是娘说百善孝为先，父慈子孝，父母慈，子女才孝。那些对你不好的人，你一个巴掌打过去就对了。可婶婶还怀着小弟弟，她怀的就算是一个金疙瘩，也不能欺负我们娘俩。陈小草，爹娘说了，那鸡蛋是给我补身子用的，你凭什么给这个丫头片子吃？就凭鸡是我养大的，韭菜是我亲自种出来的，我凭什么不给我女儿吃，非要便宜你这么个啃玩意儿？你说我什么玩意儿？我说你这个满脸玩意，跟老娘比嗓门大，我看你是找我，干脆我呸！啊！李凤萍落荒而逃。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多吃一点。娘，你也吃。好，我们一块吃。陈小草，你敢打爹娘，敢骂我媳妇，敢吃我媳妇的鸡蛋，老娘有什么不敢的？你现在就给爹娘和我媳妇跪下认错。切，不要闭脸！王二柱，你想拿斧头砍我是吧？行啊，你砍啊，我伸长了脖子让你砍。王二柱看他把脖子真的伸过来了，反而怂了。哟，怎么不砍啊？欺软怕硬的怂货，活该这么没出息，只能靠剥削大嫂来过日子。不敢砍就给我，别惹到老娘吃饭。我不敢砍你，难道我还不敢掀桌吗？王二柱立刻扔掉斧头，双手抓住桌角，刚刚准备掀桌。陈小草，你是怂包，我可不是。刚才我砍歪了，这下应该不会偏了。你这个泼妇！没错，我就是个泼妇。老娘陈小草脾气暴躁，不好惹。我要去找村长说理去。哟，还以为你是个男人呢，原来是个巨婴啊！吵不过就找评理的，还真是缺德找调解。好啊，你去找啊，我正好想把这事给闹大。你给我等着！王二柱转身气呼呼的走了。当陈小草和王招娣吃了饭以后，王二柱带着村长赶来了。村长，真是天没天理，人没人性啊！我家老大才走了半年，陈小草就原形毕露，上赶着欺负我们老两口啊！这会儿连饭菜都不给我们吃了，还用沾了屎的扫帚往我脸上戳，还把我家老头子的烟杆给烧火了，还要欺负我家老二和老二媳妇，还要欺负我的大孙子。村长，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别上急，张翠花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村长，真是天没天理，人没人性啊！我家老大才走了半年，陈小草就原形毕露，上赶着欺负我们老两口啊！这会儿连饭菜都不给我们吃了，还用沾了屎的扫帚往我脸上戳，还把我家老头子的烟杆给烧火了，还要欺负我家老二和老二媳妇，还要欺负我的大孙子。村长，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村长皱了皱眉头，王家在桃花村的名声他是知道的。王大柱还在的时候，王家就对陈小草不好，因为他性子软，总是拿捏他，使唤他。刚才张翠花说的那些，你做过吗？做过。你承认就好，
村长，你让他立刻跪下给我道歉，再给我们把饭做好，我要喝鸡汤，我孙子也要喝。村长，你打算怎么调解？嗨，凡事要以和为贵。张翠花，你们也有错。王大柱才走了半年，陈小草和他闺女本来就过得不容易，你这个当婆婆的，不说好好体谅一下，对媳妇和孙女好一点，怎么还欺负上人家了？这换谁心里舒坦？陈小草嫁到你们王家后，受了多少委屈，她今天才爆发出来，已经算是很给你们面子了。村长，你怎么还帮他说话了？今天欺负人的可是他。那以前呢？欺负人的是不是你们？你们想让陈小草为了今天的事情跪下道歉，那你们是不是要为过去6年欺负她的日子跪下道歉？那你们可要跪够2000多下。姐，我绝对不会跪下道歉，但他们必须要为过去欺负我和我女儿的事道歉。谁欺负你了？不就是让你孝顺爹娘，和妯娌和睦相处吗？哟，王二柱，你这搅屎的棍可真能搅啊！我孝顺那2个老东西，和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我是下不了蛋的鸡。我杀了我亲手养大的老母鸡给妯娌炖鸡汤，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一个只能生出狗的，伺候他都嫌晦气。爹娘又没说错，你生不了儿子就是下不了蛋的鸡，你伺候怀着儿子的我媳妇就是晦气。晦气是吧？那等着做早饭给他吃干嘛呢？告诉你们吧，昨天晚上给李凤萍炖的鸡汤里，我放了一泡。陈小草，你敢给我媳妇下毒？我儿子要是有个好歹，我让这个丫头片子谁敢动我女儿，我就让他绝了。王二柱，我就算蹲大狱，我也要把你的命给剁了。王二柱吓得立刻捂住了裤裆。好了，大家都冷静一下。我现在问你们一句，这日子你们还能不能在一块过了？不能，村长，我要分家。不可能，你和这个死丫头别想从我王家带走1文钱。凤萍现在怀着孩子，你必须代替她伺候我们老2口。好啊，你们不怕我在饭菜里面下和你们同归于尽？你们敢做老鼠，我就敢做蛇。我还没见过老鼠能杀了蛇的。分家可以，但是我们以后肯定指望不上你养老了。我们指望谁养老，就多分给谁。我们最多把西边的杂物房分给你们，厨房，其他3间瓦房，你连一片瓦都别想分到。除非你继续像以前一样伺候我们，这东边的瓦房你就还能住。反正陈小草的娘家靠不住，陈小草离了王家，根本没地儿去，那么就可以用老大的瓦房作为条件威胁，让他不得不像以前一样伺候他们所有人。东边的瓦房我要定了，你们这帮东西也别指望我能伺候你们一天。别忘了，你们以前住的可是茅草屋，是我男人拿着赚到的工钱，把房子都修成了瓦房。我男人死了，这瓦房该怎么分？我陈小草说了算，你算什么东西？敢动我男人留给我们娘俩的东西？你头上插鸡毛，跟我装什么老公鸡？滚一边去！接村长和邻里乡亲就在这，当年我男人赚了银子修房子的事，大家都是知道的。众人点头。既然要分家，我男人辛辛苦苦赚银子修的房子，我是不是有权利决定怎么分？众人又点头。那我现在就让这账滚蛋！你做梦！这地契房契是我的，你凭什么让我滚？陈小草，你一个人占了这院子房子确实不妥当，房契地契毕竟不是你们的，但的确是老大家出银子修了院子。王大年、张翠花，你们只给陈小草一个小小的茅草屋也的确不合适。那我们就评估一下这房契地契的价值，按照我男人修房子的银子来折算，大家对半分，这样总没意见了吧？这是个法子。按照桃花村房契地契的价格，你们家这个规模能值10两银子。当初修房子，你们花了多少银子？没多少，就1两银子。这话一说，众人都用一脸鄙夷的眼神看他。3间明亮的大瓦房，别说1两银子了，10两银子都下不来。以前我问过王大柱，王大柱说一共花了15两。这张翠花是故意想让老大媳妇少分，才这么说的吧？对人家孤儿寡母这么狠心，他也不怕老大晚上回来找他。张翠花被众人说得面红耳赤。那可能是我记错了。你记错了，账本不会记错，我男人是记了账的。村长看了账本后点点头，确实是15两。那这房子和院子，陈小草可以多分点。陈小草，你想怎么分？我要2间大瓦房和瓦房前的院子，还有厨房。你疯了，一共就3间大瓦房，你一个人就分了2间。那你们就搬出去，我男人修房子院子用的钱也够买下这房契地契了。1间大瓦房也太少了，好歹我是老大的爹，老子住儿子的房子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老大，你这一走，你家媳妇跟我们翻了俩，这会子要赶你爹娘出去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吧，谁能给我这把老骨头做主啊？跟我玩这一套。老大，你这一走，我和女儿天天被你爹娘和你兄弟欺负啊！我一个当娘的，天天饿着肚子伺候他们也就算了，他们连女儿都欺负啊！大冬天的给他们洗衣服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吧，谁给我们孤儿寡母做主啊？跟老娘玩这一套，你真当我是个软柿子呢？张翠花，你不让孙女上学堂，还不让你孙女吃饱饭，你太狠心了。你又不是不能动了，招娣才5岁，你就让她大冬天干活，人在做天在看，你真不怕遭报应？张翠花，折合银子来算，你们本来就不能多分，再加上你欺负人家陈小草孤儿寡母，更不能多分了。就按陈小草说的分，
陈小草分2间瓦房和瓦房前的院子、厨房，你们分1间瓦房、茅草房，院子外面的茅房你们一块用。王家的当初是按人头分的，王家分了9分的，算下来陈小草能分到3分的。村长，虽然说是9分地，但是地里面的活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村里面的人都能作证，我要把地里面的庄稼全部都挪到我的3分地上。这话在理。张翠花，你要是不服，就去县里面告。既然村长都这么说了，那就这么分吧。空口无凭，今天就当着村长的面立下字据，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别回头你们这2个老不认账。我是这样的人吗？你太是了。陈小草拿出纸笔墨砚，请村长把今天的分家协议写好，然后按下手印，一式2份。行了，这家也分完了，你们各过各的日子吧。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们一句，凡事以和为贵。众人散去以后，张翠花回到中间的瓦房里面，坐在炕上耷拉着脑袋。老头子，怎么办呢？咱真要从这大瓦房里面搬出去，搬出来以后是要跟老二家住一个瓦房里面的，到时候4个人睡在一张炕上，这像什么样子？老二媳妇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到时候还指不定怎么闹了。咱不搬。是啊，不搬。咱就是赖着不走，看陈小草能咋办？我就不信他真的敢。咱们对，咱就住这了，咱就不搬。陈小草突然抱着一大堆干草走了进来，往地上一扔。王招娣拿着火把跟了进来。你想干什么？陈小草早知道他们想赖在这里不走。你们这不是马上就要搬出去了吗？我烧点艾草去这屋子里面的老人味。你这是要放火烧死我们2个？你们要是怕烧死就搬出去，不然等会儿把你们这2个老骨头给熏，可别怪我。陈小草从王招娣手里拿过火把。你敢点试试看？陈小草可没犹豫，火把很快碰到了艾草，艾草瞬间燃烧起来。别着急，逃出来的张翠花和王大年止不住的咳嗽。哎呦，这屋子里面的老人味实在是太重了，看样子我得黑天白日的烧艾叶才行。招娣，今晚上咱继续烧。你存心不良？怎么，我熏我的大瓦房，碍着你什么事儿了？闲枪就别在里面住啊！你够狠，我们搬。陈小草拿着大锤走到西边瓦房的鸡舍，先把里面的10只鸡抓了出来，放在了厨房里。陈小草，你干啥？这鸡窝是我修的，现在分了家，我肯定要把我养的鸡挪到我的院子里。想要鸡是吧？行，我给他留点鸡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养鸡吗？反正鸡窝在这里，我大不了抓几个鸡崽子过来养。哎呦，你还真提醒我了。陈小草拿起大锤对着鸡舍用力一砸，原本垒好的鸡窝被砸倒了。陈小草，你干啥？这鸡窝是我垒的，我凭啥给你留着养鸡？接着又拿着一个铁锹，把种在西边院子里面的黄瓜秧子、豆角秧子、茄子秧子、韭菜根、葱根、连根给挖了起来。陈小草把菜芒秧子也挖走了，连一片叶子都没给我们留下，啥东西都让他顺走了，以后谁伺候我？你放心，娘伺候你，保证让我大孙子平平安安的被生下来。娘，咱现在可就这一间瓦房能住了，这咋住了？你和爹总不能和我们睡一个炕上吧？睡一个炕上怎么了？挤一挤就行了。再说这炕这么大，肯定睡得下。我一个孕妇，又是儿媳妇，和公公睡在炕上，说出去要被人说闲话的。要不你让爹在茅屋里面睡吧，弄个小点的炕，怎么都能睡下了。老大走后，那茅屋就没修过，前几天下雨里面还滴水了。再说里面那么小，咋睡人啊？凤腾，陈小草是指望不上了，你可不能学他，对我和你爹不好啊。我不是对您和爹不好，我是怕咱睡一个屋子传出去对我名声不好，对您老王家名声也不好。你也不想让那些难听的话钻到您的耳朵里面去吧？我这也是权宜之计，又不是让爹一直住在茅屋里面的。咱把茅屋修一下，修得大一点，屋顶也弄好，怎么都能住人。但是修房子得有银子，以前这事都是老大干的，你现在住的这个瓦房都是老大出银子弄好的，修房子可是一大笔银子，咱家现在哪里有银子？哈哈，上次分明看到张翠花悄悄把10两银子藏在了衣柜里面最下面压着，说到底就是不想拿出来修房子，就是想赖在这个瓦房里面。那这样吧，先让你爹在外屋打地铺。王二柱此时走了进来，李凤萍岔开话题说道：娘，我肚子饿了，您给我弄点饭吧。爹，这房子里可不准你爹娘住，让他们住茅屋去。我知道，你放心，我肯定想办法把他们赶出去。张翠花走了进来。阿柱，这厨房被分到陈小草那边了，娘咋做饭？现在连锅碗瓢盆都分他那边去了。你别怕，这厨房里的东西都是咱们的，我这就去要。王二柱气势汹汹地朝着东院走过去的时候，突然闻到了一股屎味。陈小草拿着沾着屎的拖把站在东西院子的分界处。陈小草，你要干啥？干啥？这是我的院子，你王二柱要是想进来，得问过我，否则你就是乱闯别人家，别怪我用沾屎的扫帚往你脸上戳。我只是去厨房拿回我们的东西。你们什么东西？我要拿回我们的锅碗瓢盆。呵呵，以前这院子里可是连个厨房都没有。王大年那个老东西有手有脚有银子，却让我男人拿银子出来，又让我男人白天黑夜的做工盖厨房。王二柱，我男人修院子的时候，你可已经20了，银子和力气你一样都没出，房子一修好就霸占了西边的瓦房，你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啊。
厨房里面大到锅碗瓢盆，小到一个筷子，你们今天一样都别拿走。是爹不让我干活的。哟，真是个听爹话的好儿子，你爹让你去死，你死不？你爹让你打老婆，你打不？陈小草，你太狠心了。都说长嫂如母，你就不能学学大哥吗？长嫂如母是在你老娘死以后的事，你娘死吗？进棺材了吗？埋了吗？你敢咒我？老东西，我咒你怎么了？都一把老骨头了还不死，就是个货。阿主，给我揍这个泼妇！王二柱刚刚想要扑上来，陈小草一个扫帚飞了过来，瞬间屎尿飞溅到了张翠花和王二柱身上。啊！我要嘎了你！话音刚落，陈小草手里的扫帚就用力拍到了王二柱头上。啊！王二柱当场被熏得呕吐起来。陈小草，你无耻！呵呵，对我就是无耻、无情、无理取闹。王二柱和张翠花从河边洗脸回来后，刚刚进门，陈小草的扫帚又挥了过来。陈小草，我这次可没招惹你。这门在我院子这边，你们凭啥从我院子进，从你们西院进？可西院没有门，关我屁事！你们自己想办法。反正你们敢从我这边进院子，我就用扫帚往你们头上招呼。王二柱无奈，只能从西边爬墙跳进去。阿主，把娘抱回去。真麻烦。你安，你自己爬上来。不行，娘爬不上去，你出来，把娘给背进去。这么多年懒得不动弹，都吃成一个胖老太了，这以后还怎么指望她伺候我和凤萍了？还是我儿孝顺，果然生儿子比生一个丫头片子强多了。王招娣那个丫头片子，以后一定指望不上，还不是得指望凤萍的儿子来养了。张翠花重重摔在了地上，后脑勺也磕在了石头上。哎呦，哎呦！怡安，你没事吧？阿主，我流血了。别上急，张翠花欲翻墙不成，摔破了脑袋，流了很多血。看，送你娘去看郎中。可是爹，郎中在村头住着，咱这离那里2里地呢。家里不是有牛车吗？赶着牛车去。牛车是我男人买的，谁敢动？陈小草，你有没有良心？这会儿要牛车是救命的。救谁的命？那个老不死吗？我不见。陈小草，娘要是出了事，我跟你没完。哎呦，怎么个没完法啊？我会让你付出代价。我好怕怕哟！赶紧，你不让我付出代价，你就是我孙子。行了，别跟他废话了，你娘要紧，你背你娘去郎中呢。哈哈哈，一个100斤的麻杆背一个200斤的水桶。爹，我这身子板太弱了，我怕背不动，要不您来背？你一个当儿子的，竟然是唤起老子我了，背不动也要背，生你这个儿子干啥的？不就是这种时候用的吗？赶紧背上。王二柱没办法，只能背起张翠花，却一直没站稳，摇摇晃晃东倒西歪的朝前走了。娘，你看，是小狗流了好多血。哎呀，这哪里是小狗，这是小狼崽啊！陈小草感知到这种情况下，母狼可能就在不远处盯着，察觉出狼崽子有什么危险以后，会立刻冲出来。我带他回去治病，绝对不伤他。闺女，我现在要带他去郎中那里看看，买点金疮药给他用上。你跟娘一块去村头。陈小草二人坐上牛车，朝着村头赶了。走了一炷香后，陈小草看到了在前面路上歇息的王二柱，他正坐在地上大喘气。爹，我实在是背不动了，你来吧。要你有啥用？正好看到陈小草赶着牛车过来了。停车！陈小草连个眼神都没给，直接赶着车从王大年身边走过去了。陈小草抱着小狼崽子见了郎中。我这是给人看病的，不是给狼崽子看病的。我知道，您就辛苦一下，开点金疮药和纱布，回去我给他包扎。金疮药很贵的，就鸡蛋那么大的一小瓶，就要1两银子。有这钱干啥不好，非要花在狼身上。您就别管了，给我开就行了，银子我照给您。陈小草自然有自己的算盘。狼是一种睚眦必报的动物，今天母狼看见我救了他孩子，回头必定报恩。有一头狼守着的院子，那可靠谱多了，而且说不定会从山里弄点野味什么的。张翠花终于来了，刚进门就哼哼唧唧，又没死，哼个屁了！陈小草，你这是外伤，要用金疮药，那不是很贵吗？1两银子1瓶，你儿媳妇刚才买了1瓶。陈小草，你竟然把这么金贵的药给一头用？对啊，我宁愿用在动物身上，也不给你这个死老婆子用。那是我儿子留下的银子，我男人留下的银子，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关你屁事！管闲事管到我头上来了，你算什么东西？老东西，我告诉你，今天这银子你不想掏也得掏，不然你就等着进棺材吧。你以为我买不起吗？二柱，给娘买。怡安，我的银子都在凤萍那里，我出来没带银子。那你赶紧回去拿。这凤萍应该是舍不得拿1两银子买药的。哈哈哈，真是的孝顺的好大儿啊！张翠花，恭喜你啊，养了这么个带孝子。张翠花涨红着脸，这事换做以前王大柱在的时候，也就心甘情愿一个人掏银子了。这会儿王大柱没了，可老二又不是一个能指望得上的。这还只是个开始呢，以后的日子长着呢。老头子怎么办？陈小草，把你的药拿过来给你娘用。滚！哎，你别忘了，你现在还是我王家的媳妇，你有责任孝顺你婆婆。我孝顺这头狼，我都不会孝顺那个老东西。滚！此时围观的人也多了起来。
大家都饶有兴趣的看着这个事情怎么收场。我今儿还就把这药给抢过来了。陈小草瞬间从腰间抽出了菜刀。嘿嘿，杀鸡焉用牛刀，老爹就不上了。二柱，你去收拾他，往鼠里打。爹，我不敢。你有啥不敢的？我怕他砍了我。你放心，他不敢。那爹你上。算了，我一个当长辈的，不和这种小辈计较。我看你是不敢吧？找什么面子呢？你尽管跟我计较，你不计较，你就是我孙子。陈小草，我给你脸了。就你那张麻子脸，白给都不要，老娘稀罕你给我脸吗？边去吧你！老头子，我的头好痛。孙郎中，你看能不能便宜点？老王，不是我不给你们便宜，这金疮药本来就特别名贵，我光是进货就要好多银子了。但是你不是要悬壶济世吗？有很多名医人家都是免费给老百姓看病的，你就不能学学人家？老王，我没那么高风亮节，我家里有一家老小指望我这行医吃饭了。再说我给你便宜，那以前1两银子买了金疮药的，就回来找我要说法了。孙郎中，您啊，别跟他掰扯了，他就是想白拿，您有这和他磨叽的时间，还不如赶紧给下一个病人看病呢。谁说我想白拿？不就是1两银子吗？我不治了。老头子，我去山上弄点草药给你治。走，回去。老王，那可是你老伴，你真不给治了？我记得大柱在的时候，他手指擦破了点皮，你都让大柱买金疮药回来给他吗？这会儿都流血了，伤的还是脑袋，这就不给治了？该不会是因为大儿子这个钱庄没了，就什么都舍不得了？真是不花自己的银子不心疼啊！我又没逼他，是他自己非要给他娘买金疮药的。是啊，不给买就哭天抢地了，好像死了男人一样哭丧，逼得我男人不得不给他买金疮药。那银子本来是我男人留着给我闺女读书用的，都被这老东西给霍霍了。村民一副看吧，我就知道是这样的表情。陈小草，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敢发誓吗？你敢发誓你们从来没算计过我男人吗？如果有违誓言，老两家就孙。陈小草，你竟然敢诅咒我儿子！呦，急了！你们没做过，干嘛这么怕啊？那你敢发誓吗？你敢发誓你从来没算计过我大哥，否则你蹲！发誓，撞我大招上了！我陈小草敢以我和我女儿的命发誓，我要是算计过我男人，我和我女儿意外……这陈小草都敢发誓了，说的肯定是真的。人家和大柱好着呢。这陈小草都发誓了，王二柱你咋不发誓？就是你是不是心虚不敢啊？我要送我娘回家。那老王你呢？张翠花你呢？我要回去给我老伴治病。我头疼，说不上话。张翠花直接撞晕了，如此逃避，众人也看出来王家心虚了。陈小草这个竟然敢诅咒我们！趁着陈小草还没出来，赶紧把牛车抢过来。然而走到牛车这里后，王大年这才发现牛车的车轱辘已经被一条铁链锁在了一边的树干上。陈小草，你厉害！不厉害点，怎么能收拾了你们这？你们放心，我一定会让你们看到更厉害的。陈小草把小狼崽放在牛车上。这是你能做的吗？小东西，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陈小草刚刚想抽出菜刀，突然听到半山腰传来了狼的嚎叫。好，是母狼。哟，你不是挺能的吗？你不是说你能治了他吗？怎么就怂了？上集说的，王大年父子欲对狼崽下手，母狼及时出现，王大年转身就走，把王二柱和张翠花扔在了原地。陈小草大笑，真是个好老伴，好爹啊！陈小草，你别以为有母狼给你撑腰就觉得你了不起了，有本事你就把这小狼崽子养好，要不然那头母狼能撕了你。你放心，只要有这瓶金贵的金疮药在，我就不怕治不好这小狼。闺女，咱们走。母狼蹭了蹭陈小草，展示嘴里的东西。这是给我的吗？母狼点头，谢谢啦。陈小草把王招娣放在了牛车上，坐上牛车，赶着车吵架去了。没眼力见的东西，就不知道顺道把我捎回去吗？我的牛车撑不住你这200斤的大水桶，让你的孝顺儿子背你回去吧。阿柱，爹娘回去。易安，我看你也没什么事了，您自己走吧，我扶着您就行了。你说啥？你让我自己走？阿柱，娘以前手擦破了点皮，你大哥都背着我走的，这会儿我严重多了，你竟然让我自个走路回去？那我能大哥比吗？大哥天生就是干苦力的，背你实在太轻松了。我天生就是享福的，哪里干得了这种重活？不是我说您吃的也太多了，都胖成啥样了，少吃点吧。阿柱，你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喂大的，竟然还嫌弃我饭量大，我不管，你今天要是不背我回去，我就在这里不走了。孙郎中家陆陆续续出来的人看到这一幕后停了下来，一副看好戏的样子。王二柱脸上骚得慌，只能赶紧背起张翠花离开。村里人看着王二柱歪歪扭扭的走着，连连摇头。这王家没了老大这个主心骨，没了老大媳妇这个苦力，以后有的是苦日子过了。要不我说，这就是活该，谁让他们老欺负老大一家，就应该受着。就是人家老大媳妇嫁过来后天天伺候他们，现在也该为自己和孩子活了。我估摸着陈小草过几天就把他二闺女接回来了。
回去的牛车上，狼崽子一直往王招娣身上蹭。娘，他很喜欢我呢。是啊，娘，我们能收养他吗？他现在受伤了，可以暂时在我们家养伤，但是他好了以后，母狼一定会来接他回去的，到时候就得放他走了。不过我看这伤至少得半个月才能好，你既然喜欢他，就好好陪着他吧。谢谢娘。娘，我想给他取个名字。好啊，你想叫他什么？小虎。给一头狼取名叫小虎，他会喜欢吗？狼崽子蹭了蹭王招娣的手。娘，他很喜欢。好吧，那就叫他小虎了。陈小草让王招娣带着小狼崽回房间里面歇息，他开始准备午饭。走之前，他把能锁的房门都锁上了，但是很明显，他看出了撬锁的痕迹。还好我早有准备，才没让李凤萍得逞。陈小草把厨房门打开，走进去拿出了高粱面。要是有白面就好了，可以做香喷喷的炒面了。嗨嗨，主人您需要白面吗？我哪来的驴？没礼貌，老子是灯神。傻老子的，能不能好好说话？陈小草从腰间抽出菜刀。哎呀，其实我就是一只和人类交易的小妖精，你手里的高粱面可以跟我换成3斤白面或者等值的粮票。那给我换3斤白面。陈小草把炒面分成了3份，端到了院子里面的树荫下。闺女，小虎吃饭了。娘，好香啊。是啊，娘用猪油给你做的炒面，加了炒鸡蛋进去，趁热吃吧。吃了炒面以后，喝点面汤，原汤化原食，你就不会积食。娘，你以前从来没说过这些啊。这是娘从郎中那里听到的，准没错。我一定好好吃饭。陈小草把小虎的那一份放在了地上。小虎，吃吧。小虎闻了闻味道，大口大口吃了起来。可惜我们家没有肉，小虎要是能吃上肉，伤好的就快一些。这山上应该有野兔、野猪这些，要是能打到就好了。娘，听村里人说，野猪可凶可厉害了，要好几个人才能杀的，还有人上山的时候被野猪给咬死过。是啊，是很危险。闺女，娘等会上山一趟，你和小虎好好在家待着，记得把门从里面反锁了。娘，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叫上村里的人吧。不，娘要一个人上去，你放心吧，有母狼保护娘。母狼？对，我们救了母狼的孩子，他一定知恩图报，一路跟着娘保护娘的，说不定娘这次能从山上找到什么稀罕的东西。娘，我们帮了狼，狼都知道回报我们，可我们帮了二叔家那么多，二叔家为什么还这样对我们呢？有时候人还不如动物，所以你记着，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帮。午饭后，安顿好王招娣和小虎，陈小草就提着一个木棍上山了。陈小草这是在找死。村里人说了，这几天看到过山上有野猪出没，陈小草还敢一个人上去，肯定会被野猪咬死的。咬死更好，他死了，东院就归我们了，还有那金疮药也是我们的，再把那狼崽子杀了，包制肉。注意看，恶婆爬墙磕破了脑袋，恶公竟然用茅坑旁的淤泥给他治病。哎呦，老头子，你不是说要给我弄草药吗？药呢？哪有那么多草药给你？山上的草药都被村里人挖走卖银子去了，你把泥巴糊脑袋上。泥巴？谁家用泥巴糊脑袋啊？哎呀，你死了不是？泥巴糊墙那么坚固，你这脑袋一直流血，糊上泥巴就不流了。能行吗？能行能行，快点的。王大年说着，把一大坨泥巴糊到了张翠花的后脑袋上。老头子，我有点疼。忍着，等泥巴干了就不疼了。王二柱看着张翠花哎呦哎呦的叫唤着，一声没吭。陈小草走到上山的小路上后，感觉身后的草丛里传来了异样。他回头一看，是一头母狼，正不远不近的跟着他。母狼突然叫了一声，陈小草吓了一跳。难道他这会在引路？陈小草立刻跟了上去。母狼看他跟上来了，又朝前走了，走2步回头看一下，确保陈小草一直跟着。就这样走了半个时辰，母狼停了下来。母狼用爪子开始在枯树旁边刨了起来，很快一个人参头出现在了眼前。我有人参。母狼接着刨，越到后面刨得越来越小心，生怕伤到什么。他是担心伤到人参的须子。人参这种名贵药材，越是完整，卖相越好，越能卖出高价。一炷香后，完整的人参被刨了出来。陈小草小心翼翼地捧起人参，用红布包好。谢谢了，有了这个人参，我们家的条件会改善很多的，也可以经常去镇上买肉买面，小虎的伤也会快些好起来的。母狼点点头。招娣，给叔叔开门。我不要，我娘说了，除了他之外，不能给任何人开门。哎呀，叔叔给你买了点糖，想给你吃。我不吃，我娘说了，她有钱给我买糖。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我把门踹开。我看谁敢。回头，陈小草正铁青着脸，怒气冲冲地冲了过来，手里拿着大铁锤。陈小草，你干啥？谁让你来我院子里的？滚！我只是想给王招娣糖吃。糖呢？我想带着她出去买。陈小草再次把大铁锤重重地砸在门上，距离王二柱脑袋只有1寸。王二柱，我警告你，你想趁着我不在进我家偷银子，没门！谁说我偷你的银子了？谁看见了？谁能证明？有本事你真把我砸熟了！
突然，王二柱一脸惊恐地看着院门口，母狼正死死地龇牙咧嘴地盯着他。狼，有狼啊！王二柱吓得朝着西边院子跑了过去，母狼没有放过他，追了上来，一个飞扑。哎呀呀！救命！救命！陈小草担心左邻右舍听到动静以后跑过来打狼，快跑！母狼听了陈小草的话后，松开了王二柱，跑出了院子。与此同时，左邻右舍拿着锄头跑进了院子。狼呢？跑上山了。是你放跑他的？我什么时候放跑的他？你刚才说快跑。是啊，我是让你快跑，免得被狼咬了。咋？有问题？那你下次被狼咬了，我就说别跑，行了吧？你这是强词夺理！没理还要争3分，我有理凭什么要饶人？你光是说狼咬你，你咋不说狼为啥咬你？李狗剩不解地看着陈小草。不瞒各位，我今中午救了一只狼崽子，王二柱要把狼崽子扔了。大家也知道，狼记仇，感动他的孩子，他肯定不会放过，这才跑出来咬了王二柱。有这回事吗？王二柱，我没有，我什么时候要扔狼崽子？你有，你还要把小虎杀了吃肉，是娘拦着不让你对小虎动手。二柱，你哪来的胆子敢对狼崽子动手？二柱，今儿母狼没有把你咬伤咬，就是你命大，你小心着点吧。这母狼指不定什么时候还来找你了，大晚上你千万别出门。我又没有真的弄死崽子，咋还跟我过不去了？你咋还执迷不悟呢？你伤他的崽子一下，他都想咬死了。你要是真弄他的崽子，这桃花村你就不能待了，得出去逃命去。都怪陈小草，他要是不救那个狼崽子，也没这么多事。村长此时赶了过来，听了事情经过后，生气的一跺脚：王二柱，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呢吗？人家陈小草救狼崽子是好心，狼记仇也知道报恩，人家今儿救了狼崽子，哪天他带着咱村里人上山挖东西，就不怕被狼咬了。要是碰见野猪，人家母狼还会出来保护咱。咱村里人上山都得叫上他保护着，这可是老大的灯了，你还骂人家？得了，王二柱，以后你上山别叫上我们，我们怕狼咬你的时候，顺便把我们也咬了。王二柱被村长骂了以后，低头不敢说话了。我得赶紧走了，母狼指不定在啥地方盯着了，万一让他以为我和你一伙的，搞不好就来咬我了。我也赶紧走了，千万别让母狼把我也给盯上了。众人散去以后，王二柱还瘫软在地上。闺女，娘明天带你去镇上，咱去上户籍，娘给你取了个新名字，以后你就叫做王珍珠。珍珠？对，那2个老东西把你当榆木，可在娘眼里，你就是珍珠。你打算把叛弟接回来？村长，他不是叛弟，他是王锦鲤。王家说他是灾星转世，我偏偏说他是锦鲤。明天我就去念慈庵，把锦鲤接回来，谁也别想把我们娘3分开。陈小草，你变了很多，变得有骨气了。但是你一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讨生活，会很艰难。以后有啥困难，就和村里说，咱村里愿意帮你的人还是很多的。谢谢村长，我陈小草是个感恩的人，今谁帮了我，我都记着，以后我一定会报答的。晚饭过后，陈小草把厨房门锁了，回房间准备铺床褥的时候，摸到床褥薄薄的一层，越想越气。李凤萍的厚棉被也是我出钱给她缝的，是时候拿回来了。张翠花正在铺床，陈小草看见那厚厚的塞满了棉花的床褥子就来气，直接拽了过来。陈小草，你干啥？陈小草没理他，从腰间抽出锋利的菜刀。老大去世，恶婆欺负大嫂孤苦无依，抢走大嫂被褥，母女俩饱受刺骨严寒。现在大嫂拿起斧头，气势汹汹走进恶婆房间。陈小草，你干啥？陈小草没理他，从腰间抽出斧头就用力往床褥子上劈，里面的棉花露了出来。我的床褥子，陈小草，你要劈就劈属我。好啊，求之不得。儿子救我。我不敢啊，万一他劈我命根子上咋整？我以后可是要继续传宗接代的，千万要保护好命根子。陈小草，你疯了！老头子，你快来，要赶人了。王大年正在上着色，提着裤子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只看到炕上陈小草依然在玩命。张翠花吓得瑟瑟发抖，李凤萍和王二柱唯恐斧头劈到他们身上，躲在一边不敢吭声。陈小草，这是我的被褥，你给了我就是我的。这被褥是我缝的，我拿回来，物归原主，有意见吗？陈小草拿起被褥就往外大踏步走去。快点出去给我抢回来！王大年刚准备跑出去，却停下了脚步。咋不知出去？外面有狼！王二柱听到狼这个字，右腿止不住瑟瑟发抖起来。张翠花也吓得不敢出声了，生怕狼下一秒从窗户上跳进来，把他咬死。把这里面的棉花洗干净，拿到镇上弹成新棉花，还是一个好的被褥，就是有点膈应。娘，你没事吧？爷爷奶奶有没有伤着你？放心，没人能伤了娘亲。娘已经把棉花床褥回来了，待会儿就给你妹妹和小虎改成新床褥，早点睡吧。娘，我想妹妹了。娘也想妹妹了，你放心，娘明天一定把妹妹接回来。等着瞧吧，和王家的恩怨还没完，以后有的闹，但是我陈小草绝对不受一点点委屈。救命！救命！母狼正咬着王大年，死不松口。王大年疼得惨叫连连。等左邻右舍赶过来后，看到这一幕后傻眼了。母狼把什么东西用力咬了几下，咽了下去，转身跑了出去。王大年看到这一幕后惨叫一声，晕了过去。
王二柱，你爹晕过去了。外面有狼，我害怕。王二柱，母狼跑了。王二柱这才从屋子里面跑了出来，赶紧把你爹送到孙郎中那。王二柱看着下半身不停流血的王大年，吓得险些晕过去。张翠花看到这一幕后，当场瘫软在地。苍天啊，老头子！王二柱背起王大年，快步跑了出去。这母狼咋突然就跑出来咬了王大年，还专门咬他的命呢？这母狼看着也不像是会主动伤人的，刚才不就没伤咱吗？是不是复仇来了？还是说王大年大半夜的想干点什么坏事，被母狼看见了，就跑出来咬他了？看样子王大年是想毁了地里的菜，被母狼发现了，这才跑出来咬了他。果然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下好了，子没了，成太监了，这以后在村里肯定抬不起头来了。这得去镇上的医药馆，我这里处理不了啊。不过这会儿肯定是要先止血，这得用上金疮药了。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拿钱给你爹止血。那可是100块钱啊！王二柱，你要眼睁睁看着你死了吗？赶紧往出拿钱！我没有钱。你不是有200块钱吗？你拿100块钱出来吧。那是我和你爹的棺材本，你也惦记？我告诉你，我不拿，要拿你自己拿，要不你就看着你爹死了。大柱，你要是还在多好啊，你爹就有救了。这哪里是想大柱了，这是想大柱的钱了。大柱要是没钱，一看张翠花这会儿喊的，幸好大柱的早，要不这会儿就得往出拿钱了。这王家是可得大柱一个人薅了，可怜大柱做了一辈子大冤种。别薅了，王二柱、张翠花，你们要是还想救王大年，就赶紧往出拿钱。那我和我娘一人拿一半，我拿50块。凭啥我拿50块？你是我儿子，你要拿大头，你拿90块，我拿10块钱。这和我全出来有啥区别？没钱就别治了，抬回家烧了吧。陈小草，你说啥？你没安好心？我当然没安好心，不然我怎么会来凑热闹？看看你们这对好母子是怎么藏钱不往出拿吗？你们千万要藏好钱啊！这王大年的伤可是个无底洞，以后还指不定怎么往出扔钱。不会真是个无底洞吧？我的钱是要留给儿子的，太亏了。你们到底治不治？治。拿钱。二柱，让大家都看看你是个男人。我真没钱，你问下孙郎中能不能赊账，以后你和爹慢慢还。二柱，你听一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爹快死了，你不拿钱救你爹，还让你爹以后想法子还钱，有你这样当儿子的吗？我造了什么孽啊？大柱，你要是还在，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救你爹啊！你可以让你家二柱砸锅卖铁呀。你们能让老大砸锅卖铁出钱，咋就不能让老二也这么弄了？这要是老大还在，你们也舍不得让老二出1分钱。可怜老大这辈子光是为你们活了，也没见你们念他什么好，就知道一天天的问老大要钱。老大活生生就是一个大冤种。你们给我闭嘴！有你们什么事儿？别忘了，你们以前也借过我儿子的钱。李狗剩，你借了10块钱；赵大山，你借了20块钱，现在还给我。我已经还了。我也还了，大柱在的时候就还了。大柱咋没给我？我男人借出去的钱，人家肯定要还我男人，凭啥给你这个老？你可真不要脸！要是真要脸，这会儿早拿钱治老头了。我看这老王也挺不了多久了。那感情好，明天全村就能吃席了。上集说到，恶公半夜使坏被母狼咬掉了一个哥，恶婆哭天抢地要好吃懒做的二儿子拿钱。今天要是拿银子治，最后还是没有治好，银子可就打水漂了。要是治好了，以后还要花银子来吃药，又是一个无底洞，活着还要养着这个太，以后养老都是一笔银子。爹啊，你赶紧数吧，你数了就一了百了了。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烧很多纸钱的，保证你在下面过得和皇帝似的。阿柱，你怎么能这样？老头子，你数了，我现在就下去陪你。张翠花说着就要往墙上撞，本来想着肯定会有人拦着的，然而，我要数了。张翠花当场破了头，晕数过去。娘啊，这种时候你舔什么乱子？现在好了，又伤了一个，还是伤上加伤。大冤种王大柱不在了，王二柱这下要怎么收场？全村人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王二柱，你要是有良心，就赶紧拿银子出来给你爹妈治病。王二柱骑虎难下，只能被迫拿银子出来。早这样不就行了？你娘也不用撞破了头。本来只给一个人治就行了，现在好了，要给2个人治了，这银子又得花出去一笔。怎么来这么一手出啊？什么忙都不肯帮，还在这里添乱，把这烂摊子全部都丢给我一个人，卑鄙，真是太卑鄙了。王二柱费劲巴拉的背着王大年往回走的时候，陈小草正坐着牛车唱着歌得意的从王二柱的身边经过。陈小草，我迟早要把你的牛车给毁了。这2个老不属的花了多少钱？100。啥？100都是你出的？王二柱无奈点头。你虎啊，凭啥你出？凭啥老东西不往出拿钱？娘撞门上晕了，咋往出拿？那陈小草呢？他咋不拿？他往出拿钱，他不问我们要以前欠了老大的银子就不错了。不行，这亏不能吃。对了，你赶紧去翻一下他们2个人的包裹，说不定里面有银子，把那100块拿回来，再把剩下的也拿过来。这要是爹娘醒来发现钱没了咋办？你虎啊，你不会说没见过吗？他们现在人事不省的，能知道啥？要问起来就说是他们自己丢了，实在不行就说是陈小草偷的。这是个好主意，
找到了。这俩老东西可真是金钱如粪土啊，把钱藏在粪桶底下，这种损招都能想出来。凤萍，你可藏好了，千万别被发现了。放心，钱还是藏在老地方。这下舒心了，花出去的银子总算是回来了。哎，这两个老东西，以后有的麻烦了，还不如早点数了算了。可不是，这要是福大命大活下来了，以后可得吃我们的喝我们的了。也就是老大是个短鬼，他要是还活着，这些破事哪里轮得上咱来管啊？直接扔给他拉倒。陈小草在窗户下听得真真切切。这会儿我倒不希望这两个老东西数了，他们一定要活着知道他们的银子被偷了，然后还不知道是谁偷走的，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翌日，陈小草做了早饭后，照例给母狼准备了一份。这是你从李凤萍藏钱的地方拿到的钱吗？母狼点点头。干得好，这么多年那帮不要的从我家搜刮走了多少银子，也是他们该还回来的时候了。这下有意思了，肯定会有热闹看了。娘，我什么时候能和你回家？娘今天就接你回去。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娘不会骗你的。太好了，盼弟可以回家了。从现在开始，你不叫盼弟了，你叫锦鲤。锦鲤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幸运的星星的意思。娘把锦鲤接回去以后，我们家一定会每天都有好运的。好呀好呀，我要给娘和姐姐好运。走，娘带着你们上户口，再给你们买好吃、买衣服、买鞋子。你不是说要等孩子成年以后再接回去吗？主持，从前是我猪油蒙了心，相信了什么再兴转世。我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我是一定要养在身边的。既然你想明白了，那就把孩子带回去吧。谢主持这3年的照顾了。这孩子乖巧又懂事，尼姑庵里的弟子都很喜欢他。这银子你留着，你一个人带2个孩子不容易，以后用银子的地方多，给孩子用吧。谢主持。娘，我以后要是想念师傅了，可以回来看看吗？当然了，清风师傅对你有养育之恩，你一定要经常回来看他。这人参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是我从山上挖到的。这人参很完整，须子也没有被弄断，再加上有50年年限了，是很珍贵的好药材。陈小草，你开个价吧。1200怎样？有点多了吧？1100怎么样？孟郎中是个爽快人，行，1100我出了。陈小草，你也是个爽快人，这人参我要了，我给你取钱。陈小草，你一个女人家带银子上路要小心，别被人盯上了。谢孟郎中提醒。本来陈小草想着和孟郎中也不过是买卖关系，但是他这善意的一句话，让陈小草决定以后有了什么珍贵的药材，第一时间来找他。我的命根子，我的命根子啊！看样子王大年这个老不属的醒过来，发现自己变太监了。娘，是谁在哭啊？是从前逼着娘亲把你送到念慈庵的爷爷。锦鲤，虽然你爷爷奶奶不喜欢你，但是不是天底下所有的爷爷奶奶都是对孙女不好的，你只是运气不好，没有一个好的爷爷奶奶，但是没关系，你有娘亲疼。王锦鲤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妹妹，我们在这个家里有娘亲就行了，不用管别人。我王大年以后还怎么见人？我以后数了都不能有个全尸。宫里的太监命根子割了以后，好歹还能留下，以后数了是要带着命根子一块下葬的。都怪陈小草，要不是他引狼入室，老头子的命根子也不会被狼给咬了。雷子，你去把陈小草一顿去。上集说到，恶公恶婆使坏不成双双躺床，现在恶婆联合老二一家准备陷害大嫂。我怕那头狼跳出来咬了我的命根子。你也不想让我变成太监吧？老大已经死了，子前也没有生出个儿子，老王家传宗接代只能靠老二了。虽然老二媳妇怀上了，但是光有这一个儿子可不行，一定要10个8个儿子出来，老王家才能人丁兴旺。那就这么放过陈小草吗？娘，这要是想整一下陈小草，倒也不难，就看你能不能豁得出去。你是不是想出了啥办法？咱可以做1份饭，给陈小草送过去，往里面加点米。村委的李二狗是个老光棍了，咱把他们2个弄得睡一个被窝里，再把动静弄得大一点，到时候还怕那2间大瓦房和院子不是咱的吗？凤腾，还是你有办法，咱就这么干。阿主，你现在就去做饭去。我不会做饭，还是你去吧。因为厨房归了陈小草，西院也没有个厨房炉灶什么的，张翠花就只能在院子里面架着一口铁锅来做饭。等着瞧吧，陈小草，厨房里的好东西马上就是我的了。小草，老姐，谁让你过来的？我是来给你送午饭的。哟，这是给我做的啊？对，这是娘特意给你做的，要不是家里没口粮，娘就给你做面条吃了，赶紧趁热吃了吧。老姐，你会这么好心？这里面铁定加了老鼠药。娘怎么会加老鼠药呢？娘有那么缺德吗？你有没有你心里没点逼数吗？你说这汤没问题是吧？行，你当着我的面给我喝下去。娘不饿，娘特意留给你吃的。陈小草一把把饭盆抢了过来，张翠花以为他要喝下去了，一脸兴奋。然而陈小草却对路过的李狗剩和村长喊了一声：村长，李大哥，你们帮我个事儿。咋了？村长，你先在我家院里留一会。李大哥，你帮我把孙郎中叫过来一下。你病了？这个老东西刚才给我拿了一盆野菜汤，我怀疑这老东西给我下毒了，让孙郎中过来验个毒。你不想喝就算了，凭啥诬陷我？张翠花说着就要把饭盆抢过来。
陈小草从腰间抽出了斧头，张翠花尖叫一声，吓得把手缩了回去。你去请孙郎中过来一趟。村长，你不会真信我给他下毒了吧？等孙郎中过来再说吧。你放心，要是这汤里面没啥问题，我就让陈小草给你赔礼道歉。银针没有发黑，这汤里没有什么毒。看吧看吧，我就说我没下毒。村长，刚才可是你说的，陈小草把我冤枉了，光是赔礼道歉可不行，他还要赔我钱，1000块，1分都不能少。这汤里虽然没毒，但不代表没有加进去其他东西，像是泻药的话，银针就查不出来了。我先闻一下，这里面加了迷药啊！迷药？张翠花，你往这汤里加迷药给陈小草喝，你想干啥？不会是想把陈小草给弄昏过去，做点什么坏事吧？以前也不是没见过有人这样设计陷害的。我没有，我一个老婆子从哪里弄迷药这种东西？孙郎中，你不会和陈小草是一伙的，故意说我这个老婆子害人吧？抓个老鼠喂下去就知道了。我刚才抓了一个老鼠，用老鼠试一下。陈小草把野菜汤给老鼠灌了下去，老鼠刚刚咽了下去就晕过去了。张翠花，你现在还有啥说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下迷药。村长，其实这事我一定要一个说法。张翠花，你说清楚，你到底为啥要给陈小草下迷药？你到底想干啥？我莫下，我就是莫下。当着村长的面，你都不承认是吧？行，去镇上找公安。你要是还不承认，到了警局可就由不得你了。别报警，不能报警，我不要蹲大牢。那你老实交代，你到底要干啥？不，我就是想把陈小草给迷晕，让他没了清白。张翠花，你太缺德了！你咋能干这样的事？有你这么当人的吗？人家陈小草以前当牛做马的伺候你，你这么害人家？桃花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老婆子？我也是听了凤萍的话才这样的。张翠花，这事是你自己惹出来的，赶紧给人家陈小草赔礼道歉。村长，这光是赔礼道歉可不成，刚才这老太婆也说了，光是赔礼道歉可不行，要赔偿1000块。你疯了？1000块？你刚才还说人家陈小草冤枉了，你要赔1000块，砸到你身上就不行了。就是让我说，你就得赔钱。他又没有真的喝下去，用不着赔钱吧？小草，我跟你赔个不是，行了吧？不行，银子今天我是要定了。陈小草，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都道歉了，你还要咋样？我呸，赔老娘钱！合着我低声下气的求你，你不领情是吧？我呸，赔钱！陈小草，你不要太过分了，你这贪心不怕雷劈吗？我呸，赔老娘钱！你就会说这一句是吧？我呸，赔老娘钱！我就不撇，你能把我咋样？陈小草转身就往外走。陈小草，你干啥去？去报警！村长，你赶紧拦着他啊！这事要是闹到派出所，就丢了桃花村的脸了。这是你们2个人的事儿，丢的也是你的脸。陈小草，你真要报警？我偏。易安，你还真打算给他银子啊？不给我就得蹲大牢去。你要让你娘在里面吗？阿主，娘可是把棺材本给拿出来了。娘走了以后，你可一定要把娘的后事办得风风光光的。易安，你放心，我以后一定把你风光大葬。钱呢？我记得钱就放在这个粪桶下面的，是我记错了。张翠花把粪桶和所有的衣服都给抽出来，仔细翻找了一下，却没有发现1分钱。我的钱呢？再次认真翻找了一遍，依然一无所获。张翠花当场崩溃，瘫坐在地上。我的钱啊，我的棺材本啊，没了，都没了。别上急，恶婆往大嫂汤里下药，索性是假药，只被拘留了15天就被放出来了。但放出来的时候已经被狱友打得不省人事，而李凤萍生怕自己也被抓，吓得动了胎气。孙郎中，我媳妇，我儿子。王二柱，我看不了妇科，你得去县里。那我借一下你家里的牛车。这可不行，我下午还得进货去了。那这咋办？要不你花点钱租别人家1辆牛车？陈小草不是有牛车吗？我不会租他的牛车的。再说他肯定会狮子大开口的。我去找村长帮忙。王二柱刚刚出门，就看到村长赶过来了。王二柱，你娘还在家里晕着，你赶紧带你娘看看去。我儿子都快没了，现在哪里还顾得上张翠花这个老？村长，你家的牛车借我用，我拉凤萍去趟县里。好吧，你把你爹娘也拉上去看看吧。王二柱不能说不行，只能都拉上了去了县里。我靠，一家4口，一个变成了太监，一个开了花，一个大肚子的产妇，这一家子是造了什么孽才弄成这个样子？产妇只是受了点惊吓，孩子没事，喝点安胎药就好了。你爹娘情况还挺严重的，我看了一下，你娘后脑勺上怎么会糊着土？是我爹给糊上去的，说能止血。胡闹，哪能这么治？这要是弄不好会死的。那是不是弄点金疮药就行了？我这里有，就别买新的了。金疮药是止血的，你爹娘现在都快没气了，得用人参往回吊气，不然撑不过明天了。非得用人参吗？不能用萝卜吗？不是说萝卜的功效和人参是一样的吗？
你从哪听来的这种话？人参药食和萝卜功效一样，那我今天花1000亿收人参干啥？我买一大筐萝卜回来当人参用不行？反正你爹娘肯定得用人参，你自己看着办吧。那得用多少钱？他们这情况，至少得用50年年限的人参才能调回来。这人参汤要连着喝3天，3天以后改成3天喝一次，喝半个月，气也就补回来了。不过他们2个加起来，用一半的须子也就够了，算下来一共是1000块。别说是1000块，就算是10块，我现在也拿不出来。先别管他们了，主要是我儿子，多少钱能保住？30块就差不多了。孟郎中，你一定要保住我儿子，一定要用最好的安胎药。刚才不是说连10块都拿不出来吗？我还有另一个法子给你爹娘调气，倒也用不了1000块，70块就够了。但是不能保证用药以后一定能活过来。你这给了我100块，你要不要考虑30保胎，70救你爹娘？总感觉这孟郎中是在给我挖坑，目的就是为了拿走我所有的银子。这很容易选择吗？3钱救你儿子，7钱救你爹娘，全家皆大欢喜。你不会是想着省下这7钱银子吧？这可是不孝啊！你不管你爹娘的死活，你就不怕你儿子以后也不管你的死活？王二柱听到最后一句话后破防了。那就按照你说的，我儿子和我爹娘一块救。这肚子看着也不像是个儿子啊！我媳妇怀孕的就是这种肚子，生下来是个丫头。我做稳婆这么多年了，不会看错的，这肯定是个丫头。我找人看过了，是个儿子。孟郎中，你说是不是个儿子？孟郎中刚才把脉的时候已经确定是个丫头，但他没有说谎。这个我没看出来，生下来就知道了，肯定是个儿子。抓了药以后，王二柱赶着牛车回桃花村了。路过村头的时候，看到陈小草正拿着铲子把地里面的豆角、茄子、秧苗都给铲下来，放到了牛车上。陈小草，你干啥？这是我家地里的庄稼，你凭啥挖了？你家的？这是你种的吗？从耕地到播种到浇水除草，都是我一个人干的。分家协议上写清清楚楚的，这地里的庄稼都归我陈小草，你敢动一根菜叶子，信不信你命根子也没了？陈小草，你有种！王二柱气呼呼的转身离开。你打算种啥？以后你就知道了。这里面还有秘密呢。李大哥，王大姐，今天晚上你们去我家吃饭吧。不用，我们自个弄点就行了。李大哥，王大姐，你们帮了我这么大忙，这要是不去我家吃饭，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呀。那行吧，等忙完了，我们去你家吃饭。王珍珠牵着王锦鲤走过来了。娘，珍珠、锦鲤，你们放学了？第一天上学感觉咋样啊？娘，上学好好玩啊，我喜欢上学。我也喜欢上学。你们喜欢上学就好。这就是锦鲤呀，长得真可爱，这笑脸肉嘟嘟的，一看就是很有福气的。我要是也能有个这么可爱的闺蜜就好了。王娟和李狗剩成亲3年，一直都没有孩子。锦鲤叫王婶。王婶。小草，我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福气，生出2个懂事乖巧的闺女。我啥时候能有个孩子啊？王大姐，你这么善良，老天一定会让你有孩子的。听师傅说，好人有好报，王婶是个好人，肯定会有小宝宝的。王娟听着这暖心的话，笑了起来。突然，王娟感觉一阵不舒服，开始干呕起来。王大姐，你可能是天气热的吧？话音刚落，王娟又开始干呕起来。不会真怀上了吧？走，王大姐，我带你去找孙郎中。李大哥，我带王大姐去看看郎中。娟儿，你咋了？哪里不舒服？没啥大事，你先在这里干活，看好孩子。行，我知道了。恭喜了，这是喜脉，你怀孕了。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太好了，小草，你听见了吧？我怀孕了，我有孩子了。娟儿，你怎么样了？李大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大姐怀孕了。娟儿，真的？真的，我怀孕了。太好了，我要当爹了。小草，锦鲤刚说我会有孩子，我就真怀上了。锦鲤真是福星，这么好的孩子，张翠花咋就不待见他，非说他是灾星。上集说到，恶公恶婆双双躺床，不省人事，险些丧命。二儿子花了100块才保住狗命。王二柱正在院子里面熬中药，因为从来都没干过这种活，王二柱弄得灰头土脸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以前对陈小草好一点，陈小草也不至于一点忙都不肯帮。果然是10年看婆，10年看媳。婆婆要是不当人，就别指望媳妇能当人。这么对比看下去，我婆婆真是个好婆婆，以后我可要好好孝顺她。李凤萍在屋子里面喝着发苦的保胎药，闻着院子里飘进来的烤兔子香味，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二柱，我想吃烤兔子。烤兔子？我哪有这个本事弄一只兔子？那陈小草连着吃了2天兔子。那也不是他自己弄来的，是那头母狼给他的。
能让一头狼给自己弄吃的，那也是本事。没想到陈小草走了狗屎运，救了一只狼崽子，倒让他交上好运了。那头该属的狼把我们的钱也给叼走了，也不知道弄到了什么地方去。等等，会不会是偷偷给了陈小草了？还真有可能，那头狼脚滑着了，指不定昨天晚上看到我藏钱了，我回屋后偷偷叼出来了，又偷偷给了陈小草。那这么说，咱的钱还是没丢，就是在陈小草那。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把钱拿回来。他能承认吗？他要是不承认，咱也没法子。那就让他拿着咱的钱给那2个丫头骗子花嘛。现在好了，还把外人也带进来了，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那你有啥办法？你今儿下午不是偷偷去的里面看了吗？陈小草做了周里挣的，那地少说也得500块，王大柱留给他的钱可只有300块，买要加上买东西，他哪来的钱租的？对呀，肯定是因为偷了别人家的钱。我这就问他去，他要是说不出钱怎么来的，就是偷了别人家的。你别去，当心儿子，我去问他。陈小草，你租地的钱哪来的？陈小草，你说不出来，就是偷了别人家的钱。王二柱，你不要血口喷人，陈小草做人清清白白的，啥时候偷别人家的钱了？这钱是我卖人参赚的。李婶，我昨天去山上了，挖到了一个50年的人参，卖给了县里的一孝堂，孟郎中可以给我作证。小草都这样说了，那肯定是真的。王二柱，你听见了吧？人家的钱来得干干净净，你不信就去一孝堂问去。陈小草，你竟然能挖到人参，还是50年的人参？在一孝堂的时候，只是一半的须根，孟郎中就要卖1000块，那陈小草把人参卖给他，少说也赚了1000块了。这么好的事儿，咋就落到他头上了？李婶，这人参是母狼带我找到的，没有他，我还真挖不到。原来是这样，这就是善心得到了回报。这下你和2个孩子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太难了，以后想要去镇上、去县里都能买房子了。李婶，我暂时还不想搬走，我得留在这里，让王大年这帮老东西生不如熟。王二柱看着香喷喷的烤兔子，咽了咽口水，悻悻地回屋了。咋就让他走了这狗屎运了？二柱，你明天也上山碰碰运气，你挖一个100年人参，咱卖了就不在这破地方待着了。你说的可真简单了，一个50年的人参一辈子都不一定能撞上，更不用说这种100年的。况且陈小草是被那头母狼给引路找见的，那母狼不咬我命根子就不错了，哪有带我找人参这好事了？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陈小草卖人参发了财，我不管，我不好过，我也不会让陈小草好过。对了，二柱，你把陈小草挖到人参的事情散出去，那些有心眼的肯定会来找陈小草借钱的。陈小草为了能在桃花村有个好名声，就算不乐意借，也要把钱撒出去的。况且树大招风，村里可不少小偷小摸的混子，看陈小草是个寡妇，没个仰仗，指不定哪天趁着母狼不在，就给他偷走了。等他没钱了，我看他哪还能吃得上这么多篓鸡蛋？这还真是个好法子。王二柱很快出去了，不多时，陈小草挖到50年人参赚了一笔钱的事情就传开了，陈家人就火急火燎的来了。陈小草，你把卖人参的钱拿出来给我。凭啥？凭你是我生的，你必须得养着你老子。呦，我可没你这么横的老子。反了天了你！陈富贵拿起棍子就要往陈小草身上打，陈小草从腰间抽出斧头。老姐，我这就是反了天了！我告诉你，我卖人参的钱是给我2个闺女攒的，谁敢拿，我就他的手指头。你敢？陈富贵，你不信就试试。你给我等着，我叫我儿子去。叫吧，看你能叫出什么有种的来。哈哈哈，吵起来了，吵吧，吵得越凶越好，最好吵翻了天，吵到派出所里，那陈小草的名声可就坏了。你说今天陈家人能把钱要过去吗？要肯定是要不过去的，抢就不一定了。也是，陈家人多，要抢肯定能抢过去的。那陈小草要是报警咋办？报就报呗，关咱啥事？反正坐大牢的又不是咱就看个热闹呗。闺女，娘来看你了。东西呢？啥东西？你来看闺女，就是空手来啊？咋？是想走的时候大包小包的顺一堆东西走啊？你来看我是假的，要钱是真的，送你2个字，没门。闺女，娘来的着急，没带啥东西，下次娘给你带点鸡蛋。从我家到你家走路也不过是1刻钟时间，你往返一趟也就是2刻钟，算下来也没多少时间。你现在回去拿鸡蛋过来给我，我等着。这娘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了，踏实走不了。你不是有3儿子吗？都是腿脚好的，随便让一个人跑一趟。这天都快黑了，明天吧。是啊，天都快黑了，有啥事你们明天再说吧。等等，小草，听你爹说你卖了50年的人参，这得不少钱吧？1100。小草，你看你那2个侄子还要读书，你3弟还要娶媳妇，这都是一笔钱。你以前最喜欢帮衬娘家了，要不你拿1000块过来？你看你连个儿子都没有，以后老了能有啥指望？你2个侄子一定会给你养老，你3弟也会感激你的。郭金花，你这算盘打的山上的狼都听见了，你这什么意思？郭金花，你还真敢开口啊！1000块，你哪来的脸？我是你娘，我问你要钱咋了？你要我就得给，你个老东西，还真当你是碟子菜啊！我告诉你，我陈小草不做田小草，谁敢吸我的血，我这把斧头就把他的脑袋剁了。你竟然想赶你亲娘？
陈小草，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我今天就替爹娘好好教训教训你。上集说到，老两家暗中使坏，把大嫂挖人参的事散播出去，娘家人闻声来找茬，双方剑拔弩张。你们两个缩在那里干啥？给我上！我就不信了，我们4个老爷们加起来还制服不了一个丫头片子了。老爷、姥姥、舅舅，别打我娘！你们打我娘就不怕回去摔断腿吗？珍珠、锦鲤，你们咋出来了？赶紧回屋去。娘，我和妹妹担心你。不要怕，没人能欺负了娘。你们先回去，娘很快回去找你们。2个丫头片子，还真当个宝贝了。陈富贵，你敢骂我女儿，我嘎了你！陈小草目眦欲裂，举着斧头就朝着陈富贵砍了上去。老婆子保护我！陈小草，老头子快跑！陈小草一脚把郭金花给踹倒，陈富贵赶紧朝着院子外面跑了。陈小草追了出去，赶紧拦住陈小草，别让他真把你爹砍数了。3个儿子赶紧冲了出去。此时正是家家户户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嘎人了，嘎人了！这咋闹成这样了？赶紧去找村长。那陈富贵也不是咱桃花村的，他是隔壁梨花村的。不管是啥村，都得找村长啊，要不闹出人命来了。这陈小草可真够狠的，连亲爹都敢砍。陈小草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指不定那陈富贵咋欺负他了，被逼急了才这样吧。陈富贵被陈小草追到河边后，无处可逃，扑通一声跳进了河里。本想着陈小草会放弃，没想到陈小草也跟着跳下来了。陈富贵，我今天不砍了你，我不配当娘。陈小草，你这是在玩命！我这就在玩命了。陈小草，陈小草，你上来！陈小草被村长喊了以后，冷静了下来。陈小草，我知道你对你娘家有怨言，但是为了你2个女儿，你得好好活着，不能做傻事啊！稍微教训一下就行了。村长，我听你的。梨花村村长谢玉也赶了过来。陈富贵，你上来。村长，我怕他砍了我。你先上来。陈富贵，你也真是的，人家陈小草自己挖的人参卖钱，人家愿意帮衬你感情好，人家不愿意，你也不能这么干啊！赶紧给陈小草赔个不是。哪有当爹的给闺女赔罪的？村长，他以前给了我那么多次钱，这次给我又咋了？老弟，我给你脸了。陈富贵，陈小草一个女人家带着2个闺女讨生活，本来就难得不行，你这当爹的没钱帮衬，总有利息吧？我今是看见你带着3个儿子隔3差5的上门要东西要钱，咋没见你带着他们3去地里帮陈小草干活？你年纪大了干不动，那3个儿子总干得动吧？哪有这么欺负自家闺女的，光惦记着搜刮？我养他这么大，他回报我咋了？这么多年，陈小草回报你们的也够得了，你们多要1分钱，都是在逼他。陈富贵，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这就把话给放在这儿了。明天我要和陈家断亲。你竟然敢告我？你是想让我陈家的脸丢光吗？要丢的也是你的脸。哪有女儿家和娘家断亲的？你这样做，丢的也是你自己的脸。我只会长脸。爹，他真要和我们断亲？他敢？他还真敢，不然王家也不会被他闹得分了家。陈富贵一行人只好气呼呼的离开。我的腿！爹，你这腿好像断了。啥？你可别吓爹！我就摔了这一下，最多就是擦破点皮，咋就能摔断腿了？赶紧去村头的王郎中那里看看。你的右腿小腿断了？咋就断了呢？我就是被绊了一下。这世道也奇怪了，你说的这情况吧，最严重也就是扭伤，休息几天就好了。这摔断腿的，我还是第一次看着。是王经理，那个丫头片子在咒我，我就说吧，他就是个灾星。老大，你回陈小草那里一趟，让他赔钱。他闺女咒我，害得我摔断了腿，他就得赔。陈小草，赔钱！我陈根生又在放什么狗？陈小草，你闺女咒爹摔断腿，现在爹真的摔断腿了，你赔钱。啥？哈哈哈哈哈哈！那个老东西真的摔断腿了，真是太爽了！这是我今天听到过的最好的消息了。陈富贵，我砍不了你，老天替我干了。老弟，你终于遭报应了。陈小草，你这样幸灾乐祸，你就不怕你也遭报应摔断腿？报应？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报应。陈小草把手里的1桶水全部对着陈根生兜头浇了下去。陈小草，你干啥？我说了，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报应。这只是个开胃菜，我一定要让你见红。陈根生吓得跑出了院外。陈小草，你这个看看你大哥，你不得好说。突然，一头母狼冲了出来，朝着陈根生扑了上去。啊！陈根生吓得落荒而逃，母狼没有善罢甘休，追了上去。上集说到，老二家使坏让陈小草娘家来找茬，陈小草霸气回击，在这机构震惊老两家一整年的了。院里就这一口水井，竟然分给陈小草了。二柱，我口渴，你去打些水来。西院没有水井。野虎啊，你不会去村头的水井挑水啊？王二柱哪里干过这种活，以前都是陈小草干的。回到院子的时候，王二柱力气不够，哗啦的一下跌在了地上，水桶里面的水也全部都洒了出来。哈哈哈哈！王二柱，你挑水原来是给我浇地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了给你老婆喝。陈小草，你赔我水？咋着？这水是我让你挑的，这地是我让你浇的，
是你自己服，连个水都挑不了。我要在这里打水。滚！这是我男人打的水井，只有我能用，你算什么东西？还敢惦记我男人留下的东西？王二柱刚想冲过去，突然看到母狼走进了院子里。王二柱吓得一溜烟跑进了西屋。母狼嘴里叼着一根的胳膊，干得漂亮！那头母狼是不是把陈根生给咬了？好凶悍的狼！本来我想趁着陈小草不在家的时候偷偷过去打水，但是现在搞不好那头狼会冲出来把我胳膊卸了。我看我还是去赵大栓家打水吧。王二柱观察了一会，看母狼没有再进来，就提着水桶去赵大栓家了。大栓，我能从你家打点水不？不方便。崔大妮，你这什么意思？王二柱，我们现在可是站陈小草这边的，要是让你打水，不是告诉陈小草我们想两头吃吗？我男人经常上山挖货，指不定啥时候就碰见狼了，有那头母狼在，就不怕其他狼咬我男人。那母狼是记下你家的仇了，我们也不想让母狼觉着我们和你有交情，连带着把我们也记上仇了。你还是去村头打水吧。崔大妮，你说话也太绝情了，你们想和我绝交是吧？行，你们以后有事可别来求我。王二柱气呼呼的离开了。王二柱只能悻悻地去了村头，重新挑了2桶水。凤萍，我撬不动了，要不咱也在院子里打一口水井吧？打水井要花钱的，咱现在哪还有钱？都被那母狼给叼走了。二柱，你得想法子赚钱了，要不你去趟山上看看能不能挖到点啥。那要是遇见狼呢？这条路行不通。我看我去镇上摆个摊，给人代写书信。也只能这样了。二柱，我现在饿了，你弄点吃的。家里没啥口粮，也就能吃点野菜了。那不行，我要吃肉，我怀着儿子要好好补营养。凤萍，我跟你说件事，你可别生气。咋了？我以前藏了点私房钱。你好大的胆子，你敢藏私房钱？娘子，你听我说，我要是没藏私房钱，咱现在就得要饭去了。你藏了多少？500。这么多，你咋弄来的？以前断断续续跟老大借的，我本来也没打算还，老大也没问我要，我就藏下来了。行啊，你知道老大是个大冤种，紧着他一个人算计。行了，你赶紧去买点肉吧。不就是要个钱吗？咋这么慢？也该回来了。老陈，你家老大出事了，他的胳膊被狼给咬断了。爽！老二、老三，你们赶紧去看看。当看到在地上昏迷不醒、胳膊处淌血的陈根生后，郭金花、陈富贵两眼一翻，晕了过去。陈春生、陈金生赶紧分别把仨伤员给背到了孟郎中这。这胳膊也就只能这样了。想要活命，除了用金疮药止血之外，还要用50年的人参须子来提气。你爹娘被吓得不轻，也都得用人参来提气。3个人算下来就是1500块钱。1500块，你从陈小草手里收人参的时候，整个人参才给了1100，这会儿就是用几根人参须子，咋就卖到1500块了？废话，你见过按照成本价卖东西的吗？那我赚啥？但是我们没那么多钱，有没有别的法子？那你们有多少钱？我身上倒是有100块。100块肯定是不能治好的，你爹爹这光是击鼓就得100块。这不是还有我二哥吗？二哥，你有多少钱？我只有10块钱。老三，我不比你，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吃饭，这些年我就没攒下钱过。这10块钱连金疮药也买不下，在爹娘身上找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带钱。陈金生赶紧在陈富贵身上摸索起来，果然在里面找到了100块钱。为啥钱要放在鞋里？你成亲以后就知道了。陈春生又在郭金花身上摸索了一下，翻出了10块钱，就这样凑到了220块钱。这得花多少钱啊？220块钱。啥？这么多？幸好我有儿子，儿子关键时候真是顶事。娘，二哥出了10块，我出了100，我多出了90。等等，那多出来的100亿呢？100是从爹的鞋里面抠出来的，10块是从你身上抠出来的。啥？你爹鞋里藏了100块？娘，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给爹把腿骨接好，其他的回家再说。我可怜的老大，你的胳膊咋就被野狼给咬了？娘，我听桃花村的人说，陈小草救了一个狼崽子，那母狼一天天的在陈小草家保护着，还为了他把王大年的命根子给咬掉了。老大这胳膊很有可能是母狼为了给陈小草出气咬掉的。那今儿这事都是陈小草惹出来的，我回去就找他，让他赔钱。你不怕母狼看见冲出来咬了你？那就算了。不算了还能咋样？陈小草那些人就砍得都行，哪真会赔钱给你？我看这哑巴亏，你还是吃了吧。行了，这骨接好了，你们带回去养着吧，这没有3个月，别下床了。那用不用吃药？药肯定要吃，你们还有钱不？没钱就不给你们开药了。娘，你别看我把我娶媳妇的家底都拿出来了。娘，我也没钱了。没钱了，你们以前没少问陈小草借钱吧？每家少说也有10两，咋？这会儿你爹出事了，你们就想把钱昧下？娘，您说哪去了？这都没有的事儿，我真没钱了。都说养儿防老，没想到关键时候，你们一个比一个躲得快。这要是以前的陈小草，他肯定一个人就把诊疗费全包下了。反正今儿你们要是不往出拿钱，以后陈家的家产就和你们没啥关系。你们要是有本事，就给我搬出去住。那您和爹保重，那10块钱就算是还了您和爹的养育之恩了。陈春生转身就走。
你还真的要分家？你……郭金花两眼一翻，又晕了过去。上集说到，妯娌心生嫉妒，夜半纵火，不料恶有恶报，刚下梯子就摔了个大跟斗，流了一滩血。怎么会有血？难道是李凤萍放的火？只是她没扔准，下梯子的时候摔了。肯定是这样。这李凤萍一天天的净不干好事，也不说给肚子里的孩子积德。这一摔，孩子还不一定能保住了。这王家真是贼心不俗，看咱都指望陈小草能种好西红柿，就想把秧苗子给毁了。今天他们没得逞，这明天会不会又是一个火把人过来？大家有啥好主意吗？陈小草，你报警吧，把他们全家都抓起来，就不能搞破坏了。这个法子我也想过，但是咱有证据吗？得有人证啊。依我看，咱们每家每户派出一男一女，每天晚上半个时辰一换班，守着陈小草家的院子。要是王家敢搞破坏，咱就有人证了。这是个好主意。但是这样也太辛苦大家了，大家忙了一天，还要替我守着院子，我这过意不去啊。陈小草，你就别推辞了，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啊，我们都盼着这西红柿长好。你要是真觉得过意不去，就把西红柿的种子给养好，让我们大家都有个指望，也不算是白白辛苦。孙郎中，救救我儿子吧，求你了！你这事我处理不了，你去县城吧。村长，牛车可以给我用一下吗？王二柱，刚才那火跟你家有没有关系？村长，我不知道啊，我一直在屋子里睡着。那你家院子里的梯子是咋回事？大晚上的，李凤萍爬梯子干什么？村长，你等我回来再说行吗？现在关键是要保我儿子。村长做人不能像陈小草一样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眼下人命关天，他不能坐视不理，只能先让王二柱用他家的牛车。孩子肯定保不住了，现在要把孩子取出来。孟郎中，我儿子现在6个月了，取出来还能活吧？这就要看孩子的造化了。孟郎中，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了，一定要救活。怎么样，我儿子还有气吗？孩子已经没气了。我的儿子，没有小，是个丫头片子。孟郎中，咋是个丫头片子？我之前说了，生下来才能知道男女。我媳妇咋样了？还能生不？不能。为啥？产妇血崩，胎宫也留不住了，没了胎宫也就不能生孩子了。不过好在捡回了一条命。啥？以后不能再生娃了？不能生娃还救他做啥？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娶媳妇就是为了让她传宗接代给我生儿子的，现在连个丫头片子都生不出来，我还要她干啥？把钱还我！为了救他的命，我给他喂了3年线的人参汤吊气，又开了点带人参的药方，500块钱已经用完了。谁让你用完的？不是你让我一定要救活的吗？我是让你救活我儿子，不是让你救那个生不了娃的贱人。我要退药，药已经配好了，不可能退。你拿着药走吧。你这个奸商，我要去报警。孟郎中懒得搭理他，把王二柱轰了出去。王二柱看着地上昏迷不醒的李凤萍，把他扔在原地，赶着牛车回去了。村长，还你车。李凤萍呢？我把他扔一孝堂门口了。啥？他怀的是个胚，还血崩把胎宫摘了，以后也生不了儿子了，还花了我500块钱喝人参汤，这种赔钱的了，我还要他干啥？王二柱，你糊涂啊！你知不知道你犯了遗弃罪？啥遗弃罪？你们现在还是2口子，李凤萍又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这个当丈夫的啥都不管，还把她扔了，这就是遗弃罪，要判刑。村长，你可别吓我。闺女，看到了吧，这就是不好好读书，不懂律法的后果，犯了法都不知道。王二柱恨恨地瞪了陈小草一眼，匆忙坐上牛车，调转车头去县城里了。李凤萍呆呆地坐在地上，肚子此时疼了起来。李凤萍一脸痛苦地捂住肚子。就在此时，耳边响起了牛车停下的声音。二柱，你咋还没数？你说啥？你这么盼着我数？你连儿子都不能生，还活着干啥？王二柱，你这个没良心的！我累数累活给你怀孩子，就因为我以后不能生了，你就盼着我数？你想让我数是吧？我偏偏不数，我就要活着。你数不数的，关我屁事！大不了离婚。王二柱，我要完了你！李凤萍发了疯似的朝王二柱扑了过去，不料脚一滑，摔倒了地上，当场没了呼吸。注意看这个小叔子简直不是，老婆刚数就惦记上了大嫂。没用的蹄子，还以为他揣的是个金疙瘩，竟然是个赔钱。数了正好，省得我们家还要养着他。儿子，把他的人参药给我拿过来，我要好好补补。我也要。那是给女人吃的药，你一个男人吃了干啥？难道你指望吃了命根子能长出来？对，你说的这是啥话？我知道了，你也看不起我，你也觉着我是个太监。你就是太监，赶紧收拾收拾，给我滚进宫里当太监。你最好给我争气点，坐上太监总管的位置。张翠花，你给我拱！我不拱，我就不拱。好了，你们别吵了。李凤萍数了，我可不想当官夫，我要找人给我说亲，赶紧娶一个女人进来给我生儿子。对，这才是要紧事。儿子，你找村里的王媒婆，她手里抓着一堆良家女子，让她给我说一个更好的。李凤萍才走了1天，你连尸体都没给她收，就着急要再找一个。啥事都没我传宗接代重要，赶紧给我说一门亲。对了，我要黄花大闺女。
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这么厚的。你家现在这条件不好说亲啊，你爹娘都病着，你爹还成了太监，你也没个正经营生，谁家好人敢把自家的黄花大闺女嫁到你家？就算是寡妇，看了这条件也不敢嫁啊。那是没碰见，碰见了就成了。那你家能下什么聘礼？没聘礼，但是我要他10香8香的嫁妆才能进我家的门。好歹我是个男人，官府咋了？没钱咋了？家里有一个太监咋了？凭我这相貌，还愁找不到好的。感情说亲，他就出个命根子。行了，我知道了，有合适的我就给你说去。王二柱刚走，王媒婆反手就把他给打进了黑名单。二柱不要脸，他这个当媒婆的要，否则就是砸自己饭碗，以后谁还敢找他说亲？王二柱在镇上摆了个摊位，本想着靠着自己读过几年书，能写字，一定可以靠写书信大赚一笔的。但是一天下来，连一个客人都没有。王二柱不懂，收摊后拦住一个女子问了原因。你看你长得这个磕碜样子，谁乐意找你啊？人家小刘就帅气多了，字也写得好看，我们都乐意让他赚我们的钱。哼，不就是长得白了点吗？一个小白脸而已，能成什么气候？我今天回去仔细收拾一下，明天肯定能吸引到整个镇上的女子，说不定还能被富家千金看上。我保证入赘，远离那2个老东西。父老乡亲们，我今天晚上要做西红柿炒鸡蛋，请大家过来尝一尝。陈小草，西红柿又可以吃了。对，今天有3个西红柿可以摘了，因为量少，所以大家一人只能吃1筷子，等以后量大了，保证大家管饱。能吃1筷子也是好的，就先尝尝味道了，等以后能种了，就能每天吃到了。正好看看是不是真跟村长说的似的，吃起来那么好吃。这还加了鸡蛋，陈小草可真大方，鸡蛋和西红柿一块炒，那是啥味道？哇，这就是西红柿炒鸡蛋。你们快看这红彤彤的汁，看着好有食欲。这红色的西红柿和黄色的鸡蛋放到一块，还真挺好看。这色香味都已经占了2样了，就看味道咋样了。请大家不必客气，但是我有言在先，每个人只能吃1筷子，不能多吃。李狗剩先夹了1筷子，放在嘴里咬了起来。其他人一脸期待地问：咋样咋样？好吃不？好吃不？原来这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太好吃了吧！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炒菜。其他村民一听，纷纷也把筷子伸了出来，放进嘴里开始品尝。每个人都愣住了，随即都是一脸陶醉的神情。哎呦，太好吃了！好好吃，这是啥神仙炒菜？真好吃！要不是一人只能加1筷子，我一个人能吃完这一盘。这下色香味俱全了。陈小草，你真厉害，能弄出这么好吃的菜出来。陈小草，那种子你弄得咋样了？我们都想快点种上，要不然这日盼夜盼的，啥时候才能吃上？大家不必担心，我已经开始给种子催芽了，只要能发芽，就证明这种子能用，种地里一定能长出来的。陈小草，有你这话，我们就放心了。老天保佑，一定要让陈小草成功。今年夏天能不能让我娃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就看陈小草这一次了。陈小草，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啊，我们这下都指望你了。大家放心，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王二柱碰巧收摊回来，又是1分钱都没有赚到，又正好看到从陈小草家走出来的村民们不停夸赞：这陈小草就是厉害，能干又勤快，又聪明，又热心，又大度。这西红柿炒鸡蛋真是太好吃了，我这刚刚放下筷子就惦记上了。看他院子里面的西红柿苗又开出了花了，看样子这西红柿只会越来越多。咱以后要是也能种上，肯定也每天都有西红柿吃。这西红柿炒鸡蛋真的那么好吃吗？咋样，有没有赚到钱？1分钱都没赚到。咋能来？你不是弄得挺俊俏的吗？看这大红花多好看。您还说呢，就是您给我带的这大红花被那些女子给骂了，说我这个样子看着就像是戏台上的西门庆。这帮人，这摆摊写信是干不成了，家里现在又啥吃的也没了。没办法了，阿柱，你去县里干苦力吧。村里老吴家的大儿子就在县里码头搬东西，一天下来能赚1块钱，1个月能赚30块钱。安，这活我干不了，我这身子板根本扛不了东西。那你去山上碰碰运气，要是能打个野兔啥的，也能换点粮食。山上有狼。那你去咱家地里种地，咱家的好，只要撒种啥都往出结。咱家没种子，苗都被陈小草挖了。你去村长家借点。种地太累了。你这也不干，那也不干，你到底要干啥？安，我今儿在镇上看到有人在招厨娘，就要您这个年纪的，要不您去试试？好啊，合着你在这里等着我了，想让我养活你？安，不是我要让您出去辛苦，是我实在间不能提手不能抗的，我出去做苦工能干得了啥？那我就能干得了了。您这不是一身肉吗？有的是力气，就当减肥了。我阿柱，你就不能像老大一样做个男人吗？老大有啥好的？生了2个丫头片子，连儿子都没生出来。你别废话了，赶紧出去做饭去，我要吃馒头、炒肉。爹，您就别想了，能有野菜吃就不错了。馒头和炒肉，那是陈小草家才有的东西。陈小草现在在村里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这要是哪天王媒婆给他说情，
那个男人可有福了。对呀，我咋没有想到呢？你想到啥了？陈小草这种能干的女人，干啥要便宜了别家的男人？为啥不便宜了咱呢？你啥意思？我为啥不能把陈小草娶了？那陈小草这种女人能乐意嫁给你吗？谁让她乐意嫁给我了？只要她最后嫁给我了，那就成了呗。对啊，明的不行，咱来暗的，只要她跟你不清白了，她不想嫁也得嫁，到时候院子、值钱的东西、米面都是咱的了，你再想法子弄熟她和那2个丫头片子，就能名正言顺的继承了，谁敢说啥？对，就是这样。上集说到，小叔子媳妇刚熟，就开始缠大嫂婶子，此时此刻正与公婆密谋如何陷害大嫂。那你打算咋做？院子里有人盯着，我动不了他，但是地里面可没人2只眼睛一直盯他身上。那母狼白天就盯着院子里的狼崽子，根本不去地里，从地里到河里要走一段小路，我就趁着他挑水的时候，把他拖到草地，然后嘿嘿嘿。就是这样，雷子，你可真聪明。一日，陈小草提着水桶走了，走了几步以后，陈小草感觉到背后有人跟踪，回头是王二柱。你跟着我干啥？咋？这路就只能你走啊？我要去地里干活。陈小草抽出腰间的斧头，王二柱本能的退后2步。陈小草翻了个白眼，收起斧头继续往前走了。王二柱又跟上了。王二柱这小子肯定没安好心，李大哥、赵大哥就多盯一下我。小草，你放心，我今儿不干活了，我就盯着王二柱，看这小子要搞什么名堂。小草，你放心，我盯着你，你要是上厕所，我就让我媳妇跟着。李大哥、赵大哥，多谢了。赵大栓担心陈小草一个人去河边会被王二柱给盯上，于是主动承担起了给陈小草家地里挑水的事。该属的赵大栓竟然给陈小草献殷勤，这不是坏我的好事吗？赵大哥，下一趟我来挑。你不怕王二柱盯上你？就是要让他盯上，这叫做引蛇出洞。他要是想对我干啥，你和李大哥能立刻出来阻止，还能抓他一个现行，到时候就能把王二柱给押送官府了。你真聪明，行，那就按照你说的来办。陈小草很快挑着水桶朝着河边走了。机会来了！王二柱扔下了锄头，朝着陈小草的方向走了。李狗剩和赵大栓从不同的方向悄悄跟了上去。陈小草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在小路上，很明显察觉到身后草丛里面有异动。王二柱果然行动了，我现在就上去摁住他。等等，抓贼要抓赃，要不我们2个说不清楚，也拿不到证据。陈小草，我今天把你办了，你的身子就是我的了，你的家产也都是我的了。我们开始办正事吧。王二柱，你们咋在这？这是咋回事？我过来打水，正好看到陈小草晕过去了，刚想回去叫你们了。你胡说八道！我和大栓刚才可都看见了，是你迷晕了陈小草。我们要报警，对，跟我们去派出所。你们敢动一下我就嘎数他！村民们听到动静也跑了过来，看到这一幕后吓了一跳。王二柱，你把刀放下！我就要弄数他！我知道你们都怕他数，他数了你们就没指望了。识相的就给我1000块钱，我就放了他。你卑鄙！我是卑鄙，我要不卑鄙，以前咋能算计了老大？快点给我拿钱，不然我现在就捅数他！别冲动，行，我给你钱。村长把身上的钱掏了出来，其他的村民见状也赶紧拿钱了。一个寡妇就让你们这么帮他，还真是让我感动啊！把钱给我装起来。村长赶紧拿出布兜，村民们准备放钱。王二柱惨叫一声，手腕传来的刺痛让他不得不松开了匕首。李狗剩、赵大栓趁机冲了上来，把王二柱给按在了地上。陈小草，你没晕？我刺中了穴位，能让我保持清醒。你那质量垃圾的迷药根本算不了啥。你咋会懂针灸？我自己对着医书学的，本来也没指望能学成，没想到关键时候还真派上用场了。看来我陈小草还是个医学天才。不可能，不可能！你就是一个乡野村姑，不可能那么快就学会看病。你不就是活生生被我用医术制服的例子吗？咋样？你的右手手腕是不是不能动了呀？咋会这样？陈小草，你到底做了什么？陈小草真学会了，光是看一下医书就会了，别人好说歹说也得跟着师傅学个10年8年的，才能学出点东西。陈小草真是个天才啊，说不定以后还能给咱治病呢。王二柱用药都没弄晕他，他还把王二柱用银针给制服了，真厉害，真有本事。不瞒各位，刚才我是装晕的，就为了能拿到王二柱犯法的证据。我也看到有人为了救我慷慨解囊，我都记在了心里。你们放心，我陈小草是知恩图报的人，以后用得着我的，我一定帮。王二柱，不得不说，你的算盘打得很好，想着强迫我，让我被迫和你成亲，把我的东西都变成你的。如果我没猜错，等得手后，你会想法子害死我。你竟然啥都看出来了！王二柱，你今天恶意赶人，勒索钱财，强奸妇女，犯流氓罪，可是要判处刑的。为了一点钱财和欲望，居然要搭上一条命，王二柱，你觉得值吗？你爸妈生你也不容易，如今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可惜了。不过这王二柱平时就是个无赖，输了更好。你说这王二柱干啥不好？
陈小草，你少吓唬人，我才不信！你信不信的，判刑了不就知道了。王二柱，在送你去派出所之前，允许你和家人见一面。张翠花还在家里美滋滋的等着王二柱能办了陈小草，想着陈小草卖人参的钱都是自己的了，张翠花就开心的很。王大年，张翠花，阿柱，你这是咋了？王二柱恶意干人，勒索钱财，企图强迫妇女，我们要送他去派出所。阿柱，我的爱啊，你要是走了，娘可咋办？娘以后指望谁啊？指望？你一天到晚就想着指望别人活，你要不要脸？我告诉你，老东，我这次要是数了，我就解脱了，省得在这个鬼地方伺候你和太监。阿柱，你说啥？我是你娘啊！我娘？你好吃懒做，手里没钱，在关键时刻帮不了我，还给我拖后腿，你配得上做我娘吗？我只恨我王二柱咋没投胎到一个有钱人家。这是啥烂人？自己不想着好好努力，却指望爹娘发达让他做贵公子。这样的人数了都不可惜。老头子，以后我俩可咋办啊？儿子都没了，跟前连个伺候的人也没了，我们可咋活？你问我，我还想问你了。要不咱去找陈小草，低头认个错，求着他原谅，先哄着他，让他给咱养老，再找个机会悄悄把他弄熟，他手里的钱就是咱的了，到时候还怕没钱养老吗？这倒是个好主意，这就找他去。上集说到，老二欲对大嫂图谋不轨，被判处刑嘎了，恶公恶婆没了指望，又开始打大嫂的主意。陈小草，你们这两个老又打的什么算盘？珍珠，你先带妹妹进去。珍珠听话的带着锦鲤进了屋子。说吧，你们两个老东西要干什么？不料张翠花拉着王大年扑通一声给陈小草跪下了，张翠花的头磕在地上砰砰砰作响。小草，我们老两口来给你认错了。哟，给我上演黄鼠狼给鸡拜年这一套了，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小草，这一次我们真的是诚心来认错的，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哗啦啦，一盆水从张翠花的头上浇了下来。陈小草，你干啥？你不是说诚心来认错吗？古有负荆请罪，我不过是给你浇了一桶水而已，你急什么？我还没用金条打你呢。陈小草，留得青山在，可以当柴烧，别冲动。小草，要是你用金条打我能让你消气，那就尽管打我吧。这可是你说的。不会真的用金条打我一顿吧？忍一忍。废话，金条没打在你身上，你当然不知道疼了。既然两位都是诚心来认错的，那么就已经做好都被金条打一顿的准备了。这里面还有我的事，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啊。先从谁开始呢？哟，看不出来，两位这么谦让啊。既然这样，就从张翠花开始打，毕竟张翠花以前总说，做女人的就要多疼疼自家男人。小草，我这全身都是伤，你真的忍心？有什么不忍心的？我本来就是铁石心肠，别说打你了，就是剁了你的脑袋，我的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陈小草说着举起金条，用力朝着张翠花打了上去。陈小草，你这是要弄熟我啊？哟，你总算是反应过来了。没错，我就是要弄熟你。村长见状走了过来了。村长，你快救救我！我诚心给他磕头认错，他竟然要用金条打熟我。古有负荆请罪，你既然是来请罪的，陈小草用金条打你几下也是情理之中。可是这样会打熟人的。陈小草这人我了解，为了2个孩子，他绝对不会担上人命，最多打的你们2个3个月下不了床，不至于输了。况且是你们主动赔罪认错的，就算把你们打得剩下一口气，也是情理之中的。你江茂文，你是不是收了陈小草的钱才给他说好话？我早看出来了，你对这个寡妇早就惦记上了。陈小草，你真敢打我？这一棍子是打你诬陷我和村长，下一棍子就是抽你的嘴巴，看你还敢不敢满嘴喷粪。陈小草，你有种！张翠花怒气冲冲站起身，一拐一拐走进了戏院。你也想尝一尝金条的滋味吗？不，我不想。那你还继续赔罪吗？不，我不赔，我们还是继续做仇人吧。王大年也吓得跑回了戏院，还以为他们真的是硬骨头，没想到膝盖这么软。王家现在已经没有人伺候了，你打算怎么办？我当然是看他们笑话啊！我太想看到这2个老东西没有了免费保姆以后，晚年生活能有多凄凉。看样子他们是永远不可能真的低头认错了，刚才做的一切都是假惺惺的。是啊，他们什么德行，我早就知道了。对了，西红柿种子怎么样了？进展得很顺利，我已经看到种子开始冒芽了，再等1天，要是能顺利长出芽，那就说明种子培育成功，可以下地播种了。好，陈小草，我们村里的希望可就集中在你身上了。这2天地里的活儿，我让大伙儿帮你干，你就盯着西红柿种子就成。村长，没事，地里的活我能干，这种子也不能一直盯着，只要时间到了看一看就行了。娘，我看到爷爷奶奶给你磕头认错了。那2个老东西是假装的，他们就是想拿咱们家的东西，你们可千万别被他们给骗了。珍珠，别忘了，他们一直骂你是赔钱货。锦鲤，他们一直骂你是灾星。这种爷爷奶奶，你们就当他们数了，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如果他们去找你们，让你们原谅他们，让你们跟娘求情，
你们别理，娘教你们一个成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两个老东西，就算是进了棺材，也惦记着怎么占一个风水宝地。娘，就是让我们不要理爷爷奶奶是吧？对，不管他们说什么，你们都别听，别信，别理，尤其是他们给你们吃的东西的时候，别拿，别吃，那些吃的里面可能放了老鼠药。娘，爷爷奶奶会这样对我们吗？会，娘很肯定，他们的魔爪会伸到你们身上，娘一定要保护好你们。这个妇竟然治不了他，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了。老婆子，人说抓蛇打7寸，这陈小草的7寸，你说在哪？还能在哪？钱呗。钱，你就知道个钱，笨鼠你算了。别看陈小草这嚣张跋扈泼辣，他可是把那2个赔钱当成祖宗一样供着。你的意思是，想要搞定这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那2个小丫头开刀。不管这陈小草再怎么嚣张跋扈，这俩小丫头都是他的软肋。只要我们拿捏了这俩小丫头，嘿，陈小草的银子可不就是咱的吗？上集说到，恶公恶婆对大嫂用苦肉计祈求大嫂给他们养老不得，竟然想对俩小孙女下手。要是能用这2个丫头治陈小草，还怕他不管我们吗？我们只要多哄哄老大，让老大在陈小草面前吹吹风，陈小草说不定就心软了。有道理，老头子，你真聪明。当天下午，孩子们下课时间在教室外玩耍的时候，王珍珠突然听到有人在学堂门口叫她：“招娣，过来，爷爷给糖吃。”王珍珠没有理会，这丫头打不过来。以前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现在有他娘给他撑腰了，倒不搭理我们了。他不过来，我还不能过去吗？招娣，爷爷刚才叫你呢，咋不过来？我不是招娣，我是珍珠。对，她是珍珠。什么珍珠？就是个呸！呸！珍珠，爷爷有东西带给你，你看，你以前最喜欢的糖，给你吃。我不要，娘说了，不让我吃你们给的东西。为啥？娘说你们肯定会给我下老鼠药，把我要鼠，你们给的吃的不准吃。爷爷咋会害你呢？你可是爷爷的心头肉。拉倒吧，我娘说了，你给珍珠取了一个招娣这么难听的名字，就是为了让她能有弟弟。弟，我娘说了，王珍珠的爷爷奶奶不是什么好东西，虐待儿媳，虐待大孙女，还把小孙女送出去了。珍珠，你可千万别吃他们给你的东西。我在村里的风评竟然这么差吗？孩子们被王大年给吓得哭了起来。你们给我闭嘴！咋回事？他骂我们。王大年，你来学堂做什么？我这不是来给我孙女送点糖吃吗？王大年是什么人？老实门清，突然对孙女这么好，肯定是有目的的。说不定这糖里面被加了什么东西。王大年，陈小草已经和你们分家了，这2个孩子也和王家没啥关系了。没有陈小草的同意，你们不能送他们东西。我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咋就不能送糖给他们吃了？这该属的陈小草，竟然在孩子们面前胡说八道，诋毁我们老2口。老师，你可千万不能听他的话。你们对孩子好不好？你们心里清楚。要真疼孩子，就不会给他们取名招娣叛地了。我不知道你们2个今天什么目的，但是我回头一定会告诉陈小草你们来过学堂。我相信陈小草知道以后，不会就这么算了的。别告诉陈小草。那你们说实话，今天来找孩子到底什么目的？这不是我2儿子都没了吗？现在也只有陈小草能让我们指望上了。我们想让他给养老，就想着让孩子好好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们做了那么多年，想让人家陈小草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你们，哪有那么简单？别打孩子的主意了，我们要上课，你们出去。老师，就让我们和孩子待一回。不行，出去，不然我就用扫帚赶你们了。我不管，你今天不让我们和孩子待着，我们就不走了。我们不走了。哟，这老太监还在这里杠上了。你说啥？我娘说了，你偷珍珠家的菜，命根被狼给咬断了，变太监了。你这个赔钱货，看我今天咋收拾你！孩儿们，把这2个老东给我轰出去！记得先去茅坑把扫帚粘上时再打。我娘说了，对付不讲道理的老东西，这一招最好使。张翠花想起了上次被陈小草拿着沾湿的扫帚往头上嘴上戳的场面，吓得赶紧站起身，一溜烟跑了。王大年也不想自己全身臭烘烘的，紧跟着跑了。珍珠，对这种人就要这样，他们根本不是你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坏人。对，我没有这样的爷爷奶奶。好了，大家去上课吧。没想到我一个老婆子竟然被一帮熊孩子给欺负了。王招娣这个小跟他娘那个泼妇一样，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老头子，这一招不好使了，我们该咋办？这2个丫头片子是指望不上了，留他们也没用，不如直接嘎了。老头子，你可不能犯糊涂，倒不是我心疼那2个丫头片子，我是怕你被警察抓了，杀人可是要偿命的，咱俩可不能出事了。你放心，我一定能做得干干净净。我年轻那会跟一个毒医学过几招，我知道有2种毒草混合到一块吃下会得癔症。陈小草要是看到他的2个宝贝疙瘩都变成了傻子，我看他还咋活？他肯定能疯。他要是疯了，咱俩不就能把他的东西抢过来了吗？还能把他当狗一样毒打。老头子，真有你的，但是那个现在把2个小鸡给保护的好好的，你咋下手了？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你别忘了，学堂里面可是有李大狗家的儿子，李大狗是出了名的混混，他的儿子也没跟着学好。只要我用几块糖收买了李小狗，他肯定乖乖听我的话。老头子，以前咋没看出来你这么聪明呢？难道是因为你命根没了以后，脑子长出来了？这叫什么来着？什么没了东边，收了西边？张翠花，不准你再说我命根的事儿。行，行，我不说。这王大年成太奸了，我以后出门都被人戳脊梁骨了。要是他弄不死陈小草，我就离婚去找有钱老头子。只要泡1个时辰，这毒草的毒性就出来了。陈小草，你就等着看这2个陪我变成傻子。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上集说到，恶公恶婆跑去学堂欺负小孩，大嫂带着家长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王大年，你这个阉人，竟然敢打我女儿的主意，我看你是没阉干净。陈小草，我又没干啥，难道我还不能去看我的孙女了？孙女，孩子数了你来奶了，你装孙子给谁看？就是我家娟儿给珍珠撑腰，还被你给骂了一顿。咋？你干了那些缺德事，还不许我和孩子说了？你这个老太监，竟然敢骂我闺女！你是咋变成太监了？你心里没数？以前天天骂珍珠是赔钱，现在知道要指望她了，就赶紧上赶着。我呸！谁不知道你是想着让陈小草给你养老庄出来的好爷爷？珍珠就说了你2句，你就变脸了？你表演戏法的，变脸那么快？见过不要脸的老太监，第一次见不要脸的老太监。宫里出来的太监都不敢见人，更不敢去招惹人。你倒好，这脸皮真是天下无敌了。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这孤寡老人。你怎么变成孤寡老人的？你心里没数吗？王大年，你算计了我男人一辈子，算计了我一辈子，虐待我2个女儿，你不遭报应谁遭？你仗势欺人，我家还就仗势欺人了。有能耐你们也让全村给你们撑腰，没这能耐就数一边去。陈小草，你虐待老人，不怕老大半夜来找你索命？好啊，就怕他不来，他来了我就告诉他，我如他所愿，硬气起来了，谁都别想再算计了他留下的财产，更别想伤害了我的2个女儿。我还要告诉他，等你们2个老东西数了以后，我就把你们的尸体扔到乱葬岗，让野狼吃个干干净净。你竟然连数人都不肯放过！你们活着的时候我都不可能放过你们，又怎么会让你们数了安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数者为大？我呸！就你们2个头也配。对了，王大年，你以后数了可不是全啊！听说骨不全是不能去阎王爷那里报的，更不能投胎的，要生生世世都在地狱里面折磨，想想都有点开心呢。王大年本来就以为这是心理堵塞，被陈小草这么一说，两眼一翻，晕了过去。老气，你可别就这么数了，生不如熟，钝刀子磨肉，我可是喜欢玩得很。小草，我今天看到王大年上山了，不知道他干啥去了。这王大年身子还没恢复，去山上干什么去了？别是憋着什么坏吧？他不会想害你们母女吧？放心，对付这个老登，我还是绰绰有余的。母狼把2种毒草放在了陈小草面前。这是蜈蚣毒草和蝎尾草，这草放在一块泡水是剧毒的。你怎么突然给我这2种毒草？难道王大年摘了这2种毒草回来？母狼点点头。这老头子要给我和孩子下毒，可他应该也很清楚，只要我在家里，他根本没有机会。珍珠和杰里上下学都是我亲自接送的，不会单独和他相处。难道这老头子是想在学堂里面下手？干得好，今儿中午我做炖鸡给你吃。娟姐，我炖了点鸡汤，给你补补身子。哎呀，小草，你养鸡是为了下蛋用的，杀了多可惜。没事儿，杀个1只2只的也没啥。小草，你是不是有啥事想让我们帮？李婶，要不说姜还是老的辣啊，我是有点事情想要求李大哥帮忙。哎呦，小草，客气了，有啥事你就直说吧。我想让你帮我盯住王大年。小草，你是不是发现了啥？对，他弄了蜈蚣草和蝎尾草，这2种毒草混合到一块泡水喝，能让人得了一症。他弄毒草是想毒害你和孩子。这老东西看我真的不管他了，就想对我们痛下手。孩子们不上学的时候是和我在一块的，这阉人没下手机会，我就是怕他收买了学堂里的孩子，在珍珠和锦鲤的水壶里面下毒。这种可能性很大。小草，你是想让狗剩做人证？对，学堂那边我会叮嘱老师，一定要看好我2个孩子，到时候也能多个人证。对，这样做就万无一失了。要不，小草，你还是先别让珍珠和锦鲤上学了。不，王大年一天不下手，就一天不会甘心，倒不如利用好这个机会，堂堂正正将他绳之以法。好，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估摸着王大年经过今天中午的事儿，更咽不下这口气，会尽快下手，可能今天下午就要开始下毒了。妖族，你咋知道我的名字？我是玉皇大帝下凡来的，当然知道你的名字。玉皇大帝，我不信，除非你能变出钱。这混账小子跟他爹一个数出，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你看，我不要钢镚儿，我要钱。王大年捏紧拳头，从身上摸出了10块钱。不错，是真的，我走了。等等，你收了我的钱，你得给我办件事。给你办事？你不是玉皇大帝吗？你想干啥动一下手指头就行了，还用得着我？
你这孩子咋这难缠？妖族，这是我给你的考验，只要你能干成这件事，我就用法术给你变出更多的钱，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真的？当然是真的，我是玉皇大帝，我一言九鼎。那你让我办啥事？你把这里面的东西倒进王珍珠和王锦鲤的水壶里面。这里面是啥？是变笨药水。你不是总气老师夸他们聪明吗？那就让他们变笨，让老师天天骂他们两个。这么神奇？哼，我早看他们不顺眼了，等他们变笨了，我看老师还咋夸他们两个。对了，你有变笨药水，肯定有变大聪明的药水吧？给我1瓶，我要变成大聪明。你放心，等你把事情办好了，我一定给你1瓶大聪明药水。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上集说到，恶公竟然怂恿一个孩子往孙女杯子里加料，趁着课间孩子都出去玩了，李耀祖悄咪咪行动了。李耀祖，你在干啥？没干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变大聪明药水。我看珍珠5岁了才念书，就给他的水里加点大聪明药水，让他变成大聪明。那你为啥要往王锦鲤的水壶里也加这个？我这不是看他和他姐姐一样笨吗？就想让他也聪明一点。李耀祖，我现在就去找孙郎中，让他看看这里面是啥。你刚才说的最好是实话。那就让孙郎中看看这是啥，我才不相信孙郎中能猜出这里面是什么。玉皇大帝给的东西，哪里是凡人能猜到的？李耀祖，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好，那就去找孙郎中。陈小草咋突然来了？锦鲤、珍珠，娘摘了一些果子，趁着新鲜，和你们的小伙伴分着吃了吧。谢谢娘。原来是来送果子的，我还以为事情败露了。就在此时，老师拽着李耀祖走了过来。老师，这是怎么了？我刚才看到这小子偷偷摸摸的往王珍珠的水壶里面倒这个药罐子里的东西，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我想着这小子没安好心，把药水拿去给孙郎中看看。李耀祖，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好。还好我乔装了，李耀祖也供不出我来。李耀祖，这是什么东西？哼，有本事你们让孙郎中看这是啥？你还不知错？孩子们，你们都别喝水壶里面的水。对，我闻不出来这是啥。哼，我早就说了，玉皇大帝给的东西，凡人咋可能知道是啥？这小子这会儿正幸灾乐祸了。哼，你现在有多嘚瑟，等下打脸就会有多疼。孙郎中，我看看这药水，这是蜈蚣草和蝎尾草混合到一块泡出来的毒液，喝下去会得癔症。你咋知道？这2种毒草泡出来的水，有一股奇异的花香味道，闻着像是月季花，但却像是鲜艳的蘑菇一样，看着很漂亮，却有剧毒。你咋知道？医书中有记载，不过是绝版的医书，孙郎中不知道也不足为怪。我惊讶的是你竟然读过医书，而且还是绝版的。陈小草，你真让我刮目相看。他说啥就是啥，他又不是真的郎中，谁知道他是不是胡说八道冤枉我儿子的？陈小草，别以为你这些天在村里出尽了风头，就说啥是啥了。孙郎中，县里的孟郎中医术高明，医书中有没有这样的记载，他一定知道。我跑一趟县城，把孟郎中接过来询问一下，此事事关重大，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你们找我嘛？孙郎中在我这订了一批金疮药，听说陈小草种出了西红柿，看看能不能有幸尝尝，我就亲自来送货了。我看看，太毒了，谁干的这种缺德事？孟郎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毒液，是用蜈蚣草和蝎尾草泡出来的，喝下去会得癔症，尤其是小孩子会心脉受损，活不过3天。这太缺德了，这李耀祖咋能干出这种事？小小年纪，心思就这歹毒，也不知道是随了谁的根。这不是毒药，这是玉皇大帝给我的。什么玉皇大帝？就是我今天下午上学路上碰见了玉皇大帝，说这是变笨药水，只要给王珍珠、王锦鲤喝下去，他们就会变成大笨蛋。这是啥乱七八糟的？咋可能会有这种东西？这李耀祖真是没脑子。就算我儿子真给王珍珠水壶里加了点毒药，但是他又不知道那是毒药，他也是被人骗了。你凭啥报警？要抓也要抓骗他的人。李大狗，说话要讲证据的。我怎么确定李耀祖真是被人指使，而不是他从哪里听说了这2种毒草的事，故意干出来的？耀祖，你快想想，你碰上的那个什么玉皇大帝长啥样？是个和尚，满脸麻子。咱村里啥时候来过和尚？这李耀祖为了脱罪，可真是啥谎话都往出说。有那样的爹，他能学啥好？听我闺女说，李耀祖老是被老师骂，王珍珠老是被夸，说不定就是怀恨在心下了死手的。你们给我闭嘴！我儿子肯定是被人陷害的。是不是被陷害？交给警察处理。天色不早了，先关起来，明天扭送派出所。行吧。此时此刻，西屋，王大年急得焦头烂额。老头子，咋样了？成了吗？你可别提了，特么的，李耀祖这个没出息的，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不被抓了个现行。那可咋整？万一那混小子把你供出来，可是要偿命的。老头子，没了你当牛马，啊呸，没了你我咋活？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夜色把他干掉。夜晚，村长家的柴房，王大年撬开锁，偷偷潜了进去。你是玉皇大帝，太好了，你来救我了。玉皇大帝，哈哈哈哈哈！
怎，玉皇大帝来送你去见如来佛祖了？孩子，别怪爷爷狠心，要怪就怪你活着一天，对于我来说都是安全隐患。上路吧，孩子。就是他师兄。王大年，住手！老东，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好说的？李狗剩带着村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王大年，你好狠的心，怂恿一个孩子犯罪，还要灭口，真没人性，怪不得母狼咬断了他的命根子。宫里出来的太监都怕人看不起，悄悄躲起来活着。他倒好，不干人事，还嘎人。他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哪还能指望他干人事？这种老东西，还不如嘎了。幸好被老师发现了，要不然陈小草那2个女儿可就遭罪了。村长饶命，村长饶命啊！别把我送派出所，我是一时糊涂啊。混账！王珍珠，王经理是你亲孙女，你竟然想着暗害他们2人，你还有没有良心？扭送派出所！公公，你放心的去吧，我会好好照顾婆婆的。陈小草要照顾张翠花，不是分家了吗？咋还去照顾她了？爹，这陈小草还是太心软了。这王家亏欠他太多了，临了还要让陈小草收拾这烂摊子。上集说到，恶公怂恿孩子投毒被发现，担心败露将其残忍灭口，被当场抓获，被判赎刑。村民得知陈小草要照顾婆婆，倍感震惊。这陈小草不是挺英气的吗？咋突然又跟以前一样了？这要是我，肯定就看着张翠花咽气了也不管。我咋觉得陈小草没安好心？他不会是趁着照顾张翠花，悄悄虐待她吧？等张翠花赎了以后，他就可以把王家的房子、田地都继承过来了。别人家的事不要乱说，就算真的是你说的这样，那也是张翠花自找的。我要是被婆家虐待，肯定会趁着他们全病了报复回去的。没用的东西，这么快就晕过去了。老东，你放心，我不会让你这么快就输了。行了，你就这么昏睡着吧。照顾你的名义已经打出去了，蓝宝村里有人背后说我故意虐待你，等你数了以后占了家产，必定会去村长面前挑拨。我为了自证清白，肯定会让人检查你身上的伤势的，针眼被隐藏在了伤口里，我保证谁也查不出来。大家停一下手里面的活儿，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陈小草留下的种子已经全部出芽了。哇，真的出芽了？看样子是都出芽了。那剩下的那些西红柿种子，大部分都可以出芽了。陈小草真厉害，还真让他弄出来了。太好了，咱这下可以跟着一块种了。陈小草会让咱们免费拿种子吗？这可是很珍贵的东西。这些种子是陈小草一个人培育出来的，这些种子要怎么分，陈小草说了算。我陈小草不是忘恩负义的人，种子现在还不多，我肯定是要先分给对我和孩子照应的村民。首先是村长李狗剩、赵大栓等10户村民，我数了一下，现在能下地种的种子一共150颗，每家每户可以分到12个种子，请上来拿吧。村长李狗剩、赵大栓和剩下的7户人家开开心心上来拿种子了。太好了，娟儿，你说你就喜欢吃西红柿这种酸酸的口味，只要我好好耕种，今年夏天一定让你吃上。这种子种下去以后，啥时候能挂果啊？我发现这西红柿秧苗的时候，它已经开始挂果了，种子培育了3天就出芽了。我想着它应该和黄瓜、豆角差不多，只要能出秧苗，开花以后也就开始挂果了，差不多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种地是个很考验耐心的事儿，现在是6月初，只要天气晴朗，水源充足，大家多辛苦些，一定能长出好吃的西红柿的。没领到种子的人很不高兴，纷纷嘟囔起来。好歹我们和陈小草也是一个村子里的，他咋不给我们？就是，真是够小气的。不就是没在断亲书上按手印吗？至于吗？这么记仇？不就是西红柿吗？谁稀罕？我还真稀罕，我上次路过都闻到味了，那2丫头吃的我都馋了。那咋办？陈小草又不给咱种子，咱还能抢不成？他家可有那头母狼守着，可别像王大年一样被母狼咬了命根子。陈小草，你还数了我儿子，我要用你的2个女儿来偿命，走着瞧。陈小草接上珍珠，锦鲤回家的路上，突然被人拦住了，是王大山。好狗不挡路，滚开！陈小草，你还数了我弟弟，你高兴了？我高兴，我当然高兴。王大年，你这个老登数了，我陈小草做梦都能笑醒。你无情无耻！是啊，我陈小草就是无情无耻、无理取闹。你不服又怎么样？有本事你让王大年活过来啊！你真是最毒妇人心！你说要照顾张翠花，肯定是假的，指不定被对着我虐待她。我要把张翠花接到我家，让我家老婆子照顾。哟，这是想着王大年已经数了，王家就剩下张翠花一个鼠老太婆，等这个老弟数了以后，就能有理由霸占了王家的家产吧？才不是！陈小草，你这么想，是不是你就是这样的目的？陈小草摊摊手，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你果然是这样想的。不行，我要找村长，让村长给我弟妹主持公道。陈小草知道这一天迟早是要来的，惦记王家财产的人多了去了，还有一个人没出场，就是张翠花嫁到外地的女儿。大伯，我家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吗？我爹、2哥、2嫂都数了，就剩下我娘还活着。
不好，这个丫头片子咋着紧要关头回来了？她要是把张翠花抢了，那王家的家产我可就不能沾边了。哎，是啊，你家就剩下你娘了，都是这个陈小草害的。她要是不闹着分家，好好照顾你爹娘，家里也不会出了那么多事儿。陈小草，家里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我跟你没完。哟，好大的口气！上一个这么跟我说话的是王大山、张翠花、王二柱，他们的下场我可是满意的很呢。王姓，你放心，你的结局一定会很精彩。陈小草，我没工夫跟你掰扯，我要去看我娘。王姓转身朝着王家快步走了。王大山一脸不甘心地看着。哎呦呦，能继承家产的人回来了，某人的算盘要落空了哟。我才没有想过要王家的家产。陈小草冷笑，对王大山身后的村长说道：村长，你听到了？王大山，你来一家王家吧，当着王杏儿、张翠花的面，我们说清楚一些事情。陈小草这个人，竟然把一大半的院子分到了他名下。等等，那红色的果子是啥？刚才进村后，听到好几个村民说陈小草培育出了西红柿，难道这就是他？咋可能会有这种狗屎运？突然，王姓感觉到身后一阵凉气。王姓回头一看，一头母狼正站在草丛里盯着他。王姓尖叫一声，立刻跑进了西院。狼，真的有狼！别人说爹的命根子被狼给咬断了，我还不信。这么一看，是真的。陈小草竟然能驯服了狼，让狼给他看院子，这个人他是咋做到的？算了，不想这些了，先去看看那个老煮了没。王姓走进了屋子，却被一股子尿骚味给熏得差点吐了。张翠花因为大小便失禁，尿在了炕上。看到王姓后，张翠花仿佛看见了希望，眼睛里有了光彩。行，老姐，你咋还没说？张翠花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本来以为来了一个能给自己撑腰的，没想到来的竟然是一个盼着他赶紧数了的。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也别怪我盼着你赶紧数，你又没对我好过，凭啥让我照顾你？我回来就是想看着你咽气，好继承你的院子和地。爹已经数了，爹也收不回来，正好让我省心省事了。毕竟给他办后事也是好大一笔银子，我是冲着家产来的，我可不想给他办丧事。不过你就不行了，看你这样子，数了也要给我添麻烦。不过看在有房子和地能继承的份上，我就给你买个薄棺材，把你给埋了，咋样？我够孝顺了吧？对了，这几年你从老大那扣了不少银子吧？葬哪了？我可不想让你带到棺材里，通通都是我的，不说是吧？行，我自己找。你以前就特喜欢把银子缝在衣服夹缝里，我好好找找，肯定能挖出来。上集说到，恶公去世，恶婆瘫痪，外嫁女归来，却是为争夺家产。王杏儿，你在干啥？咋弄得乱七八糟的？我是想把我娘的衣服整理一下，把我爹的衣服也整理一下，给我爹做一个衣冠冢。那你整理好了吗？就快了。我看了一下黄历，今天一下葬，趁着天气不错，赶紧给你爹做衣冠冢吧。现在？对，做衣冠冢前后也不过是几个时辰，一天时间也够了。村头吴老头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你赶紧去找他吧。这银子前后差不多300也就够了。300？这么多？王姓心里苦，这次回来就是冲着钱去的，现在1分钱都没找到，反而先扔出去了300块钱。家里要是知道了，非骂属他不可。我记得你男人是做杂货生意的，铺面做的还挺大，你别告诉我你舍不得拿钱。不，我舍得，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等张翠花数了以后，把家产都拿过来，还怕补不上这亏空吗？陈小草，还真让你说中了。王杏儿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我早知道他冲家产回来的，村长可不能让他得逞啊。从法律来说，张翠花一数，王姓就能继承家产，但法律也有补充，一旦子女被证实有不孝的罪名，应当不分或少分。那得抓王杏儿虐待张翠花现行，我们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他。既然是虐待，那么肯定会留下证据。王姓那么急着回来，必定会露出狐狸尾巴。村长，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王姓也不傻，不会真的留下虐待张翠花的证据，那么陈小草就要添把火，坐实了这证据。张翠花身上的伤口还没好全，每天还要敷金疮药。王姓既然要立孝顺人设，那么金疮药就得买。当然，王姓不可能真的舍得花银子去买。是金疮药，这王姓表面功夫做得不错啊。老东西，你放心，王姓很快就会把药粉涂到你的伤口上了，到那时就有好戏看了。陈小草去张翠花家，肯定没安好心，要是有啥事，我就站出来指证他。李大狗刚刚转身，突然看到一头狼正在盯着他，李大狗吓得尖叫起来。难道我刚才去张翠花家里被李大狗看见了？回头这小子要是四处乱说，对我的名声可不利。不过没有证据的事儿，再加上李大狗是出了名的混子，这小子就算乱说也没人信。村长，不好了，李大狗被狼给咬了，腿被咬断了一条，人现在半死不活的。狗剩是不是咬了王大年的那头母狼？是啊，狼好端端的，咋会咬李大狗？肯定是李大狗干了啥害陈小草的事儿。我自己天能看见那头母狼，就是没咬我。这母狼还挺能分好坏的，咬的都是坏人。搞不好是陈小草指使那头狼咬的。哎呦，王杏儿，你咋这说话？你就不怕母狼听见，把你也咬了？就是王杏，你可要嘴下积德，别忘了，你爹就是被母狼咬了命根子，成太监了。
王杏儿，你要是想在这地里种西红柿，就得对陈小草客气着点，不然人家不给你种子了。以前也没见着你们这么帮陈小草说话，这会儿倒是都护着他，还真是拿人手软。不就是一点点破种子吗？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结了果。这会儿倒是把他当祖宗一样供起来了，也不怕回头啥都没长出来，我还不稀罕了。珍珠，我们该送小虎回家了。娘，我们不能把小虎养在家里吗？不行，小虎的娘一直盼着他回家。珍珠，娘问你，要是有一个对你很好的人家，让你一辈子住在他家里，不让你回来找娘，你愿不愿意？我不愿意。对了，那小虎的娘愿不愿意呢？娘，小虎要是回了家，是不是就再也见不到了？不会啊，小虎肯定经常下山来看我们的。真的？当然是真的，我们也可以偶尔上山看看能不能碰见小虎一家呀。娘，我懂了。那好，我们和小虎一起吃顿饭，然后送小虎回家。好。小虎，乖乖吃饭，吃了饭送你回家。小虎仿佛听懂了要分别，没有像往常一样好好吃饭，而是趴在王珍珠的身边，耷拉着头。小虎，你娘亲在外面等着你呢，你放心，我们今天虽然会分开，但是我有时间会带着珍珠和锦鲤上山找你，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小虎仿佛听懂了一样，开始认真吃了起来。陈小草把母狼的那份也端了出去。你放心，吃了饭我就把小虎给你送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母狼朝着西院跑了过去。有狼！王姓见母狼走了，赶紧冲进了屋。这狼什么时候进来的？好像叼走了什么。张翠花闻着炒肉的香味，哈喇子都流出来了，眼睛也忍不住往饭盆上看。老东西，看啥看？这可不是做给你吃的，是做给你和村民看的。都快数的人了，还吃啥肉？王姓狠狠掐了张翠花的胳膊，张翠花疼得想喊却喊不出来。你都这样了，咋还不数？老不数的，你给我快点数，快点数！你数了我就能拿家产了。张翠花的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哟呵，老东西，你还敢给我哭上了？我让你哭，我让你哭！我告诉你，老东西，等你数了，我就把你扔到山上喂狼。大叔哟，这会儿知道老大好了，你惦记老大，就是想着让他伺候你，我还不知道你。张翠花的眼泪又流了出来。哭哭哭！我让你哭，我让你哭！那头母狼真没用，我还以为他进来是要弄输你的，搞了半天就叼走了你一只鞋子。那头畜生要这玩意干啥？不能吃不能喝的，又不是什么宝贝。等等，王姓突然想到了什么。该不会那鞋子里面藏着啥秘密吧？难道是存折？存折是不是在鞋子里面？是不是？是不是？上集说到，外嫁女用卑劣的手段逼问婆婆交出存折，不料存折被狼叼走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村长，陈小草真是那头狼偷走了我娘的鞋子。王杏儿，一个鞋子能值几个钱？陈小草犯得着偷这种东西吗？就是，你说陈小草偷东西，你有证据吗？我亲眼看见的，那头狼跑进我家，叼走了我娘的鞋子。我娘以前说过，她在县里的银行存了3000块钱，为了防止被贼惦记，把存折藏进了鞋子里面。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可你怎么证明那头狼知道存折在鞋子里面？就是，就算那存折真的在鞋子里面，你凭啥证明那头狼把存折给了陈小草了？王姓理直气壮。谁不知道陈小草救了那头狼崽子？那头畜生为了报恩，啥都能做得出来。你这么了解母狼的想法，难道是因为你也是个畜生？还真是这样，这要不是畜生，又咋知道畜生想啥的？王杏儿啥时候变成畜生的？我咋不知道？哎呦，在他出嫁以前，总从王大柱手里扣钱的时候就是畜生了。你们都给我闭嘴！王杏儿，你们王家这也不是第一次冤枉陈小草了。张翠花冤枉陈小草偷了他的钱，这是我们都见过的，最后啥都没有从陈小草家搜出来。陈小草，我不相信你是清白的，我现在是没啥证据，但是我一定会找到你偷走我娘存折的证据的。村长，这王姓1年都没回来了，之前王家出了那么多事，都不见他回来伺候，咋就偏偏在王家断子绝孙，就剩下张翠花一个人后跑回来了？这要是真心伺候呢，是他的孝心；这要是知道他的，背地里会不会说他是冲着家产来的？这要真是这样，他会不会盼着张翠花早点输了，好继承家产啊？陈小草，你别含血喷人！王杏儿，我要进去看看张翠花。这也太臭了，这哪是人住的地方？你们看张翠花身下的褥子全都湿了，那是水还是尿啊？是尿吧？你就是这么照顾你娘的？村长，你听我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不是，这是我娘刚才拉出来的，我还没来得及清理了。王杏儿，不用你说，我亲自去问。我接下来问你几个问题，如果是，你就眨一下眼睛；如果不是，你就眨2下眼睛。听明白了吗？张翠花眨了一下眼睛。王杏儿对你好不好？张翠花眨了2下眼睛。他有没有给你换洗过衣服？张翠花又眨了2下眼睛。他有没有给你敷过金疮药？张翠花再次眨了2下眼睛。他有没有给你吃过饭？张翠花还是眨了2下眼睛。王杏儿，你看见了？不是，村长，是我娘胡乱眨的。你也知道，她重男轻女，嫌弃我是个丫头片子，我不管做啥，她都能挑我的刺。她现在已经没儿子了，就你一个女儿能指望，有人伺候就不错了，她哪里还敢挑你的刺？
不，村长，你不懂，他欺负我习惯了，我就算把他当祖宗，他也嫌弃我。那他身上的伤口咋回事？这要是正常服药，根本不会烂成这样。我太忙，这家里地里一大堆活等着我干，我忘记了。我看你不是忘记了，你是根本不想伺候他吧？你是不是想耗死他继承家产？不是，村长，家里情况你也看到了，根本没啥家产能继承啊。你刚才还说张翠花有存折有3000块钱，你能不心动？我伺候我娘不是冲家产来的，村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把啥事都干得利利索索的。不信，你明天来我家看看，要是我娘还是这样，不管村长咋处置，我都没啥说的。王夏，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要是明天张翠花比今天更严重了，我就去报警。王姓战战兢兢保证。村长，我一定好好伺候我娘。离开西院后，有村民不解：村长，这王杏儿根本就没安好心，你为啥还给他机会？有了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些事儿，王杏儿也不敢让张翠花再出啥事，不然她逃不了干系。王杏儿也不想进监狱，这下肯定老老实实伺候张翠花了。可是村长和村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王姓对付张翠花有的是办法。老东西，还真有你的，敢跟村长告我的状，说我不给你吃饭是吧？行，吃，给我吃。行了，这下吃饱了。王姓越想越气，老娘这次就是冲着家产回来的，这下倒好，存折没了，我扔出去的钱也收不回来，到底图了个啥？我告诉你，我要是找不回存折，我多的是法子来对付你。陈小草此时抱着小虎走到了母狼面前，把小虎放在了他身边。这段日子辛苦你照应我了，下次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到山上以后，带着小虎好好生活，一定要小心猎人设下的陷阱，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可以被人救下来的。小虎，你要好好保重。小虎，你一定要好好的呀。回家吧。母狼转过身，带着小虎慢慢走着，时不时的回头看看。娘，我想再送一送小虎。好，我们再跟一段路。陈小草牵着珍珠和锦鲤下山的时候，被王姓看见了。陈小草上山干啥去了？难道是去藏鞋子了？一定是，那么宝贵的东西，他才不会傻傻的放在家里等着我搜出来，肯定是藏到了山上啥地方。有了，我顺着他的脚印走一段路，说不定能找到。呵呵，陈小草，这就叫螳螂不插黄雀在后，存折是我的。王姓等陈小草带着珍珠和锦鲤回家后，赶紧上山了，一路顺着陈小草的脚印往山上走，在脚印消失的地方停了下来。就在这附近了，肯定是被埋到了哪个树根下，看看有没有哪里被翻过土。王姓找了一圈，终于看到一个树根下有土被翻新过。哈哈哈，终于被我找到了，果然是我的，就一定会是我的。王姓立刻用手开始挖了起来，刚刚挖了2下，就感觉到了不对劲。这手感怎么软软的、黏糊糊的，还有一股子臭味？难道是是翔？是哪个王八羔子在这里拉翔？突然，王姓感觉身后一凉，回头看见母狼正叼着小虎，冷冷地盯着他。王姓尖叫一声，赶紧朝着山下跑了，却被树根给绊倒，整个人从半山腰上往下滚，脑袋撞到了树干上，两眼一黑，晕了过去。上集说到，外嫁女诬陷大嫂偷存折找说理不成，反被村长指责不孝，上山找存折，不料挖到翔，气的摔晕过去。都是你这个老东西害的，害我挖到翔，害我摔破脑袋，你咋还不去说？张翠花睁大眼睛，愤怒地瞪着他。老东西，你还敢瞪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陈小草到底把鞋子埋到啥地方去了？要是没有埋在山上，那就是被那头母狼叼走了。等啥时候风头过去了，陈小草就去山上找那头母狼把鞋子要回来。那就是说，只要找到那头母狼，就能找到鞋子。可是那头母狼那么凶悍，我根本对付不了他。对了，吴大飞，他一身打猎的本事，肯定有办法让这头母狼乖乖把鞋子交出来。还有这好事？你可小心着点，那头母狼厉害着了，我差点被他给咬了。哪里被咬了？快让我看看。吴大飞说着，手捏住了王姓的苹果。干啥呢？当心被看见。怕啥？吴大刚这会儿在百货铺，压根不知道你回来了，更不知道咱俩那事。去桃花村之前，我们先好好玩个游戏。啥游戏？摊金莲和西门庆的游戏。哎呀，鼠鬼，讨厌！王姓刚刚走回院子门口，就遇见了村长。王杏儿，你去哪了？我刚才进去看，你娘都尿了。我这不是摔伤了吗？我想着回一下镇上拿一些东西。你赶紧给你娘收拾干净，记得给她敷药。崔大妮，你跟进去看看。没问题。王杏儿，我看你压根就没给你娘上过药。不是，我肯定上过，是这伤势实在太严重了，这金疮药好像也不管事了。王杏儿，你还真是会找借口。你这话，3岁的小孩子都不相信，谁不知道你啥人啊？王大柱活着的时候，你算计他的钱；王大柱没了以后，你就没再回来过。明眼人谁看不出来，你这会儿回来冲着家产来的？崔大妮，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咋，干了缺德事还不兴人说了？有本事你像王大柱一样，老实肯干，谁能说出个啥不是？不跟你废话了，赶紧干活，谁乐意在这臭气熏天的地方待着？王姓拿起见底的金疮药，往张翠花的伤口上撒了一些。这下行了吧？动作这么慢，一看就知道根本没好好伺候过。我这不是从山上摔下来了吗？手脚肯定不利索了。
你上山肯定没干啥好事，不然咋就摔下来了？我看是干坏事遭报应了。崔大妮留下这一句，转身离开了。嘿，该属的崔大妮，拿着金毛当令箭，你真以为你是村长？老东西，金疮药那么名贵，竟然用在你身上，真是浪费！我真应该在里面加点东西，好好折磨折磨你。王姓不知道，崔大妮根本没走，他在门口把这话听得清清楚楚。李婶，你看看山上那个男人，你认识吗？我是吴大飞，王杏儿的小叔子，应该是打猎去了。他是猎户？对，他打猎还真有点本事，以前经常看见他带着野兔子下来。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小虎今天刚刚跟母狼回家的时候来，而且王姓今天回了一趟镇上，这事情实在太巧了。那头母狼厉害又咋样？只要我把狼崽子抓住，他还不乖乖听我的。只要把那头畜生藏起来的存折给找到，等那老东西数了以后，就能拿着存折去把钱给弄回来。原来他是冲着存折来的。吴大飞这个蠢货，他是怎么认为存折在母狼那里的？一定是王姓瞎猜测，有点意思。我倒要看看吴大飞能干出什么缺德事出来，必要的时候我一定会阻止他。这倒霉孩子的算盘还没敲响呢。说时迟那时快，一头野猪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冲吴大飞冲了过来。吴大飞尖叫一声，匆忙朝着旁边一棵大树躲了。野猪可没放过他，对着大树就冲了上去，直接把树干给撞断了。野猪晃了晃脑袋，等再次抬起头的时候，吴大飞已经没影了。算了，数就数吧。吴大飞立刻顺势倒下，开始朝着山脚下滚。野猪嚎叫了2声，转身朝着山上走了。就这样把野猪给放回去，倒是可惜了。要是能把它抓回去，那可就不缺猪肉吃了。可是我要怎么制服这么个大家伙呢？要是前面有陷阱就好了。陈小草这样想着的时候，突然听到前面传来巨大的落地声，紧接着传来了一声野猪的哀嚎。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啊！我这边刚刚想着能吃到野猪肉，这野猪就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么个大家伙，我要怎么把它弄上来？看来我得回村子里面叫人上来帮忙了。陈小草火速下山，准备通知村长的时候，看到王姓正扶着吴大飞往院子里走。村长，我刚才在山上发现了野猪。那你早好好的。老天保佑呗，不像你，只能滚下山来躲避野猪追赶。你都看到了，那你为啥不出来救我？救你？我凭啥要救你？你算哪根葱？那你没被野猪攻击吧？我没事，野猪没发现我。不行，这野猪要是进了村就麻烦了，我得赶紧通知下去，让村民们赶紧回家，把门窗都给关好。村长，那野猪已经掉进陷阱里面数了。我下山就是为了告诉你，带上几个身强力壮的村民，把野猪给抬下山来，我们把野猪肉给分了。不可能，不可能的！我刚才滚下来的时候根本没碰到陷阱，野猪是咋掉进陷阱的？野猪是往山上走的时候掉进陷阱的，正好被我看见了。村长，事不宜迟，赶紧通知人上山。行，陈小草，这野猪是你发现的，你来决定这野猪肉怎么分。虽然野猪是我发现的，但是大家一起抬下山来的，今天帮忙的人每家都有份。村民们欢呼起来。那我现在让张屠夫来嘎猪，大家赶紧把肉分了。吴大飞一拐一拐闯了进来。住手！那野猪是我发现的，凭啥你们分？这野猪是我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你发现的？我这一身伤就是证据，我是为了躲野猪才弄成这样的。谁知道你是不是不小心从山上摔下来，看我发现了野猪，故意抢功劳的。没错，我们只知道是陈小草告诉村长山上发现了野猪才上山的。吴大飞，你这为了霸占野猪，可真是啥鬼话也往出说啊！要不要脸了？这属德行，和王杏儿一样，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要不是你是王杏儿的小叔子，我还以为你们是一个被窝的2口子。你说啥？你再说一遍，你啥时候看见我和杏儿睡一个被窝了？你刚才叫王杏什么？杏儿，你不是应该叫她嫂子吗？上集说到，小叔子和自己的大嫂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不料被陈小草无情拆穿。你刚才叫王姓什么？杏儿，你不是应该叫她嫂子吗？不对劲，很不对劲。对呀，不会你和你大嫂真的有一腿吧？吴大飞，你和自己大嫂不清不楚，简直是道德沦丧，天理不容。吴大飞，做出这种事不怕被进猪笼吗？真是王李哥对你那么好，你这样做对得起你哥吗？吴大飞，你是人吗？连自己大嫂都下得去手？你们血口喷人，我只是嘴秃噜了，反正这野猪我也有份。滚！陈小草，你还想砍我？我不怕，你有本事真砍！陈小草用力把斧头扔了过来，果然吴大飞吓得蹲下身，斧头从他的脑袋上面飞了过去。吴大飞感觉头皮发麻。陈小草，你真敢砍我？我要去派出所告你！告吧，正好我也要去派出所告你，抢占我发现的野猪，村民们都能作证。就是我们都能作证。这帮出力的村民没有一个希望到手的猪肉肥了，肯定会站陈小草这边的。你们这帮吃人嘴软的东西！吴大飞，你眼红病犯了吧？有本事你也去山上找个掉进陷阱的野猪回来。都是上山救人家小草有收获，老天都在帮他。我看是你亏心事做多了，老天都不给你这福气。你们给我等着，你们会后悔的。
张屠夫走了进来，村长说明了情况后，立刻开始嘎住了。帮忙的人每家分到了30斤猪肉，剩下陈小草留了下来，给老师分了30斤，剩下的70斤留了下来。这个不孝女竟然不想着分给我们，给那帮便宜村民分了。老婆子，你明天就去他那里要个100斤过来，我和老大都要养伤，得天天吃猪肉。老头子，陈小草已经和咱断亲了，他肯定不给分。啥断亲？那就是个屁东西！他是老子生的，他有啥好东西都得给老子。还有钱，你让他买人参给我。那他要是不给咋办？你虎啊！你带上老大家的吧，他以前最疼老大家的儿子，要啥给啥，亏着他闺女都不会亏着老大家的，他看见老大家的肯定心软。那我试试吧。第二天一早，郭金花就去了陈小草家，看见郭金花后，翻了个白眼，抽出了腰间的斧头。小草，有话好好说，别动手。能动手我就不会吵吵，老东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啥，想从我这拿东西，没门。小草，你爹断了腿，你大哥胳膊也被咬了，你二哥又搬到了镇上不管我们了，你弟弟力气小，干不了啥活，家里现在一个能干活的都没有，你爹和你大哥又得补营养。杨婷说你昨天弄了100斤的野猪肉，你就算不考虑他们，也得考虑一下你的侄子吧。你看这孩子这几天一直没好好吃饭，人都饿瘦了，你最疼明明了，给他分点猪肉吧。我命令你给我100斤猪肉。我可去你的吧，狗东西，谁给你的胆子问我要猪肉，还敢要100斤，我把你砍了称一下有没有100斤。陈明明被吓到了，立刻大哭起来。陈小草，你咋这样说你侄子？他可是你亲侄子。亲个屁啊，老娘都断亲了，哪来的侄子？滚滚滚！你好狠毒的心肠，大家都来看啊，陈小草一个大人欺负我们老人还不够，还要欺负小的。陈小草懒得看他演戏，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路过的村民看到郭金花哭天抢地的撒泼打滚，直接无视了。郭金花，你想吃猪肉就去镇上买啊，凭啥让陈小草给你分？就是啥都惦记着从陈小草这里抠走，你儿子长手干啥的，你不问你儿子要，问你闺女要，咋？你闺女欠你的啊？郭金花没想到村民们竟然站陈小草那边。你们都得了陈小草的好处，给他说话，欺负我这个老婆子，苍天啊，还有没有天理了？嫂子，别理他，这种人越理他越来劲。崔大妮点点头，越过郭金花走了。郭金花眼看没人帮他说话，一咕噜从地上爬了起来，指着陈小草家的大门大喊：陈小草，你会遭报应的。陈小草一个砖头用力扔了过来，郭金花尖叫一声，赶紧躲开了。你会后悔的。奶奶，陈小草啥都不给我们，我们就弄输他。明明，你咋会这样想？奶奶，你别管了，反正陈小草这样对我们，我肯定不会放过他的。那你可得小心点，别让他发现了，也别被别人抓到了证据，要不然就跟李耀祖一样了。奶奶，我做事你放心，趁着陈小草不在家，我要给他家的水井里面下老鼠药，让他喝了老鼠药以后数掉。陈明明走到陈小草家门口以后，左右看看，没有发现任何人跟着，立刻翻墙跳进了院子里面，接着走到水井那里，从衣袖里面拿出一个纸包。陈小草，等我把这老鼠药给扔到水井里面，我看你这下数不数。刚刚准备打开，突然手被人抓住了。上集说到，西谢娘家在陈小草那里没占到便宜，竟然让大侄子往陈小草井里放老鼠药。就在得逞之际，突然一只手抓住了。谁敢抓老子？村长！村长把陈明明手里面的纸包给抢了过来。你在这干啥？我没干啥。那这是啥东西？那是我要吃的药，我感冒了。是吗？那你就把这药给吃下去。你老实交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就在这个时候，郭金花跑了过来。这咋回事？村长，你抓着我的乖孙干啥？郭金花，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能把陈明明给带走。奶奶，救我！陈明明，我再问你一遍，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陈小草从村长手里拿过纸包，闻了闻。行了，这是老鼠药。陈明明，你拿着老鼠药来我家，你想干啥？我看到有一只老鼠跑进了你家，我就想进来弄点老鼠药来药数它。你胡说八道！我刚才明明听到你说要把老鼠药给扔到水井里面毒鼠陈小草一家。不可能，我的乖孙不会做这事。来吃瓜的村民陆续赶来。我孙子不可能投毒的，陷害，这一定是陷害。是不是陷害？到了派出所自有说法。啥？陈小草，你要送我孙子去派出所？他投毒，我凭啥不能报警？他可是你亲侄子。我早就和陈家断亲了，我没有什么侄子，滚开！我要去报警。陈小草，你要是敢走出这个大门，我就一头撞鼠在你家门口。呵呵，威胁我？郭金花，你一条贱命，想数就数去，我不在乎，你数了更好，你的乖孙就没人照顾了。陈家现在屁也不是，老大家媳妇指不定哪天就跑了，你的乖孙就要流落街头变乞丐了。陈小草，你太狠了！你们这样害我，我凭什么不狠？要不是达人犯法，你的脑袋已经搬家了。你要是想出去，就从我身上踩过去。陈小草，我跟你拼了！陈明明一把抢过村长手里的老鼠药，就要往水里扔，不料前一晃，连人带药掉了下去。即使被捞上来，也因喝进去了不少带老鼠药的井水不治身亡。
你说陈明明一个8岁的小孩，怎么会有这么狠的心？年纪轻轻就学人下药？小孩哪有这么坏？肯定是大人指使的呗。陈家除了陈小草以外，没一个好人。你别看小孩小，你看陈耀祖不就是出于报复去下的药吗？真是恶有恶报，老天都不放过他。要我说，郭金花就是文盲，小孩子进警局，顶多教育一顿就放出来了。不过输了也好，少个祸害。大侄子刚不治身亡，更炸裂的事情来了。陈小草听到西屋传来一阵阵不堪入耳的声音，希儿赏不赏？我就说这两个人关系肯定不简单，果然有奸情。既然这样，那就更好办了。躺在地上的张翠花眼睁睁地看着王姓和吴大飞在自己面前苟且，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后背有了异样的感觉，和之前的疼痛感不一样，今天伤口感觉特别的痒。对，来叫我。等等，村长今天会来看张翠花的情况，可别让他发现了我们两个的奸情。也是，等把张翠花这个老东西给熬熟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共赴巫山。吴大飞说完踹了张翠花一脚，没用的老东西，害得老子不能共享云雨。奇怪了，这老东西的伤口咋没好转啊？管他的，反正你把药粉撒上去了，好不了也怪他命不好。对了，茶壶呢？在院子里。吴大飞走了出去，把茶壶拿了进来，而吴大飞并不知道，这茶壶里面已经被陈小草下了迷药。吴大飞倒了2杯水，谢儿，来喝点水。两个人对此都没有任何防备，把水喝了下去，然后晕了过去。村长，你这是？我不放心这王杏儿，过来看看有没有好好照顾张翠花。好啊，正好，我也想看看张翠花怎么样了。王杏儿，开门。这王杏不会睡着了吧？这大白天的，不好好照顾他娘，睡觉干啥？门被推开后，村长快步走了进去。王杏儿，你这怎么回事啊？陈小草端着一盆水走了进来，用力泼到了王杏和吴大飞身上，两个人被激醒。是谁？当看到端着脸盆的陈小草后，陈小草，你给我等着！吴大飞刚刚准备站起身，却发现自己光着。王杏也发现了，同时还发现两个人在一个被窝里面。王杏尖叫起来，吴大飞面色大变：“你们给我穿好衣服，滚出来！”两个人只能先穿好衣服，走到了院子里。你们给我跪下！你们咋敢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出来？王杏儿，你一个有夫之妇，你这样做对得起吴大刚吗？炸裂，太炸裂了！小姑子和小叔子关系不一般，被陈小草当场夺取。村长，我没有啊！我和吴大飞清清白白，肯定是被人陷害的。本来我照顾我娘累了，想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喝了茶水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王杏想到了什么？茶水肯定是茶水有问题。村长，只要让孙郎中查一下茶水里面是不是被人下了迷药，就可以证明我们两个人的清白了。没错，村长，我和大嫂是被人陷害的。既然你们这么说，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但是，要是茶水里面没有任何问题，你们又没有别的证据证明你们是被人陷害的，那么你们两个今天就要被进猪笼。好，我答应。孙郎中来到这里以后，仔细检查了一下茶杯和茶壶，这茶水没有啥问题啊，这里面也没有被下迷药。不可能，这茶水里面肯定有问题的。你是在质疑我的医术吗？你要是不信，可以拿到县里面的一孝堂去检查。我要拿到一孝堂去检查。王杏儿，你闹够了没有？村长，我真的没有。村长，我现在找不到证据证明我的清白，但是我可以将功折罪。我娘现在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我要是说了，我娘可咋办？村长，说起来，今天不是要看看张翠花被照顾的怎么样吗？正好孙郎中在这儿，就让他看看。孙郎中，你去看看，王杏儿要是真把张翠花给照顾好了，进猪笼的事就往后延。当张翠花鲜血淋漓的伤口曝光在他眼前以后，孙郎中察觉出了不对劲。村长，这不对呀，金疮药用了以后不应该是这种情况，至少已经止血了。该不会王谢根本没有用金疮药吧？孙郎中，我好像闻到了藤蔓药粉的味道。孙郎中凑过来闻了闻，大惊，还真的是藤蔓药粉。这是什么？陈小草，你来解释。村长，藤蔓药粉接触到后会让人皮肤痒得厉害，这要是碰到伤口上会又疼又痒，特别难受。张翠花的伤口上很明显被下了藤蔓药粉，但是张翠花不能说话，只能自己忍受。村长咬咬牙，快步走了出来，指着王杏：“王杏儿，你还有什么话说？”村长，你这话是啥意思？那金疮药我已经给用上了。金疮药？我看是藤蔓药粉吧。王杏儿，我怎么都没想到你会这么恶毒，竟然给你亲娘下毒，让她的伤口好不了，还又痒又疼。这王杏儿也太狠毒了吧？那可是她亲娘。他这么做是诚心想闹属他娘吗？我没有，我真的没有。那药瓶里面真的是金疮药。我刚才已经查过了，那药瓶里面是藤蔓药粉，证据就在眼前。王杏儿，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真的没有啊，我是被人栽赃的。王杏儿，你又来这一套了。每次你干了坏事以后就说是别人栽赃的，但是你又拿不出来证据。王杏儿，你不用说了，你说什么都是假的。李狗剩，你去镇上通知一下吴大刚，告诉他这边的情况。村民们一哄而上，按住了王杏和吴大飞。
崔大姐，那吴大刚是个什么人？他啊，就是一个老实人。王希儿老欺负他，可他还是好好过日子。那这么说，吴大刚可能会原谅这对狗男女？谁知道呢？希望吴大刚这次硬气起来吧，把这对狗男女给进猪笼。吴大刚火急火燎的赶来以后，王姓低着头不敢看他。吴大刚，你来决定吧，你要怎么处置这2个人？嗨，村长，我和王希儿毕竟有一个儿子，为了儿子，我也不想让他输掉。哈哈哈，你们这不没有能耐弄，说我吴大刚，你这个没骨气的。吴大刚，你还是不是个男人？这种给你头上种草原的事情你也能原谅？这是什么极品男人，简直让人头秃！吴大刚，这孩子要真是你的，你原谅了他，那谁也不说啥。那孩子要不是你的呢？你这不是替别人养孩子吗？吴大刚一怔，看了一眼王姓，王姓心虚的低下了头。王希儿，你告诉我，孩子是不是我的？废话，孩子当然是你的，是我和你生的。这么大的事儿，可不能凭你一个人说。我知道，要滴血认亲。陈小草很清楚，滴血认亲这种事根本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是村民们迷信，这就是实打实的铁证。对，做滴血认亲。吴大刚，这可是大事，你可不能光是听王希儿说啊。冲着他和吴大飞的奸情，这孩子很有可能不是你的。好，那就做滴血验亲。吴成才很快被带来了。老东西，你敢怀疑老子不是你亲生的？都听到没？吴大刚的儿子叫他老东西。这本书的小孩是怎么了？咋一个个老子的？有王谢这样的娘，这次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本来还有点同情这个孩子的，现在看来同情个鬼。吴大刚原本就怀疑吴成才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听他这么对自己，吴大刚更是痛心。村长，赶紧开始吧。孙郎中，你去准备滴血验亲的东西。孙郎中点头，取了一碗干净的水来。吴大刚刺破了手指取血。我不要滴血认亲，我不要。吴大刚，要是证明我是你亲生儿子，我一定不给你养老。不行，不能做滴血认亲，不能做。炸裂，太炸裂了！小姑子出个小叔子，就连儿子也不是大哥的。接上级，2滴血都掉进水里面以后，根本没有融到一起。王姓，孩子根本不是吴大刚的，是你和偏头生的。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如果王姓笃定孩子是吴大刚的，他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只会说不可能，谁有问题？但是他这种表情，已经相当于是认了。吴大刚气得端起碗用力砸了，对着吴成才狠狠一巴掌打了过去。孽种，你是个孽种！吴成才明白这话的含义，被吓到了。娘，这是真的吗？我真的不是吴大刚的儿子。王姓无奈的低下头。村民原本以为吴成才这下要难过了，不料，哈哈哈，我就知道，我不可能是吴大刚那个窝囊废的儿子。这是一个正常孩子能说出来的话吗？正常孩子的反应应该是哭喊着质问，哭喊着不敢相信。这本书的小孩真是一个比一个炸裂。娘，那我的亲生爹爹是谁？是不是啥大官，还是啥有钱人？是你叔叔。什么？不可能，不可能是这个穷打猎的。娘，你偷情为啥不找一个有钱的？你这样让我咋认亲？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成才，我是娘亲，你咋这么说我？你害得我没有了荣华富贵，我凭啥不能这样说你？废物，都是废物！吴大刚是废物，你是废物，吴大飞更是废物。你也是废物，你亲生爹娘马上就要被进猪笼了，我倒要看看你没了亲生爹娘，谁能给你一口饭吃？吴大刚，你说我会恶鼠？我呸！别忘了，我可是有爷爷奶奶的。就算王杏儿和吴大飞数了，我也是吴家的种，爷爷奶奶不会不管我。你真是好算计！做人要不会算计，迟早会被人弄熟，蠢货！行了，现在你们把这对狗男女弄熟也跟我没啥关系。现在这里没我啥事了吧？我要走了。吴成才说着大摇大摆的离开了。这吴成才太可怕了，小年纪就有这样的心计，这以后肯定是个祸害。是啊，就和那陈明明一样，可能比陈明明还要狠毒。这吴家留这么一个种，以后指不定能有啥祸事了。大刚，我错了，你放过我吧，你跟村长求情，我保证好好跟你过日子。我现在比谁都希望你赶紧去赎。大哥，我错了，看在我们是亲兄弟的份上，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敢了。吴大飞，从现在开始，我没有你这个弟弟，你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惩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王杏儿，你做的孽，你自己承受着报应。王家和吴家的好戏也要上演了。作孽啊，一级赶一个，好好的人，你说为啥干坏事呢？这不遭天谴了吧？好了，开始处决吧。处决完王姓和吴大飞，村长在考虑张翠花的养老问题。村长，我想让我家老婆子照顾我弟妹。村长知道王大山肯定没安好心，这里面指不定有什么阴谋了。那你打算怎么照顾张翠花？村长，我让我家老婆子每天给张翠花洗身子、洗衣服、敷药，保证能让她的伤好起来。你家有金疮药吗？我可以去找孙郎中买，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把药给调换了的。如果村长不相信我们可以先照顾张翠花几天看看，要是张翠花好起来了，村长就让我家老婆子继续照顾她咋样？这倒也是一个法子。只要把这场戏给演好，
再找到那存折，等张翠花赎了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继承过来了。王大山和侯秀一合计，就开始这个计划了。侯秀来到张翠花家里后，一开始就表忠心了。妹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照顾好的。张翠花看了一眼侯秀，她何尝不知道侯秀肯定是没安好心的。就在这个时候，村长带着孙郎中走了进来。村长，你怎么来了？张翠花的病情恶化了，我让孙郎中过来看看怎么给她治。侯秀着急起来，不会又要往出花银子吧？刚才为了买金疮药，已经花出去100块钱了，他可不想得不偿失。村长，不是按使用金疮药就好了吗？那是以前了，这回可不一样了。这种情况肯定是要用人参来养着了。听到人参2个字，侯秀紧张起来。那得多少钱能治好？这前后差不多的1000块钱，主要是人参贵。那你愿意出这1000块钱吗？咋这本书句句不离人参啊？孙郎中，我们家也紧张，有没有别的药能代替的？我说的人参已经是最便宜的人参了，这要是名贵的人参，1000块钱肯定是不够的。你们家要是照顾不了，我就让全村人筹钱了。这笔账等张翠花好了以后还给村民。侯秀当然不愿意让张翠花好了，更不愿意让张翠花的家产被村民们给分了。对，村长，我来想办法筹钱，我一定会治好我弟妹的。上集说到，王姓与小叔子通奸被处决后，王家彻底绝后，照顾张翠花的重任只能落在王大山夫妇手中。侯秀刚接手就原形毕露，翻箱倒柜找起了存折。张翠花，你到底把存折给藏到啥地方去了？张翠花只是闭着眼睛不说话。好啊，你到现在还想藏着掖着，老东西，你就想趁着这个机会让我花钱把你的病治好是吧？等你活过来以后再不认账，再悄悄把钱给兑出来，远走高飞，让我当这个冤大头。我可不是王大柱，我没那么笨，我一定要找到。等等，这是啥味道？惨了，要糊锅了！侯秀赶紧跑了出去，凑上去闻了闻。哎呦，咋弄成这样了？这药还咋喝？孙郎中说过，中药不能糊了，要是糊了就不是药了，是毒药，不敢给喝了。等等，侯秀突然想到了什么。要是张翠花喝了这一锅药，会不会数掉？还不会被人看出啥问题？到时候我就不用伺候这老不属的东西了，还能继承了这房子，到时候更方便找存折。想到这里，侯秀立刻端着药汤走进了房间里面。弟妹，这是我熬的人参药汤，可贵了，你喝了以后肯定能好起来，赶紧喝吧。张翠花不肯张嘴，她知道喝下去以后自己会数掉。张翠花，我告诉你，你不要见酒不吃吃罚酒，你都这个属德行了，要不是为了存折，谁乐意来伺候你这个老东西？一天天的给你端屎端尿，谁受得了？你也别怪我，这都是你欠我的。当年分家的时候，你把我的头都打破了，就为了多要3分地，我打不过你，我男人打不过你男人，这才忍了。但是现在风水轮流转啊，你男人数了，你也不行了，我报仇的机会也就来了。张翠花怒气冲冲地瞪着他，当场吐了出来。老娘辛辛苦苦给你熬出来的汤药，你竟然敢给我吐了，给我喝！侯秀说着，把药汤全部都给张翠花灌进了嘴巴里面，又苦又烫的药汤让张翠花根本咽不下去，转眼又吐了出来。老东西，你给我等着，我用剩下的药渣煎药，再喂你喝下去，我就不信了，还治不了你了。侯秀，这中药汤都糊掉了，你咋还煎？是中药糊锅了，我咋不知道呢？你没有把药汤给张翠花喝下吧？当然没有，这不是还没开始喝吗？幸好陈小草提醒了我，不然这药汤可就给弟妹喝下去了。村长，我想进去看看。行。村长，这房间里面也一股浓浓的糊掉的中药味，这张翠花嘴角上也有药汤，刚才侯秀说的话都是假的，张翠花已经喝过药汤了。张翠花，侯秀要是给你喝过药汤，你就眨眨眼。张翠花立刻眨眼了，村长气恼地冲了出去。侯秀，你不是说没给张翠花喂药吗？为啥她说喂过了？我忘记了。你喂给她的是糊掉的中药汤吗？我也不清楚啊，应该不是吧？村长，是糊掉的中药。那会不会属人？我刚才给张翠花把脉过了，张翠花喝的还不少，不过还没有到了治数量，她不会数，最多就是难受几天。行了，侯秀，跟我去派出所吧。村长，我不是故意的啊，我并不知道药汤糊掉了，更不知道这是不能喝的，不是不知者不怪吗？村长，你再给我一个机会，这次我一定好好熬药，每次药汤都让陈小草看一下，他说没问题，我再给弟妹喝。得嘞，这是冲着我来的呀。陈小草，你觉得这样行吗？行啊，孙郎中家在村头，这么来回跑着也太不方便了，反正我就在隔壁，他跑着也方便。行，那就这样吧。那陈小草，接下来的药汤可就要拜托你了。行啊，你就放心交给我吧。陈小草，你赢下这件事，回头张翠花要是因为喝药出了啥事，你可撇不了干系。我看你还是退了吧，指不定这侯秀啥时候就陷害你了。他和孙郎中无冤无仇的，倒不会陷害他。村长，没事，我会长心眼提防着他的。这边侯秀忙得热火朝天，另一边陈小草坐在躺椅上喝着侯秀泡的龙井茶，那叫一个不亦乐乎。这火太大了，把药罐拿开。这火又太小了，药性发挥不出来。这水太多了，药性都被稀释掉了。
这水又太少了，很容易就糊掉了。人参不要放到药罐最下面，要放到药材最上面，水刚刚没过就行了。人参不要用那么少，这样根本没药性，要多加1两。陈小草，等这件事情了结以后，我跟你没完。侯秀按照陈小草的吩咐，老老实实的把药给煎好了，接着在陈小草的眼皮底下把药汤喂给了张翠花。不错，这样吃1个月，差不多也就康复了。1个月，孙郎中开的药只能吃10天，那算下来1个月就要300块钱。我家没有这么多钱。那就是你家的事情了。怎么心疼钱了？我不是心疼钱，我是拿不出那么多钱。这人参要是一直吃的，那我家就算把房子和地全部都卖了也不够啊。所以呢，你想着退缩了，你不想照顾张翠花了？我不是不想照顾，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得，既然这样，那我就去找村长说道。村长，不是我不乐意伺候弟妹，是家里实在没有那么多钱，我还有儿子孙子要吃饭，我家实在养不起这么多人。我知道你的苦衷，这样吧，我看你也不用给张翠花继续买药了。这么说，不用伺候张翠花了，这么个烫手山芋，我终于可以扔掉了。你就给张翠花擦洗就行了。村长，你的意思是？你没有钱，但是你总有力气吧？我也不强人所难，逼着你买药给张翠花治病。但是一开始是你说要照顾张翠花的，这钱没有，你就出力气吧。不是，你不会是不想出力吧？那这么说，你一开始说要照顾张翠花的话都是假的，是故意骗我的，是真的惦记张翠花家的家产，等把她给熬熟以后再说。不是，村长，我侯秀，你不会是被村长说中了吧？真的是冲着家产来的呀？我不是，我没有。那你推脱啥？闲，不就是出力气吗？我出就是了。这就行了。那谁来给张翠花买药？你不是已经买了吗？等这些药用完以后，我再想办法。村长话虽然说出去了，但是也有些担忧。这张翠花的药要是一直吃，这钱可从哪来呀？大家都过得紧巴巴的，谁有乐意把钱拿出来给张翠花用？村长，老实说，这张翠花我看挺不过10天了。你确定？她受的伤实在是太多了，再加上之前藤蔓药粉还有毒汤药的刺激，身子早已经溃空了，能活10天都算是她命大。那到时候再说吧。老东西，老娘花钱来伺候你本来就亏了，现在还要花力气，你最好赶紧告诉我存折在啥地方。张翠花没有理会，突然侯秀闻到了一股尿骚味。老东西，你又尿了，谁让你尿的？侯秀气的一拳打到了张翠花的鼻子上。你就不能憋着吗？最好把你憋数拉倒。老东西，你好好闻闻。张翠花闻到了这股味道，当场呕吐起来。被恶心到了，你也知道你恶心啊，那你还不赶紧数了？侯秀转身走了出去，就让那个老东西用他的脸来把裤子给弄干好了，反正这会儿也没人了。陈小草走到了西院，侯秀看到他后，明显的慌神了。侯秀，你在干嘛？陈小草，你咋来了？别上急，在陈小草的监督下，侯秀只好乖乖的给张翠花收拾。半夜，一头母狼悄咪咪的闯了进来，嘴里叼了一个瓶子。张翠花直接被吓尿了，但喊又喊不出来，动也动不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母狼把瓶子里的粉末撒在伤口上。就这样，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张翠花逐渐失去了意识。村长，不好了，张翠花数了。啥？真的数了？真的，已经没气了。听闻此重磅消息，村长赶紧叫来孙郎中，给张翠花做检查。村长，人已经数了。村民们把视线齐刷刷的看向侯秀。不是我没有害他，我没有害他。我煎药的时候都是陈小草盯着的，也是他让我把药汤喂下去的，他可以给我作证的，除非他背着我在药汤里面动了什么手脚。我的确是从头到尾监视他煎药，药汤也没有什么问题。那这就证明张翠花的数跟我没啥关系。那可不一定，你给张翠花喂药以后我就走了，谁知道你有没有趁着我不在这里给张翠花吃了点什么东西？我没有。有没有的，孙郎中仔细检查一下就知道了。事关重大，这件事情一定要仔细检查。孙郎中，你给张翠花好好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中毒。村长，张翠花这属香，倒不像是正常死亡，像是中毒。这么说起来，真有人给她下毒了，你看看是什么毒药？村长，我仔细闻了闻，张翠花的伤口处有老鼠药。村民们再次把视线对准了侯秀。我没有，真的不是我。侯秀，就你一个人照顾张翠花，不是你是谁？除非你能证明有别人来过。侯秀的确是没有办法证明有人来过，而且他的确也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来过这里。那张翠花伤口上的老鼠药到底是谁弄上去的？又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弄上去的？证据确凿，侯秀，我看你也无话可说了吧？村长，我真没有，我真的是冤枉的。你伺候张翠花，难道不是盼着她早一点数掉，你好继承她的财产吗？张翠花的伤势1个月最少也要3000块才能治好，这样算下来，你得不偿失。为了早一点能继承到张翠花的财产，你肯定会想办法让她早点数掉。村长，你说的都对，我是盼着张翠花早点数掉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嘎人，那老鼠药不是我放的。你说了半天，就是说不出真正的凶手是谁。是陈小草，一定是他。这里面怎么还有我的事情了？侯秀，你自己嘎了人，却要栽赃到我这里。
侯秀，你说是陈小草干的，你有证据吗？反正我觉得就是陈小草干的。村长，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找到证据的。侯秀，我没有这个耐心陪着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你现在跟我派出所。我不，村长，我是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张翠花不是我嘎的。把侯秀给押到派出所。村民们赶紧冲上来，把侯秀给绑住了。经过民警调查，在侯秀的包袱里发现了一瓶老鼠药，侯秀被刑事拘留，接受进一步调查。回到桃花村后，王大山就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张翠花家的院子。王大山，你干啥？村长，我来收拾一下张翠花的东西。怎么，你要给张翠花办后事？王大山一怔，他只惦记着从张翠花家里找到钱拿走，可没想着给张翠花办后事。看你的样子，应该是想着把张翠花家的东西拿走吧。侯秀伺候张翠花好几天，给她花了不少钱，我当然能拿走她家的东西了，好歹的把我家出的钱给还回来。我要是没有记错，是你们自愿给张翠花花钱的，可没有人逼着你们给张翠花买药伺候她。再说侯秀嘎属了张翠花，张翠花留下的任何遗产他都没有继承的资格，更不用说你了。村长，你这话啥意思？你是说我家给张翠花的钱白花了是吧？你是听不懂人话吗？前几天是谁说自愿伺候张翠花的？怎么现在摊上事了，就想着把钱给弄回来了？陈小草，这里没你的事儿，给你滚开！陈小草，你就留在这里做一个见证也行，也让其他村民们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王大山，张翠花留下的所有财产是要上交集体，任何人都不能继承，除非张翠花生前欠下了你家的债务，你才可以从这些财产里面拿走。村长，说到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张翠花以前为了给王二柱娶媳妇，问我男人借了4000块钱，我本来是没有让张翠花写欠条，但我男人还是让她写了，那欠条现在还在我家放着。不可能，陈小草，你是不想让我拿走张翠花的东西，才故意这样说吧？村长，这就是张翠花以前写给我男人的欠条。这是王大年的字迹，他和张翠花是两口子，谁写都一样了。陈小草，这么看来，王家的确是欠你钱，那王家的财产你可以拿走抵债了。村长，那我家是啥也没有吗？你想要啥？房子、地、银行的存折，别说存折找不到，就算能找到，也不能归你了。那我家搭进去一条人命，最后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没人逼着你们搭进去一条人命，这全部都是侯秀自己做的。他要是好好伺候张翠花，等张翠花赎了以后，多少能拿到一点点钱的。陈小草，你不要以为这样你就能把张翠花家的家产给拿走了，那存折谁都找不到，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具体有没有呢？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也许老天爷可怜我，我稍微一找就能把存折给找到。你做梦！村长，你看，这就是银行的存折吧？对，这就是县里面银行的存折。王大山大惊，王姓和侯秀翻遍了整个家里都没有找到的东西，竟然被陈小草给找到了。你是在哪里找到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反正我是凭本事找到的。该不会这个东西一直都在你那里吧？你故意设置了这么多圈套，就是想着借刀杀人，让王杏儿和侯秀数了，然后你再跳出来，用还债的理由来把存折拿出来，合理合法的把存折给继承了。哎呦，王大山，你还真是很有想象力。你说了这么多，空口无凭，证据呢？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设计了这一切？难道我能在王杏的眼皮底下把藤蔓药粉撒到张翠花身上吗？难道我能在侯秀眼皮底下把老鼠药撒到张翠花身上吗？那我问你，我是怎么做到的？难道我会隐身不成？你王大山，这个只能说人家陈小草运气好，稍微一找就找到了。侯秀和王杏儿亏心事做多了，老天都看不下去了，不肯让他们找到存折。村民们此时也来了，看到这一幕后议论纷纷。还真是陈小草运气好，一找就让他找到了。也许是他男人暗中保佑他了，故意让陈小草找到了存折。要不说人不能做亏心事呢，这做多了还真没啥好运气了。这不，这集又嘎了一个。这么一来，张翠花留下的房子、土地，那3000块钱可就全部都是陈小草的了。这本来就是张翠花欠了他的，就应该还给他。上集说到，伯公家不仅赔进去一条人命，还失去了继承遗产的资格。陈小草反手把遗产换成了金镯子。走在回村的路上，陈小草正好遇见了王大山。陈小草，把那3000块钱交出来！哎呀，你不知道吧？不是3000块钱，是6000块钱哦。我用这钱买了个金镯子。陈小草故意掂了掂手中的荷包。哎呀，这金镯子就是重啊，我都感觉我拿不动了。陈小草，我要嘎数你！你们王家上一集已经数了俩，咋地这集你也想数一个？陈小草知道，就算自己躲着，王大山也不会放过他，倒不如直接挑明了，两个人把脸撕破算了。王大山，你是不是特别羡慕啊？别说是你了，就连我都羡慕我自己啊！我怎么就这么幸运，正好拿到了张翠花的遗产呢？陈小草，你别得意，这金镯子最后不一定是谁的。是吗？我好害怕哟！难不成你能把这金镯子给抢回去吗？陈小草说完，晃着荷包往回走了。
陈小草，我要是不把金镯子抢回来，我誓不为人。王福走了过来，爹，陈小草真把东西拿到了。对，那可是金镯子，咱要是拿过来，那能省多少事情？还有张翠花家的地、房子都归了陈小草了，你说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对了，儿子，你有没有啥办法把东西给抢过来？爹，你想啥呢？东西都归了陈小草了，还能咋抢啊？抢不过来，难不成还不能毁掉吗？爹，你的意思是，陈小草最近的心思可都在西红柿上面，这西红柿秧苗刚刚长出来，你说要是全被毁了，他还能好吗？爹，你不知道吗？那地里每天晚上都有村民守着，我要是敢去陈小草家的菜地搞破坏，肯定会被逮住的。笨熟了，你就非得下地才能破坏了西红柿秧苗吗？别忘了，咱家可是养了一条狼狗，地里也就那么几个村民守着，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大黄已经把地里面的西红柿都给弄熟了，我看到时候陈小草还怎么威风？对呀，咱的确可以用这个法子，我这就找大黄说去。夜晚，王福牵着大黄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田埂外面的一棵大树后面。大黄，白天我已经带你来这里看过了，你的任务就是把这地里面的西红柿秧苗都给铲除了。等你完成这个任务以后，我就给你吃一顿肉，赶紧去吧。大黄赶紧朝着地里面跑了过去。村民们此时还在睡觉，大黄的动作又比较轻，村民们没有发现什么端倪。大黄走到了一个西红柿秧苗面前，刚刚抬脚准备踩下去，突然之间，一个黑影窜了出来，咬住大黄的脖子，把他给扑倒了。大黄立刻叫了起来，声音惊醒了正在睡觉的村民。这不是那头母狼吗？它咋突然窜出来了？那头母狼通人性，不会无缘无故的伤人和动物的，肯定是这狗干了什么坏事被母狼给发现了。这不是王府家的大黄吗？大半夜的，他来咱地里干啥了？1刻钟之后，大黄慢慢闭上了眼睛，没有了气息，母狼这才松开了的。村民们以为母狼会走，但是母狼突然盯紧了那棵大树，朝着大树冲了过去。紧接着，村民们就听到母狼的惨叫声。不好！李狗剩赶紧冲了过去，只见王福把鱼叉狠狠插进了母狼的腿上，母狼因此动弹不得。王福，你干啥？他咬我，我肯定要嘎他。你先松开。我不松开，他要是咬我咋办？王福，你松开。陈小草，你很想救这头母狼吧？行，你给我金镯子，我就把鱼叉松开。你这混账，是冲着金镯子来的吧？陈小草把荷包拿了出来，扔给了王福，王福这才松开了鱼叉，拿着荷包跑了。别怕，我带你回去，给你养伤。说来也奇怪的很，这大黄大半夜的来我们地里干啥来了？大黄是王福家的狗，肯定没安好心，我猜是冲着地里面的西红柿秧苗来的，但是没想到被母狼给发现了。母狼为了保护秧苗，冲出来把大黄咬熟了，又发现了王福，知道他脱不了干系，就要攻击他，但是被王福给伤到了。这王福一直都是靠打猎为生的，知道咋制服母狼，还好他命大，没有被嘎死。李大哥，我先带母狼回去了，这王福不会善罢甘休的，大家这几天要警惕着点，保护好秧苗。你放心，我会的。陈小草抱起母狼，朝着家的方向走去。你来了我家，小虎怎么办呢？他还那么小，要是遇见野兽，可就麻烦了。母狼仿佛听懂了一样，蹭了蹭陈小草的手。难道小虎有别的狼照顾？母狼点点头。那就好，你先安心在我家养伤，等你好了以后再回去。王家这边，王福正在藏金镯子，先是放到了抽屉里面，又拿了出来，放在了被窝里面。不行，放在柜子里面也不安全。对了，我可以放到鸡窝里面，鸡窝里面肯定特别的安全。王福又把金镯子拿了出来，走到了院子里面，放到了鸡窝里。哎呦，有意思，王福还真是会藏东西啊。不过这金镯子很快就是我的了。王福搬了一张椅子坐在了院子里面。王大山听到动静从走了出来。大半夜的，你不睡觉干啥？我是觉得有点热，就出来乘凉了。你不是带着大黄去破坏陈小草种的西红柿了吗？咋还不行动？别提了，大黄被母狼咬熟了。啥？咋就被咬熟了呢？那母狼啥时候窜出来的？这我也不清楚啊，反正就是突然冲出来了，还想着要咬熟我。要不是我拿上了鱼叉防备，早就被母狼给咬熟了。那你有没有把母狼给嘎了？没有，陈小草把他给救了。坏了，这母狼可是记仇的，他肯定记得是你把他给弄伤了，等回头好了以后，一定会回来找你报仇的。上集说到，唐叔仔为了报复陈小草，不仅把母狼刺伤，还抢走了金镯子，但恶有恶报，这不报应来了。小草，你来的真好，有好戏看呢。李大哥，怎么回事？哎呦，陈小草，你来的真好，这王大山家里的鸡都被狼给叼走了。陈小草看了看地上的鸡毛，想起了放在鸡窝里面的金手镯。难道真的是公狼来寻仇了吗？肯定是公狼来了，这王府差点嘎了母狼，人家狼都是一个老婆的，自家老婆差点死了，人家肯定发火。王府也被公狼咬断了一只手，人现在还在孙郎中那里了。有点意思。王大山急匆匆赶了回来，第一时间就在钻进鸡窝里面摸索。没了。什么没了？村长，我儿子藏在鸡窝里面的金镯子没了。没了正好，那金镯子本来就是陈小草的，是王府用母狼做威胁，把金镯子给弄走了。那公狼要金镯子也没啥用，他为啥要叼走？
你问我，我问谁去？你问公狼去。公狼该不会是偷偷放到了我家里面吧？想到这里，陈小草赶紧往家里走了。刚进院子，母狼的头就一直朝着厨房那边晃。陈小草推开厨房门，金镯子就在灶台上面放着。嘻嘻嘻，这就算是物归原主了。果然是个知恩图报的好狼啊！王府已经被送回来了，但右手已经没了。爹，金镯子还在吗？儿啊，金镯子没了，可能是被公狼给叼走了。王府感觉两眼一黑，差点晕过去。儿啊，你千万别晕！王福定了定神，爹，那金镯子要是被公狼叼走了，可不好弄回来啊！儿子，有没有可能那公狼把金镯子给了陈小草了？岂有可能！以前那头母狼就为了陈小草，差点把王大年给咬死。这会儿公狼看陈小草救了母狼，肯定也会下山来报恩的。说不定陈小草现在已经拿到了那金镯子了。那咋办？咱得想个法子把金镯子弄回来。陈小草拿走的东西可不会那么容易吐出来的。再说我们也没啥证据证明金镯子就在陈小草那里，要是能证明，倒可以送他去警局，说他是个贼。可是咋证明呢？爹，陈小草要是用钱，就得拿着金镯子换成钱，他一换，咱不就抓现行了吗？对呀，这是个法子。可是咱哪能知道陈小草要去换钱啊？除非咱一天到晚盯着他。再说陈小草卖人参还卖了1000块钱，他现在肯定不缺钱。这还真是个麻烦事。陈小草把那堵墙给砸倒了，接着把张翠花的东西全部都扔了出去。因为没人给张翠花身后，张翠花的遗体被裹了一个草席扔到了乱葬岗。数过人的房子，陈小草嫌晦气，打算把中屋、西屋重新修建一番。这天，陈小草走在路上，突然窜出一个人。哟，这不是断了手的李大狗吗？你还活着呢。陈小草，你嘴巴放干净点。哟，哪里来的狗一直叫啊？是得了狂犬病了吗？陈小草，你别以为我现在没有手了，就没有办法对付你。哟，这种光是嘴巴说屁事也干不了的威胁话，我早就听得够够的了。陈小草说着绕过李大狗，潇洒地朝前走。李大狗捏起了拳头，看到地上的石头后，立刻拿了起来，转身朝着陈小草扔了过去。陈小草早就有防备，又拿起手中的锄头，对着石头用力一挥，把石头打了回来。李大狗惨叫一声，捂着流血的额头大喊：“陈小草，你这是恶意伤人！我这是正当防卫。哎呦，流了这么多血，得花多少钱治病啊？看到你这么惨，我也就高兴了，哈哈哈哈哈！你给我等着！”李大狗气呼呼地转身走了。这渣渣也就会说点威胁的话了，其他的事是一件都干不成。我看也别在这种垃圾身上浪费时间了，直接把它弄鼠算了。不过比起弄鼠，生不如鼠倒是更好玩。你这种情况买金疮药才能止血，不然伤口发炎这级又得数一个。都33级了，你就会金疮药治病吗？除了这个，你就没别的本事了吗？简单包扎一下就行了。但是这样伤口还是会感染。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不止血，伤口不结痂，可能会发烧，到时候会高热鼠掉的。老子没钱，让你包扎你就包扎。孙郎中没说什么，给他简单处理了。孙郎中，给我一瓶金疮药。谁受伤了？我昨天不是救了一头母狼吗？他身上流血还挺厉害的，我想用金疮药给他治疗。孙郎中点头，拿了一瓶金疮药给他。陈小草，你可真是够大方的，竟然给一头牲口用金疮药。哎呀，谁让我钱多呢？就是这么豪横。陈小草故意把药瓶在李大狗面前晃了一下，转身走了出去。你给我快一点！走出去以后，陈小草把原本准备好的用完的金疮药药瓶倒进了石灰粉，接着故意走在李大狗必经的路上。李大狗气呼呼地走过来以后，陈小草假装没看到他，自顾自地往前走。李大狗看到陈小草后，气不打一处来，刚刚准备开骂，突然看到陈小草身上掉出了金疮药瓶。这不是刚才陈小草在孙郎中那里买的金疮药药瓶吗？陈小草，我让你瞎显摆，这下药丢了吧？哼哼，我捡到的东西那么就是我的，这下好了，白得到了金疮药，我得赶紧回去用药。李大狗美滋滋地把药瓶装起来，赶紧走了。李大狗，接下来就是你生不如鼠的时候，差不多1个时辰之内就能看到一场好戏了。陈小草，李大狗出事了。上集说到，该溜子李大狗欲用石头偷袭陈小草不成，反而误伤自己。此时孙郎中家里狗叫连连，好端端的怎么疼得这么厉害？还不是因为你开的金疮药，那根本就是毒药，你必须得赔我钱。李大狗，我为什么要赔你钱？就凭这药罐子里的金疮药不是真的，是假的。李大狗，我卖过金疮药给你吗？我可以证明，孙郎中根本就没有卖过金疮药给李大狗。李大狗，你说这是金疮药，药是从哪里来的？李大狗当然不会承认是他从陈小草那里捡来的。管你什么事，反正这药肯定有问题。孙郎中把药瓶拿过来，仔细闻了闻，这根本不是金疮药，这是石灰粉。李大狗，你是把石灰粉给撒到伤口上面去了，所以才那么的疼的。石灰粉？怎么可能？这明明是金疮药。我看是你想敲诈孙郎中，故意往药瓶子里面加入了石灰粉，然后说这是金疮药的吧？才不是，这药瓶子是你的。村民们齐刷刷地看向陈小草，这药瓶子是从你身上掉出来的，是我自己捡走了。陈小草，是这样吗？村长，没有的事啊，
我从来都没有掉过什么药瓶子，我在孙郎中这里买的金疮药还在我身上。陈小草说着拿出了药瓶子，和李大狗手里面拿着的一模一样。这是金疮药？咋会这样？陈小草，你身上带着2个药瓶子。我根本没有带2个药瓶子，我身上只有这1个药瓶子。不可能，这药瓶子就是从你身上掉出来的。李大狗突然想到了什么。我知道了，陈小草，你一开始就知道我跟着你，故意准备了一个装着石灰粉的药瓶子，又故意掉在地上，故意让我捡走，故意让我以为占了一个便宜，故意让我把石灰粉撒到了伤口上，故意来害我，故意不承认这瓶子是你的。你还真是会推理啊，李大狗，你说这话有证据吗？谁能证明我有一个装着石灰粉的药瓶子？谁能证明我故意掉了让你捡走的？我能证明。你的证词算个屁啊！李大狗，你空口无凭肯定不作数的，除非你真的能证明了是陈小草故意设计害你的。李大狗气恼地看着陈小草，却无计可施。陈小草故意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冷笑。我的头好疼，孙郎中，你快给我治！孙郎中此时此刻已经不想管了，这李大狗本来就是村里的街溜子，再加上刚才要敲诈的，他根本不想搭理。他这还能治了吗？要治就得用金疮药了。快点给我金疮药，要100块。我没有钱，先欠着。我这里不赊账，有钱就给你治，没钱就不管，我又不是开善堂的。李大狗只能无奈从身上找出100块，孙郎中这才开始给李大狗治疗。晚上，李大狗正骂骂咧咧的烧水。该死的陈小草，竟然故意用装了石灰粉的药瓶子来害我！我一定要让陈小草付出代价。这贱人的2个女儿，我要想法子把他们给绑走卖给人鸭子，我看到时候陈小草会不会哭死。陈小草拿着一根木棍对着李大狗的头用力打了下去，李大狗当场晕了过去。陈小草拿起菜刀，没有半点犹豫，对着他的命根子就用力剁了下去。李大狗疼得醒了过来，第一眼就看见了陈小草，刚刚想说点什么，剧烈的疼痛让他又晕了过去。陈小草把菜刀扔到了锅里面，进了空间，离开了李大狗家。救命！救命！这李大狗媳妇喊啥呢？说是让救命，救谁的命？难道李大狗又打他了？村长，救命！我老公的命根子被人剁了。这话一出来，原本想看热闹的村民们更来了兴趣。李大狗的命根子被剁了，竟然有这种事！走，赶紧过去看看，该不会又是狼干的吧？上次变太监的还是王大年，这次变李大狗了，我们村咋脑出太监呢？孙郎中也来了，准备给李大狗止血，却发现李大狗的伤口上有用过金疮药的痕迹。刘香草，李大狗身上的金疮药是你撒上去的吗？不是，我不懂这些，不敢乱用。李大狗真是运气不好啊，前几节子才没了，这会儿命根子也没了。这下别说又生出一个子了，连一个丫头都生不出来了。这还活着吗？他的命根子去哪里了？不是被公狼给叼走了吧？咋有一股烤肉的味道啊？是从炉灶里面飘出来的。你家今天有烤肉吗？我家现在都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哪里还有闲钱买肉吃？村长赶紧把那玩意儿夹出来。哇，原来在这里，这都烤成黑炭了。别说，这里大狗的东西还真的好小啊。是啊，这也太小了。就在这个时候，李大狗慢慢醒过来了。这是咋了？说完这话以后，李大狗感觉自己下半身一阵剧烈的疼痛，瞬间想起了刚才晕过去之前看到一脸狠毒的陈小草。村长，是陈小草，是他把我的给剁了的，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大力只因该溜子打算把陈小草的俩闺女卖给人牙子，陈小草一怒之下断了他的命根子。该溜子还想找到陈小草伤害他的证据，奈何陈小草在驴子哥那里获得了一个空间来，无影去无踪。村长，是陈小草，是他把我的命根子给剁了的，你一定要给我做主。你说是陈小草，那你有证据吗？我亲眼看见的难道还不是证据？你得有人证和物证。人证。对了，我有物证，陈小草来我家肯定留下脚印了，只要查一下脚印就知道了。别说是陈小草的脚印了，全村的脚印现在都在你家。不，村长，是陈小草，一定是陈小草。对了，肯定有村民看见过陈小草来我家的，只要有人能证明，你们谁看见陈小草来我家了？村民们摇摇头。我和赵大栓一直在陈小草家修房子，他说要午睡一会儿就回到东屋了，回去以后就没出来过。对，我也可以作证的。后来看到他从东屋出来给西红柿浇水除草，就没出过院子，是听了刘香草喊救命以后才出来的。李大狗，你听到了，现在有2个人能证明陈小草根本没有来过你家。我很肯定是陈小草。难道陈小草是妖孽？村长，他是妖孽，赶紧让道士过来让他显出原形。李大狗，你又想讹人了？就是你上次就想讹陈小草，这次又想讹他，你还要完没完了？那你们说，不是陈小草，是谁干的？管我们屁事，我们才不管这是谁干的。村里那么多人，为什么只瞄准了你一个人的命根子剁下来了？肯定是寻仇的，也可能是哪个大侠行侠仗义。总之，看到你命根子没了，我可是高兴得很。你幸灾乐祸。废话，你和我本来就是仇人，哪有盼着仇人好的？肯定盼着仇人一天天的倒霉。陈小草，是你，就是你。
你有时间在这里冤枉我，倒不如想办法查出真凶。陈小草说完就走了。村长，真的是他，真的是他！李大狗，你还是报警，让警察给你主持公道吧。我肯定是要报警的，我就不相信警方找不到陈小草害我的证据，根本就不是人家陈小草干的，这不是凭空栽赃吗？没事，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肯定不会任由李大狗胡闹的。珍珠、锦鲤，吃饭了。哇，娘，这是什么菜呀？闻起来好香。这是干流红薯，用白糖做出来的。这是白糖水，你们多吃一些，多喝一些。这红薯很烫，你们吃的时候吹凉了再吃。好呀。2个人用筷子夹起一块红薯，吹了吹。哎呦，还是有点烫，但是好好吃呀，外面甜滋滋的，里面软软的。哎呀，真的好好吃呀！姐姐，娘的手艺可真好，也不知道娘会不会做吃起来凉凉的饭菜。王锦鲤的话提醒了陈小草。凉凉的饭菜，凉菜。对了，陈小草眼睛亮了起来。我怎么忘记了呢？我完全可以用刚才弄好的红薯粉来做凉粉啊！虽然做凉粉是用豌豆粉做的，但是红薯粉也是可以的。夏天吃一碗凉拌凉粉，那感觉，那滋味，别提有多痛快了。正好，现在已经过滤出了一些红薯淀粉，我完全可以用红薯淀粉来做凉粉。珍珠、锦鲤，今天晚上咱们不吃猪肉炒面了，娘亲给你们做一道凉菜。什么凉拌菜呀？等做出来你们就知道了。陈小草取了一些淀粉水，放到盘子里，然后开水上锅蒸，蒸2-3分钟至面糊成饼后取出晾凉。很好，这凉粉就做成了。娘亲，这是什么呀？看起来软软的。这叫做凉粉，当然也可以叫粉皮或者凉皮。陈小草把凉粉切成了片，接着用酱油、醋、蒜末、香菜、葱花、芝麻油做成凉拌料汁，又单独做了一份带辣子的。接着把切好的凉粉放进了3个碗里面，然后端了出来。好啦，珍珠、锦鲤，这就是娘亲给你们做的凉粉，尝尝。好吃好吃，娘亲，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凉拌菜。好吃呀，娘亲，真的好好吃。你要是去镇上卖凉粉，肯定好多人来买的。王锦鲤的话倒是提醒了陈小草，拿去镇上摆摊，肯定会有人买的。锦鲤，你真是会给娘亲出主意呀。上集李大狗欲拐卖陈小草俩闺女，命根被嘎。这集陈小草摆摊创业第一天，谁又惹到陈小草了呢？陈小草，你这是做啥呢？我在做一种很新的美食，李大哥、赵大哥，我先给你们2份我新做出来的小吃，你们尝尝味道。这是什么吃的？这是我昨天鼓捣出来的美食，叫凉拌凉粉和炒粉皮，已经和2个孩子都吃过了，孩子们都很喜欢吃，我现在给你们也尝尝。哎呦，第一次听说有这种吃的，这样子看着倒是挺好看的。那你们尝尝。李狗盛点点头，拿过凉拌凉粉就开始吃了起来。好吃吗？好吃，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凉拌菜。陈小草，你的手艺可真好。这个炒粉皮吃起来也特别好吃。陈小草，你要是去镇上摆摊，说不定能赚到钱。我的确有这个打算，我已经准备好了，等一下就去镇上摆摊。哦，那可真是太好了。你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也不容易，要是能有个赚钱的营生，也能活得好点。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和2个女儿过上好的生活的。路边摆摊的人有很多，摊贩全凭自己本事抢占摊位。陈小草来的并不算是特别早，已经到了摊位最末端了。陈小草把东西准备好以后，开始吆喝起来。好吃的凉拌凉粉、炒粉皮，快点过来尝尝。听到吆喝的一些人一脸好奇，凉粉，这是啥吃的？从来没听过，这就是凉粉。第一次看见这种东西，这能吃？这不会有毒吧？各位放心，这是用红薯做的，我昨天已经吃过了，也给我的邻居吃过了，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夏天来一份，清清凉凉的，比吃拍黄瓜还要舒坦。我提前准备了一份，大家可以免费品尝，先尝后买。听到免费，众人眼睛亮了。反正是免费的，那就先尝尝味道了。这不是桃花村的陈小草吗？就那个一个人带2个孩子过日子的。一个寡妇家的也不容易，就给他个面子吧。哎呦，这还挺好吃的，清清爽爽的。这么热的天气，吃一碗，感觉肚子里面好舒坦。这凉粉还真是比拍黄瓜要好吃多了，这里面还加了点黄瓜丝，搭配着吃更好吃。凉拌凉粉1份是5毛钱，炒粉皮1份是6毛钱。众人尝过之后纷纷要购买。哎呀，太好吃了，我要1碗。给我1碗。凉粉好吃，但是不敢贪多，怕吃坏了肚子。哎呀，没事，你就卖给我就行了。这么好吃的吃的，我还想多吃一点。对了，我干脆买点回去给我老婆孩子吃，让他们也尝一尝味道了。这东西是怎么做的？真好吃。这是用红薯做成的。红薯还能做成这种东西？红薯我们一般就是煮着吃、蒸着吃、烤着吃，还真没有人能把红薯做成凉粉。咋做的？这是独家秘方。有些顾客很有自知之明，听到这也就不多问了。哟，这不是陈小草吗？咋在这里活不下去了？出来摆摊了？你能做了啥？
陈小草懒得理他，只顾着低头切凉粉。这是啥东西？这是凉粉，是陈小草自己弄出来的吃的，可好吃了。有那么好吃吗？爹，我想吃。给我儿子来1碗。5毛钱。不是吧？你亲侄子吃，你竟然也要钱？5毛钱。5毛钱，你也问我这个亲哥哥要，你还真好意思。我摆摊卖凉粉是为了赚钱，不是来搞慈善的。想吃免费的，行啊，让你儿子去当乞丐，拿个碗坐在街上。陈小草，你竟然咒我儿子当乞丐！有你这样把亲生爹娘给扔了的爹，你儿子能好到哪里去？整个桃花村谁不知道？陈富贵腿断了，陈根生手没了，郭金花一个女人根本扛不住。你看陈家出了这么大的变故，掉头就收拾东西来镇上了。小镇本来也不算大，听了陈小草这么说，众人纷纷看了过来。陈春生不是说为了孩子上学才搬到镇上的吗？哎呦，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呀！这就是一个不孝子啊，怪不得陈小草看不起他，这要是我也看不起。陈小草，你说这话前看看你是什么德行？你赚了钱全揣你兜里，1毛钱都不给爹娘，爹娘出了那么大的事，你也不说照应着点，你说我不孝，你更不孝。哎呦，我竟然不知道，女儿应该孝顺爹娘，儿子就应该躲得远远的。乡亲们，我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个道理啊？没有。女儿要是出嫁了，那就是泼出去的水了，留在家里的老人是儿子来照顾的，女儿最多就是回来看看，除非没有儿子，女儿才应该接走。陈春生，你爹娘出了事，你指望你妹妹来出钱？这不是坑妹妹吗？福都让你享了，苦都让你妹妹吃了。陈小草一个寡妇辛辛苦苦带2个孩子讨生活已经够累了，你还要让她再去照顾你爹娘，然后你啥也不干，这种事也就是你这种人能干得出来。就是咱镇上有你这种人，还真是给我们小镇丢脸。你们知道啥？他在山上挖到了人参，他给爹娘花点又咋了？我以前给爹娘花的钱比你可多多了，这会儿也应该轮到你来伺候他们了吧？咋，想让我伺候他们一辈子？你当我陈小草是蠢货吗？我告诉你，陈春生，我已经和陈家断亲了，陈富贵和郭金花就算是死了都和我没什么关系，你赖不到我头上。陈小草，你怎么说话呢？好歹他是你哥哥。陈小草直接舀起一碗水泼到了张秀宁的脸上。蠢东西，什么时候轮到你开口了？陈小草，你竟然敢泼我！我没用菜刀砍你就算我心善，不买东西给我滚！陈小草，你信不信我掀了你的摊位？你先试试。陈春生二话不说就把陈小草的摊子给掀了。大力，亲哥把小妹的摊子掀了，只因妹妹没有给侄子吃免费的凉粉。陈小草，我就掀了，你又能把我怎样？陈小草二话不说抬起脚，用力把陈春生给踹到了一边。陈春生挣扎着爬起身，拿起一根木棍，对着陈小草就用力砸了过来。陈小草躲开木棍，接着飞起一脚，踹到了陈春生的脸上，当场被踹掉了2个门牙。嗨，你竟然敢打我！我看你是翅膀硬了。我陈小草的翅膀从来都是硬的啊！陈小草，我嘎了你！陈春生拿起菜刀对着陈小草砍了上去，陈小草捏住了他的手腕，一阵钻心的疼痛。陈春生当场松开了菜刀，陈小草接住了落下来的菜刀，对着陈春生的脖子就劈了上去。突然一道阴风起来，陈小草警觉地躲开，果然张秀宁拿着棍子砸过来了。张秀宁，我们之间的恩怨也应该了结了。你打我男人，我当然要打你。那就看看到底是你的棍子能嘎了我，还是我手里的菜刀能嘎了你。陈耀宗捡起一块石头就往陈小草砸了过来，陈小草用菜刀当做拍子，把石头打了回去，正好命中了陈耀宗的脑门。娘，我疼。张秀宁慌忙抱起陈耀宗就要去看郎中，装晕的陈春生也赶紧爬起来。想走没那么简单。陈小草，我儿子要是出了什么事，你担当得起吗？关我屁事，我凭什么要担当？你带着儿子走，我来对付他。就你。张秀宁抱着陈耀宗准备离开，陈小草一脚对着冲上来的陈春生踹了上去，陈春生被踹到了张秀宁面前，张秀宁当场被绊倒了，陈耀宗从张秀宁的手里面掉了出去，后脑勺直接砸在了地上。哎呀，这伤的也太严重了，可能脑子里面已经有淤血了。那要咋办？我先给他针灸看看，要是他命大，可能会醒过来；要是他没什么福气，可能会一直昏迷不醒，也可能数掉了。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儿子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啊！我尽力，我尽力。郎中，赶紧救救我闺女，她刚才爬墙，从梯子上面摔下来了，后脑勺摔地上了，现在昏迷了。郎中正准备给陈耀宗做针灸，这会儿显得手忙脚乱起来了。这不是周警官的媳妇安翠莲吗？我来给你女儿治。陈小草，你根本不会医术。陈小草拿起女孩的手给她把脉，脉象紊乱，很明显是有淤血，眼下要用针灸把脑中的淤血清除出来。她现在的情况并不严重，但是再拖下去1刻钟的时间后，将会全身都开始抽搐起来。如果你不信，可以去问郎中。是陈小草说的那样，但是这穴位可不好找，我这边也没有10成的把握。那我带孩子去县里面找孟郎中。从这里到县城里至少需要半个多时辰的时间，这个时间段里面，孩子如果没有醒过来，会病情恶化。到了县城里面，
就算是孟郎中出手，也是回天无力了。陈小草，你说这话啥意思？如果你想让你的女儿活过来，就听我的，我愿意当着父老乡亲的面保证，我可以救活这个孩子。如果不行，我愿意把我这条命给你。安翠莲看陈小草说的这么坚决，犹豫起来了。还是让陈小草试一试吧。看他的样子是很有把握的，说不定真的可以。为了他的2个女儿，陈小草也绝对不会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的。哎，让他试一试吧。让陈小草试试，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正确的治疗方式。好，陈小草，你试试，你记住了，我孩子要是没有醒过来，我一定要了你的命。陈小草理解一个母亲在孩子危难之时的慌乱和口不择言，立刻拿起郎中的银针，开始给女孩做针灸。陈小草，我孩子为啥还没醒过来？不要着急，等一炷香的时间，我保证他醒过来。郎中，你倒是赶紧给我儿子扎针啊！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我这里治不了啊。你儿子可比周警官的女儿病情严重多了，1刻钟之内，如果得不到治疗，你儿子会一直昏迷下去。陈小草，你敢诅咒我儿子？是不是诅咒？1刻钟之后你就知道了。别理他，我们赶紧走。小女孩突然睁开了眼睛，一口血从嘴里吐了出来。醒了醒了，真的醒了，但是咋吐血了？吐血就对了，这是正常反应。他脑子里的大块淤血已经被排出来了。我开一副方子，你拿着方子抓药，1天喝2次，等喝完以后，我再根据他的恢复情况给他开新药方。好，陈小草，你开药方，我相信你。陈小草，你赶紧给我儿子治一治。凭什么？你能救人，为啥不救？哪条法律规定我必须要救你儿子？陈小草，你今天要是不救我儿子，就别想从这里走出去，我要嘎了你。当即，小妹不给吸血2个免费的凉粉，就二话不说掀了小妹的摊子。好在恶有恶报，好侄子不小心磕破了脸。陈小草，你今天要是不救我儿子，就别想从这里走出去。限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你想走，除非给我儿子治病。陈春生，陈小草现在还没有拿到郎中的身份，他也没有开医馆，救不救人是他自己说了算的。再说，就算他开了医馆，救不救人也是他自己说了算。你最好赶紧给我让开，否则我就让人去报警。警官夫人，你也是当娘亲的，你肯定理解我现在想救孩子的心情，你站一下他。陈春生，你对陈小草做的那些事，我不是不知道。你掀了他的摊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一个人带着孩子讨生活不容易？这会儿你倒是让他体谅你，那谁来体谅他？我劝你们让开，不然我就去报警。就算是报警，陈小草也要留下来给我儿子看病。没用，你说这话的功夫，你儿子已经醒不过来了。耀宗，耀宗。陈耀宗没有任何反应。你们这辈子就守着这么一个昏迷不醒的人吧。陈春生恶人先告状，把陈小草告上了法庭。法官大人，你要给我做主啊！请原告陈春生陈述你的诉讼请求。陈小草明明能救了我儿子，却不肯救，这是害人，请法官大人给我做主，判陈小草属刑立即执行。原告，这是民事诉讼，不涉及刑法。被告陈小草，你对原告的指控有何回应？句句属实，我的确没有救陈春生的儿子，眼睁睁地看着他病情恶化。我承认我没有为陈春生的儿子提供医疗救助，但我是一名普通公民，并非医生，没有义务必须救治他人。根据法律规定，我有权决定是否提供帮助。原告陈春生，你对此有何回应？法官大人，不是有句话吗？人情比法大，我儿子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啊！陈小草就忍心看着我儿子昏迷吗？你怎么想的？被告陈小草，你为何拒绝提供帮助？法官大人，因为和陈家的恩怨，我的确不想救陈耀宗。我不是什么宽宏大量的人，陈春生3番4次的伤害我，却让我抛弃过往的恩怨救他的儿子。我不是圣母，我做不到。根据目前的法律，被告陈小草没有违法。原告陈春生，你是否有其他证据或证人支持你的诉讼？没有，法官，但我请求法庭考虑人道主义，为我儿子的生命安全着想。陈小草，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咋还记得那么清楚啊？你这个小肚鸡肠的贱人！大人，您听到了，陈春生对我恶语相向，这样一个人还有救他儿子的必要吗？而且按照陈春生这种忘恩负义，把亲生爹娘扔在家里等数的，就算我真的救了他的儿子，他也会反咬一口，说我没有把他儿子治好，我要负主要责任，让我负担他儿子小半辈子的生活。我也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我一个寡妇带着2个女儿辛辛苦苦的讨生活，只想太平无事的过日子，不想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更不想被利用、被敲诈，否则草民真的没有什么活路了。你胡说八道，我啥时候敲诈你了？我把人参卖了1000块钱以后，你们陈家直接上门来问我要了，我不给，你们就堵门，破口大骂，还要打我。肃静！被告陈小草，你是否有反诉的意向？是的，法官大人，我今日在小镇上摆摊卖凉粉，本来是想着做点小本生意来养家糊口，但陈春生先翻了我的摊子，还要打我，我为了保护自己，奋起反抗。原告陈春生，你对被告的反诉有何回应？我只是看陈小草太过嚣张，这才气不过。根据证人的证词和现场情况，原告陈春生确实有挑起争端的行为。现在
我宣布判决原告陈春生因挑起争端并攻击他人，根据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处以15日拘留，并赔偿被告陈小草的损失100块。陈小草进村后，村头那帮聊天的老大妈叫住了他。陈小草，听说你去镇上摆摊了，生意咋样？哎呀，快别提了，本来生意还挺好的，都被陈春生给搅和没了。咋回事？陈春生咋搅和的？张婶子，我左吧用红薯弄了点新鲜吃的东西出来，到镇上摆摊去了。镇上的人还挺喜欢吃的，我本来想着这下能多少赚点钱回来，可陈春生带着他儿子来了，要白吃白拿，我肯定不行啊！就这么吵起来了，陈春生就把我的摊位给掀了，还要打我，要不是我还手，早就被陈春生给打鼠了。陈小草说这话的时候，象征性的掉了几滴眼泪。这陈春生真不是个东西，都断亲了，还这么欺负陈小草。就是啊，还敢打人，他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那你就这么忍下来了？不，我肯定反击了呀！哪有人站着不动等着挨打的？最后他的儿子后脑勺在地上昏迷不醒了，周警官的女儿也脑袋受了伤，我就给周警官女儿治病了。陈春生就逼着我给他儿子治病，我不肯，陈春生他就倒打一耙，说我见死不救，让法官判我属刑。这是杀人啊！不给治就要报警，我看陈春生这样就是他活该。那他儿子现在咋样了？他的情况很不好，估计是醒不过来了，就算醒过来了，也是个傻子。真是活该。陈春生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现在人没了，他还咋威风起来？陈小草，你卖的那是凉粉是吧？听李狗剩和赵大栓说可好吃了。对，是凉粉，不过剩下的都被陈春生给掀了，也就没得卖了，我就回去再做点，明天再去镇上卖。那陈小草，你做好以后也卖一份给我尝尝。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免费品尝，觉得好吃再花钱买。行行行，陈小草，你真厚道。你可比王家陈家强多了。哎呀，这真好吃，凉凉的，可比拍黄瓜好吃多了，真好吃。没想到红薯还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陈小草，你真厉害，这是咋弄出来的？一个红薯咋就能做成这种好吃的？其实也不难。陈小草把方法告诉了众人。这听起来还挺麻烦的，又要磨红薯，又要晒干，还要熬煮。陈小草，你这样告诉我们，你就不怕我们也去做凉粉，抢走你的生意呀？婶子，我可不傻啊！这凉粉好吃的秘诀在调料搭配，这一点是别人学不走的秘方。还秘方？能是啥好秘方？不就是酱油和醋弄出来的吗？这可不怪我，要怪就怪你陈小草自己藏不住。陈小草，这凉粉你能做得出来，我也能做得出来，我就不信我不能把你的生意都给抢过来。你要这么多木薯干啥？还能干啥？还不是为了养活你这个没本事的。你是不知道，陈小草用红薯做成了一种吃的，叫什么凉粉，在镇上卖的可好了。那不是说用红薯做的吗？你拿木薯干嘛？咱家哪还有红薯啊？红薯木薯都是薯一样的。那不也是陈小草自己弄出来的吗？你知道咋弄？知道。陈小草那个憨货刚才在自家把做凉粉的法子都说出来了，我是听了一个全乎，肯定能做好的。那行，那你试试。你要是能把陈小草的生意都给抢过来，那咱家可就发达了，还能让陈小草以后没有了活路。你放心，从明天开始，陈小草就不会再有任何活路了。注意看，知道大嫂的红薯凉粉在镇上爆火之后，唐妯娌东施效颦，用木薯做凉粉，想抢走唐嫂的生意。此时此刻，陈小草的凉粉摊前已经围满了人。哎呀，陈小草，昨天回去后我就惦记你这一口了。这凉粉你做的真好吃，今天一定要给我来5大碗。尤其是那个辣椒油做的可真香，感谢大家来捧场。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一个优惠，买5碗我就送1碗。哎呀，陈小草，你真厚道。做生意做成你这样，还怕没有回头客吗？你要这么说，我可就要点5碗了。好啊，今天我特意做的多了一点，保证大家都能吃到。有回头客又咋样？我做的凉粉味道肯定也是不差的，我就不信不能把你的生意全部都给抢过来。卖凉粉，好吃的凉粉。这怎么也出来一个卖凉粉的？这不是王大山家的儿媳吗？算下来，跟陈小草还算是堂屋妻了。陈小草把做凉粉的法子交给他了？不会吧？我听说陈小草和郭秀琴的关系可不咋好，咋能舍得把赚钱的路子告诉郭秀琴了？这要是我，肯定闷声发大财了。就是，指不定这郭秀琴是不是偷了人家的秘方，也把这凉粉做出来了。郭秀琴看到陈小草卖的价格是5毛钱一份凉拌的，6毛钱一份炒的，便想着打价格战。来，凉拌凉粉4毛钱一份，炒凉粉5毛钱一份。看吧，这就是来抢生意的。这是想着用便宜的价格来把我们给吸引过去。但是郭秀琴那辣椒油看着不咋样，我觉着没那么好吃，我可不想贪便宜。陈小草做的凉粉正好对我的胃口，就算是贵了1毛钱，我也无所谓了。但是不知情的一些吃客过来听到价格之后，决定在郭秀琴这边买了。这味道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吃啊，
我就是在街上听人说这里卖好吃的凉粉，才特意过来买的。这和清汤面差不多啊。这是什么东西？咋嚼也嚼不动，跟橡胶一样。不是听说这是红薯做的吗？咋这硬呢？我看这红薯凉粉里根本没有红薯。这不会是用木薯做的吧？傻傻，红薯凉粉没红薯，这不是造假吗？你尝尝这个，这是陈小草摊位上买的。吃可吃了一口，眼睛一亮。哎呀，咋这么好吃？酸酸辣辣凉凉的，比这边买的好吃多了。这么一来，我们那多出去的1毛钱也没算白花，虽然钱花的多了，但是吃的也好了。买了郭秀琴的，虽然钱花的少，但是味同嚼蜡。多花出去1毛钱就能吃到更好的，这也太划算了。哎呀，你做的就是没有人家做的好吃，你这调料不行，你做的凉粉跟橡皮筋一样嚼也嚼不动。你不会是陈小草买的托吧？故意宽他，故意损我是吧？我告诉你，我可不上当。你做的不好吃还不让人说了，承认人家优秀有那么难吗？对他来说还真的挺难的，要不今天也不会来抢陈小草生意了。那句话咋说来着？没有真本事就不要抢人家的东西，你根本抢不走。就是，我才不相信陈小草做的真的有我做的好吃。郭秀琴走到陈小草面前，给我1碗，1块钱。你卖给别人是5毛钱1碗，卖给我就是10毛钱。我做出来的凉粉，我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你要是不乐意，可以去别的地方买。但是这里有和我这里味道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卖凉粉的地方吗？你就不怕我掀了你的摊子？只要你有足够的钱赔，你就尽管掀。我劝你不要给我惹事。昨天掀翻了陈小草摊子的人已经进去了。我就是想知道他做的凉粉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你要是真想知道，就花钱去买，别光是只顾着嘴巴说。可是他卖给我的价格是1块钱1碗，这可以买到2碗了。陈小草是老板，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就算他想免费送给路边的乞丐，那也是他的自由。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今天就把这个钱给花出去了。等我回去以后，弄出一模一样的味道出来，我就不信了。这调料有那么难做出来吗？这下涨价了，1块5一份。陈小草，你是不是故意的？废话，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啊？你们觉得这郭秀琴真的会拿出银子出来买吗？1块5一碗，咱们买的话可以吃3碗了。我要是陈小草，我肯定也这样故意刁难郭秀琴了，把人都欺负成啥样了，肯定要好好整他。郭秀琴咬咬牙，好，陈小草，既然你卖，那么我就买，不就是1块5吗？我出就是了。郭秀琴拿出了1块5，陈小草给了郭秀琴1碗。郭秀琴吃了一口，愣住了。怎么会这么好吃？这陈小草还真有两下子，他还真能做出比我的更好吃的凉粉，怪不得大家都去买他那里的了。你这到底是啥？不行，我不能让陈小草一个人把这钱给赚了，我得想个法子，逼着陈小草把秘方给我。郭秀琴眼睛一转，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的主意。啊，我的肚子好疼！陈小草，你做的凉粉有问题，我吃了以后肚子好疼。上集说到，唐妯娌为谋取大嫂的凉粉配方，装肚子疼当众耍起了无赖。陈小草，你做的凉粉有问题，我吃了以后肚子好疼，我要晕过去了。说完，郭秀琴就晕过去。昨天吃的也是陈小草的凉粉，就没出啥问题。就是，刚才吃到现在也没啥事，咋就郭秀琴吃出问题来了？这里面说不定有啥猫腻，该不会是故意装出来的？肯定是了，这就是故意想要搅糊了陈小草的生意，故意让他的摊子根本没有办法做下去。这就是我赚不到钱，你也别想赚到吧，好多酒楼都用这个法子来整对手。陈小草早就知道郭秀琴会有这个歪主意，走到郭秀琴面前。不舒服是吧？行，正好我会医术，这种情况倒是不难。陈小草，你有啥办法吗？很简单啊，他不是肚子不舒服吗？我给他扎几针就好了。我看他面色苍白，至少也应该在他肚子上面扎100针才行了。100针，那不是会被扎成刺猬了吗？不管了，不就是被扎针吗？有病治病，没病当强身了。陈小草瞄准了郭秀琴的肚脐眼，一针就扎了下去。啊，好疼，好疼！陈小草，你要感人啊！哎呀，你醒了，看来这第1针下去就奏效了呀。来，躺好，还有第2针、第3针、第4、5、6、7、8、90针。陈小草，你是故意的吧？我要找孟郎中，你这个赤脚医生不靠谱。你这的确是有点毛病。孟郎中，我就说吧，是陈小草做的凉粉有问题，把我吃坏了。吃过陈小草凉粉的都注意了啊，他的凉粉是木薯做的，有毒，能把人吃坏。陈小草皱眉看一眼孟郎中，本想说点什么。郭秀琴，我什么时候说你是因为吃了东西中毒了？你刚才不是说我有点毛病吗？我说的毛病是指你有妇科病，你没有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吗？什么味道？臭味啊！哎呀，我还以为他真是吃凉粉中毒了，没想到凉粉没问题，是他自己有那妇人病。真的是妇人病吗？不会是花柳病吧？要真是这样，他做的凉粉更不敢吃了。这么一闻，好像真的有什么味道臭臭的，应该是郭秀琴身上的臭味。不会是在外面找了什么野男人，把自己给弄脏了吧？这臭味是粪坑里面的味道。粪坑？这咋和粪坑扯上了？难道你掉进粪坑里过？
今天早晨，郭秀琴去我家门口泼大粪，被公狼给追了，就摔在了粪水里面。什么啊？所以他用碰过粪水的手做过凉粉吗？好恶心！我竟然还吃过他用脏手切过的凉粉。我靠，不仅红薯凉粉里没红薯，而且里面还有香。我已经洗干净了。洗干净又咋样？臭味这不是还有吗？好脏啊！就你这样的还要卖凉粉，你这不是故意恶心人吗？郭秀琴一听着急了，赶紧准备跑路了。郭秀琴，你故意栽赃我，这个事情可不会这么容易结束，我要找叔叔给我主持公道。你想怎么样？当然要按法律来办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报警。去派出所，去派出所。我不要进去。昨天听说陈春生被狱友打下不来床了。私聊也行，赔我500块钱。小草，我错了，我不该装中毒来骗你的，少让我赔偿一点行不？不可能，该多少钱你就赔给我多少，1分钱都不能少，少1分钱我就继续报警。郭秀琴被气得要数，今天1分钱没赚回来，一个银镯子被陈小草给拿走了。哎呀，今天凉粉都卖完了，还赚了500块钱，这好事真是求之不来啊！陈小草赶着牛车回到桃花村后，看到王福正在村口等待。陈小草知道他在等什么，故意把银手镯拿出来。陈小草，这是郭秀琴的银镯子，咋在你手里？这是郭秀琴赔给我的。对了，还差我400块。不可能，不会是你偷的吧？是不是偷的？你问问去县里的村民就知道了。陈小草说完这话，得意的走了。王福又着急又担忧又生气，到底发生了啥？郭秀琴不是去县城里面赚钱了吗？咋还赔给陈小草钱了？正这样想着，张婶子走了过来。你今天去县城了吗？去了啊。哎呦，王福，你媳妇真是太坏了，卖凉粉卖不出去，就假装吃坏了肚子，想要陷害陈小草，可是被拆穿了，要赔陈小草500块。郭秀琴没有钱，就先把银手镯给他了，还差400块。我说王福，人家陈小草跟我们分享做凉粉的法子，是想着让我们每家每户都能吃到好吃的凉粉，你媳妇却动了歪心思，想着抢走人家的生意。还好陈小草保留了一些，没有全说出来，要不然这生意都被抢走了。张婶子说完，摇摇头走了。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郭秀琴，你不是说你很有把握吗？这就是你做的事，那可是500块，要赚到啥时候？真是没用的东西。陈小草也担心一件事情，这会儿正是蔬菜最需要水的时候，伏天又是最热最难下雨的时候。从前年开始，伏天就很少下雨，去年也没有怎么下，导致我们去年前年收成都不太好。不是有河吗？河里面的水哪里够啊？伏天的时候，河水位都下降了，就算我们引流，也不能不考虑到下游的梨花村啊，不然会引起不满，到时候2村庄就可能打起来了。除非今年天公作美，多给下雨，要不然只能找到更好的水源来浇地了。村长，桃花村只有河这一条水源吧？是啊，不过听以前的老人说，以前山上有一处水源，那个水一直源源不断的从山上能流到河里面，但后来发生了一场地震，水源就断了，再也没有了，除非是重新把它找出来。上集说到，妯娌敲诈大嫂的凉粉秘方不成，还赔了一个银镯子。这集极品二哥欠钱，准备提桶跑路了，他能得逞吗？哎呀，这陈家真是造孽啊！还没有到京城，儿子就输在了半路上。就是说啊，不过我是一点也不同情了。这陈家马上就要办丧事了，这以后的日子还不知道会咋样啊！听说陈春生不想在镇上继续待着了，想着把房子给卖掉，去别的地方。那肯定嘛，他们都没脸在这里待着了，去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的。不好了，陈小草，快跟我去镇上！陈春生悄悄把房子给卖掉了，这会儿正准备跑了。陈春生、张秀宁已经装上了所有的家当，就打算跑路了。不过牛车已经被安翠莲家的人给拦住了。你们凭啥堵着路不让走？陈春生，你还欠着陈小草100块，不打算还了？谁说我不还？这是我和陈小草的事儿，跟你们有啥关系？都给我让开！不让！陈春生咬咬牙，牵着牛车准备绕路。哟，陈春生，你这是准备去哪里啊？你怎么来了？蠢货，想也知道肯定是有人给通风报信了呀。陈春生，我今天来这里是问你要钱的。哪有人大半夜来要债的？你懂不懂规矩啊？规矩这种事情，我可不会放在心上。我只要钱，只要你把钱给我，接我就让你走，不然我们法庭上见。陈小草，我当然是想要给你钱了，这不是手头紧张吗？你等我手上宽松，以后一定给你。你胡说八道！你今天刚刚把宅子给卖了5000块，现在却说手头紧。你听见了？谁说我把宅子卖掉了？谁能证明？你卖宅子肯定要办理地契房契过户的，你当派出所那边没有记录吗？陈春生，你要是没上够法庭，今天晚上我就继续送你去。陈小草，你有种！陈春生无奈拿出100块给陈小草。够了吧？不够。当初判下来就是给你100块，你凭啥说不够？你们都听见了，陈小草这是敲诈，敲诈！现在反过来该轮到我告你了。陈春生，你别忘记了，
欠债是要还利息的，从判下来到现在，利息至少要1块钱，这利息你也得给我。你可真是会算啊！那是自然，我陈小草从来不吃亏。陈春生只能咬牙把1块钱给了陈小草。我现在可以走了吧？陈小草这才把路给让开。真是咽不下这口气。算了，我们都这样了，还能咋样？还是赶紧走吧。恐怕你们走不了了。突然，陈富贵、郭金花、陈根生、陈金生赶过来拦住了牛车。你们想干啥？陈春生，这话是我想问你的，你想干啥？这镇上我待够了，我要走。你要走可以，钱留下。凭啥？凭我是你爹，你是我儿子，你就应该孝顺我。你要走可以，孝顺我的钱要留下。老三，你去报警，就说老二要撇下我们2口子不管，我要告他不孝。等，爹娘，有话好好说啊，为啥一定要闹上法庭？我要是不这样闹，我还能拿到养老金吗？老二，你可是我的种，哪有扔下爹娘不管的？你们想要多少养老钱？你这宅子卖了5000块，你给了陈小草100块，怎么着也得给我2000块。你疯了？2000块给了你，我还有啥？你不是还能剩下2000块吗？陈富贵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儿子根本就指望不上了。既然这样，就狠狠地敲他一笔钱出来。你这是敲诈？咋着？你不乐意给啊？行，老三，你快报警，我要让警方给我主持公道。行，我把钱给你，但是你不能去报警哦。只要你给我留下2000块，你要去啥地方，我都不会拦着你。那你也要保证，以后不能问我要钱。凭啥？陈富贵可没打算和陈春生断亲，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万一陈春生富贵了呢？陈春生，你想断亲没那么简单，就算是你闹上了法庭，也不会让你断亲的。你一辈子都别想赖掉我这个亲爹。你随便，反正钱已经给了你了，我现在要走了。你给我留一个地址。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哪里去落脚，我能给你啥地址？等我找下落脚的地儿再说。这要是真找到落脚的地方，陈春生可就没有什么消息了。陈富贵也清楚，现在根本不能强行留住他。小草，你顺路把我们送回去。100。陈小草，你别给我太过分，100块你咋不去抢？不想给，那你自己走回去，我倒要看看你这断了的腿能走几步路。爹，我们就给他100块，让他把我们拉回去，然后半路上，你故意从牛车上掉下来，就说摔伤了，你是坐陈小草家的牛车摔伤了，陈小草就得对你负责，到时候我们就有借口赖陈小草家里了，让陈小草大鱼大肉的伺候你，还得给你用最好的药，你以后的养老不就有保障了吗？大力，男人变成了太监，还要每天晚上拿扫帚捅老婆的，简直丧尽天良。接上集，陈小草哪里不知道他们是想讹钱，果断抬价让他们知难而退。陈金生只能背着断腿老爹跑断腿。陈小草，你听说了吗？啥？李大狗的媳妇闹着要离婚，说不伺候太监，村长已经过去了。有热闹看啊，走，我们去看看。村长，你救救我吧，这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了。刘香草要离婚是因为李大狗变太监了吗？这刘香草当初是被他娘家用1两银子赖给李大狗的，嫁过来以后可没少受欺负。这会儿李大狗变太监了，正是脱离苦海的时候，这要换做我也肯定离婚了。香草，按照咱村子里的规矩，这2口子过日子，要是有一个人受重伤，另一个人这个时候要离婚是不行的，除非你有李大狗虐待你的证据。村长这是在提醒刘香草，他支持刘香草离婚，但是刘香草要拿出让他没话说的理由出来。村长，我有证据，李大狗这几天天天虐待我。惊人！你胡说八道啥？我看你就是嫌弃我是个太监，你就这么想男人？我看你早就红杏出墙，给老子戴了绿帽子了。村长，你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是李大狗说的这样吗？不是，村长，李大狗自从变成太监以后，更虐待我了。以前他就是打我，现在每天晚上用扫帚棍子捅我。捅你？他用扫帚棍子捅我那个地方，骂我是个奸人，骂我小男人。李大狗，你咋能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出来？你太缺德了！你自己成了太监，你就要这样虐待刘香草？王大年也是太监，但他都没干过这么不要脸的事。刘香草再咋说也给你生了一个儿子，你咋能这么虐待他？果然是个没根的东西，干这种缺德事。我根本没干，是他胡说八道的。陈小草，你懂医术，你一定能看出来吧？你这就跟我去房子里面检查一下，你查过了就知道我过得多惨了。行，我跟你进去。我陈小草对家暴零容忍。给刘香草做了检查以后，陈小草吓了一跳，刘香草的身上全部都是疤痕，下半身更是一直在流血。我知道李大狗不是东西，但我没想到他竟然能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出来。陈小草，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我也不会提出离婚。你一定要帮我呀！你一定要告诉村长我受了什么苦。你放心，今天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告诉村长，让村长给你主持公道的。村长，我刚才已经给刘香草检查过了，刘香草没有撒谎，李大狗真的虐待了他。李大狗，你混账！垃圾，混球，真不是个东西。李大狗，你现在还有啥话要说？陈小草，你为啥要多管闲事？我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李大狗，你做了这种缺德事，就应该受到惩罚。刘香草，
我现在给你指一条路，离婚肯定是可以离婚的，但是除了离婚，你别放过这个混蛋。你的意思是，按照现在严打，丈夫虐待妻子，妻子可以去报警，请求离婚的同时，还能让丈夫受到惩罚。李大狗这种虐待，属刑是没跑了。属刑，陈小草，你别胡说八道。陈小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李大狗被这个眼神吓到了。看样子，触犯法律真的是要掉了脑袋的。现在唯一的办法，私底下解决。香草，我错了，我错了。你不是要离婚吗？我同意离婚，我们好聚好散。你拿上离婚书走，别去报警。你要是报警，我这条命就没了。刘香草，报警不报警，在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我提醒你，混账就是混账。你要是心软了，以后他逮住机会肯定是要报复你的，要了你的命也是有可能的。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听说过。对待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心狠。为了你自己能太平过日子，你一定要想好，这个混账，你到底要不要放过？陈小草，你别在这里给我挑拨离间。香草，一夜夫妻百夜恩，看在我们做了好几年夫妻的份上，我都已经变成太监了，你就放过我吧，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李大狗，陈小草说的对，我要是放过你，你肯定会报复我的。我以前认命，但是现在我不认了，我要报警，我一定要报警。刘香草，我给你脸了，我都说了这么多好话，你竟然还要去报警，我就应该把你嘎了，我煮了都不能让你活。听听，这是人话吗？冲着他说的这些，就知道他肯定会报复刘香草的。就是，还不如砍了脑袋，省得刘香草以后担惊受怕的。不给好脸就翻脸，这种人太恶心了，也太可怕了。村长，我现在就要去报警。我尊重你的选择。刘香草准备往出走的时候，李大狗突然怒吼一声：“你去数吧！”李大狗举起斧头就朝着刘香草砍了过来。刘香草没有任何防备，眼看着斧头就要砍到刘香草的后脑勺上，陈小草把银针朝着李大狗的眉心射了过去。李大狗瞬间一阵头晕目眩，手上也没有了力气，手中的斧头掉在了地上，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数人了？没数，只是晕过去了。赶紧把李大狗给绑起来，把他给送到派出所。大家今天都是见证人，到了派出所以后都知道应该怎么说吧。我咋会在这？陈小草把你弄晕送来的。同志，陈小草故意要害蜀我，一定要为我做主啊！李大狗，你干了啥事你不知道吗？要不是陈小草及时把你给打晕了，刘香草就要被你砍蜀了。我没有嘎刘香草。你当桃花村的村民都没长眼睛吗？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你拿着斧头就要往刘香草的脑袋上面砍，人证物证俱全。我是一时冲动，现在后悔了。照你这个意思，就是你嘎了人就可以用一时冲动来免罪吗？可是刘香草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没有嘎蜀他。李大狗，你一直在狡辩，就是想给自己脱罪。就算你没有嘎蜀刘香草，但是你已经有嘎蜀他的动机，更是付出了行动。这和故意嘎人是两回事，这下不用数了。好了，你就乖乖接受调查，等待判刑吧。刘香草本来是想离开桃花村，但是他已经没有娘家能够依靠，最后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守着村里那一片地。刘香草想着自己也没什么事，便给村里修水渠的人们做饭打下手。香草，你这又是干活又是做饭的，老爷们都没你这么多的力气，别让自己累着，该歇着就歇一歇。嗨，小草，你不知道，我现在可有干劲了。自从李大狗被判属刑以后，我就觉得日子特别的有盼头。虽然我现在是一个人，也没孩子傍身，但就是过得开心。小草，说到孩子，我是真对不住你，我没想到我会生出一个畜生，差点把你给害了。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但那小畜生仗着有他爹保护，从来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对着我也是拳打脚踢，一不顺心就开始骂我。这不怪你，李大狗是个大畜生，他儿子铁定是个小畜生，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你不用自责，等你遇到一个好男人以后，生出来的孩子肯定也是好的。我这样哪有人看得上啊？我把我自己给照顾，不给村里人添麻烦就行了。这世界上很多事情可都说不准的，缘分这种事情说来也就来了。刘香草虽然经历了一段失败阴暗的婚姻，但是她的品性没有变，这样的好女人迟早会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按照这水位下降的速度，恐怕用不了5天的时间就能看到河床了，那可就麻烦了。但是山洞到现在都没有挖通，更何况还有水渠要往山下挖。哎，老天爷对咱也太残忍了吧！娘亲，你喝点水。锦鲤真乖。娘亲，你也不用为了不下雨的事情伤心了，说不定马上就开始下雨了呢。话音刚落，密密麻麻的雨点开始落下。下雨了，锦鲤，你的嘴真的开过光啊！太好了，今年的庄稼有望了。久旱逢甘霖，太好了。香草，看到没？久旱逢甘霖，向前走，一切都会好。别上集，村民们正愁如何把水源引到村子里的时候，不料母狼带陈小草找到了遗失的旧水渠，本来1个月的工程缩短为10天。这肯定是以前的水渠。母狼果然有灵性，这么快就带我们找到了，厉害，简直太厉害了！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水渠的头部。我们分成2组挖，一组往下挖，一组往山上挖。要是山上挖不出来竹竿了，那就说明这里是头部。我们把昨天挖好的竹竿和头部链接到一起后，就不用继续挖坑填竹竿了。
再看看通往山脚下的竹竿有没有破损，破损的地方咱们修好。收到指令后，大伙跟打了鸡血似的卖力干活。要不说陈小草运气好呢，给咱们省了多少事啊？就是说到底还是人家陈小草好心得到了好报。弟，你们看王福把狼给伤了，狼报复他去了，现在右手都没了，也干不了活。说起来，这王福家自从咱们上山以后，就啥也没帮着干过。你说缺了一只手，也不是啥都不能干呢，哪怕给咱们背点东西上来呢。就是说到底还是懒，想用现成的。想到这山上的水引流到河里面，最后却要被王福家给用以后，我就觉得来气。就是他啥都不干，却白白拿咱们引流下去的水，真是过分。还有梨花村，咱们村子是在上游，梨花村是在下游，可就占了咱们的便宜了。那梨花村不知道咱找到水源的事吗？肯定知道了，但是知道拿不到这好处，到现在也没个人过来帮咱。听说村长已经动员过好几次了，但是都不乐意来帮忙。谢村长也是着急。这梨花村的也没几家是好的，跟陈富贵那家人差不多。是啊，大家辛辛苦苦齐心协力挖出来的水渠，要是让没帮过忙没出过力气的，就这样白白用了水，那肯定心里不平衡啊。我陈小草更是不可能让出力气的人吃亏。陈小草眼睛转了转，想了一个法子。村长，我倒是有一个建议，这水是大家一块干活从山上引流下来的，不能让那些没干过活的白白占了我们桃花村的便宜。你的意思是？很简单，这水咱们不是一开始计划引流到河里面吗？这样对咱村里付出过劳动的人不公平，倒不如出过力的登记一下，然后每家每户拿竹竿子，把谁引流到自家的地里面，这样就能保证出过力的都能用到水，没出过力的用不到水。要是旱季真的来了，咱们出过力的村民们也不会吃亏，那些没出过力气的也占不了咱们的便宜。也是，咱们村子辛苦干的劳动成果不能被别人占了便宜。大家听我的，今天下山后都来我这里登记，保证出过力的都能用到水。村民们激动起来，太好了，就应该这么做。咱们可不做那种没底线特别大度的人，凭啥咱们累数累活的干1个月，却要好活了没干活的人？对，咱们就应该斤斤计较，不然别人还真不识好歹，蹬鼻子上脸了。陈小草路过郭秀琴家的时候，看到郭秀琴在院子里面叉着腰破口大骂。王福，有本事你一辈子给我躲在里面不出来，只要你敢出来，我就敢把你的脑袋给打烂。这两对开始狗咬狗了。王大山更是喝得烂醉如泥，从东院跌跌撞撞的走了出来。呵呵呵，一天到晚就知道喝，咋没有把你给喝熟？你这没用的老东西！陈小草，来，进来陪我喝2杯。陈小草，你这奸人，你还有脸来我家？陈小草索性走了进来。老娘为什么不能来？郭秀琴，别忘了，你还欠我400块钱。我今天来这里就是问你要债的。我没钱，你就算是来要债，我也没钱。没钱不要紧，这不是还有房子吗？陈小草，你少打这房子的主意。成亲后弄下的财产属于2口子，这房子是在你们成亲后翻新的。对了，还是借的我男人钱，欠条还在我家，一共是1000块，这个属于共同债务。也就是说，你现在欠我1400块钱。你胡说八道！不承认没关系，只要我报警，这个事情就有结果了。郭秀琴和王福肯定会站到一起来对付我，无非就是离婚，其中净身出户的同时要主动承担债务，听起来是一个很绝美的计划。但是郭秀琴和王福谁都不可能做主动承担债务的一方，到时候这场狗咬狗的好戏又可以上演了。今天晚上村子里面肯定很热闹了。果然，陈小草前脚刚刚离开，后脚郭秀琴就扔掉了扁担，开始敲门了。王福，你出来！我不出去，我可不要被你给打死。你要命还是要钱？傻子才做选择，我都要。陈小草刚才来过了，说要钱，他要是报警让我还钱，这房子可就保不住了。那你想咋样？你先开门，让我进去。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不用还钱，还能保住这个房子。你有啥主意？陈小草刚才说了，按照律法，这房子是我们共同的，债务也是共同的。然后呢？你有啥办法避开这个债务？很简单，我们2个人离婚，你放弃家里所有财产，主动把债务揽到你身上，到时候你身无分文。陈小草要债，只能找你要，就算他把你告到法庭上，也1分钱都要不到。到时候我们还住在一块，我就说我可怜你，让你住我家，这债务咱不就赖过去了吗？哎呀，你可真是大聪明，这个法子也能想到。没错，这是个好主意，就按照你说的来，我们2个离婚。郭秀琴眼看计谋得逞了，我这就去找村长做一个见证。呵呵呵，王福，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中计了。只要我们2个离婚，家产都归我以后，我就一脚把你踹出去，来一个数不认账。还有你那属鬼老爹，我也要一并赶出去。反正债务跟我没啥关系，我到时候把房子和地都给卖掉，远走高飞。郭秀琴越想越是得意，简直太爽了。然而，等等，你那个方法倒是不错，不过注意看小叔子想要用假离婚来证，不料被大嫂反手告上法庭。回村的路上还遭遇抢劫，歹徒发现他们身无分文，气不过把他们打了个遍体鳞伤。金疮药早就被我给用完了，你要是想用，就得去孙郎中那里买。不过你现在1分钱都没有，我看你咋买？王福，你别忘了，你和我现在还是2口子，你得罪了我，你也别想好过。咋？你身上是有啥本事，还是啥让我能图到的东西？郭秀琴，别太看得起你自己了。王福，你有2只手的时候，连饭都做不了，
现在就剩下一只手了，更是啥都做不了。没有我，你就等着饿鼠吧。你以为你拿到的是我全部的私房钱吗？告诉你吧，我郭秀琴早就做好准备了，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地方藏着我的私房钱。你藏到啥地方去了？你藏了多少？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王福，你就好好看着，我郭秀琴是咋把自己身上的伤给养好的。至于你，要么你就让你那酒鬼爹给你养着，要么你就自己照顾自己。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把你顾好。郭秀琴说完，转身走了出去。王福想着郭秀琴是不是去拿私房钱去了，赶紧跟了上去。但是郭秀琴前脚出门，后脚就从外面把门锁上了。郭秀琴，你给我开门！你自己想法子出来吧。难道他是把私房钱给藏在厨房里面啊？不行，我得过去看看。那也不行啊，郭秀琴肯定怕我发现，把钱全部都拿出来了，指不定是换了个地方藏了。王大山从外面提着酒回来了。爹，你赶紧把门给我弄开！你咋把自己锁进去了？是郭秀琴那个奸人干的。爹，我们都被他给骗了。他私底下藏了不少私房钱，就在厨房里面。你把门给我弄开，我要赶紧去看看厨房。王大山赶紧拿了一个锄头过来，用力把锁给砸断了。王福跑到了厨房，东找西找，愣是没有找到半点钱。咋样，找着了吗？没有，这个奸人太能装了。对了，他现在肯定去了孙郎中那里开金疮药去了。等他回来以后，我就把金疮药给拿过来用。正说着，郭秀琴回来了。金疮药在哪里？咋，你想蹭啊？郭秀琴，你藏的私房钱也是我家的钱，你买的东西我有资格用。哎呀，那还真是不巧了。我买金疮药的时候，故意买的我今天能用的分量，明天的我明天再去买。相公，我也很想帮你啊，但是没办法，爱莫能助啊。略。郭秀琴故意挑衅。郭秀琴，你真调皮！王福气得抬起手准备一个巴掌打过去，却被郭秀琴一脚踹在了地上。王福，我警告你，别惹我，现在的我可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你到底藏了多少私房钱？这个我怎么可能告诉你呢？蠢货，你永远别想知道。王福，你也别在这里气呼呼的。藏私房钱这种事情，谁都干过，我就不信你没有藏私房钱。你现在把私房钱拿出来，去买金疮药，还能给你治伤。你要是这个时候不舍得，那你就等数吧。郭秀琴翻了个白眼，走进了里屋。儿子，给我点钱，我要买酒喝。王福本来就一肚子气，老东西，我哪有钱给你？王福，你是我儿子，儿子给老子花钱，天经地义。你这个不孝道的东西，看我今天咋收拾你！王大山气得拿起鞭就冲着王福身上砸。你咋也学了这一招了？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没用的儿子，我就不应该把你生下来。一开始把你卖了，还能换点钱，那你还不如去卖陈小草的丫头片子。王福这话倒是提醒了王大山。对呀，陈小草的2个丫头片子，我咋忘了呢？这2个丫头片子可是陈小草的心头宝，要是把他们2个给卖了，那陈小草不得气数。对呀，这2个女娃要是没了，陈小草可就没了活下去的念头了，活生生就被气数了。对，王福，你赶紧想个办法，看咋样能把他的2个女儿给卖给人牙子。然而这话正好被崔大妮的女儿赵甜甜给听到了。陈姨，甜甜，怎么了？我刚才偷偷听到王福说要把锦鲤和珍珠给卖给人牙子，这2个不是人的东西，竟然要干出这等肮脏的事情出来。甜甜，多谢你提醒我。陈姨，你这2天可要保护好珍珠和锦鲤，千万别被王福和王大山给得逞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保护好2个孩子的。赵甜甜离开后，陈小草眯起了眼睛。这王福和王大山想要卖我女儿，那我就把他们2个给卖掉。不过一个酒鬼，一个缺了手的，人牙子也看不上，也不是那么好卖掉的。王大山既然这么喜欢喝酒，那我就给他的酒里面加点好东西。王大山一边吃花生米一边盘算着计划。那2个丫头片子长得那么水灵，一定能卖出一个好价钱。陈小草，你到时候就在家里面哭吧，就算你在镇上卖小吃能赚了钱又咋样？没了主心骨，你也活不下去。王大山看了看花生米，这么快就吃完了，我再去厨房弄点。王大山起身去了厨房。陈小草听到了更是毫不犹豫，趁着这个机会把半瓶子医用酒精给加进了王大山的酒里面。也不知道这老东西能不能喝出问题，他要是觉得这酒有问题，我就用别的办法弄熟他。王大山回来后，把花生米放在了桌子上，开始吃了起来，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端到嘴边以后，王大山闻出了不对劲。奇怪了，今天这酒咋闻起来比平时更香了，更烈了，上头得劲儿。王大山一口就把酒喝了下去。啊，果然是好酒。注意看，男人想拐卖大嫂的闺女，不料大嫂给他的酒里掺了点酒精。很好，这酒精喝下去，你非属不可。敢卖我女儿，我就要你的命。啊，果然是好酒，得劲儿。王大山贪恋酒的味道，一杯一杯的又喝了起来。陈小草，快，王家出人命了！啊，咋回事？谁出事？好像是王大山喝酒喝熟了，赶紧过去看看。
爹呀，爹，你咋就这么走掉了？我还没有好好孝顺你呀，爹呀！爹，娘走了，你也走了，我以后可咋活呀？这哭丧的好戏可真是演得好啊！一个村子里面的，谁不知道谁啊？这两个人哭的也太假了。可不是，王福和郭秀琴可不是笑道的，这会儿哭的跟真的一样，还真把咱们当成傻子一样糊弄了。你信不信王福这会哭的这么难过，但是回头一口好的棺材都不给他爹买？那肯定，他现在连金疮药都买不起，哪里能得了棺材？说不定他早就盼着王大山赎了，这样东屋也就是他们的了。可不是吗？回头说不定就卖掉了。谁买啊？不嫌晦气吗？行了，人已经没了，准备办后事吧。今儿这事也正好给大家提个醒了，村子里面爱喝酒的，平常也注意点，少喝点酒行了，别喝那么多。要是家里的顶梁柱，那更别喝多了。村长，我是很想给我爹办后事，但是我这一身伤，连金疮药也买不起，哪里还有钱给我爹办后事啊？不如让村子里面的人凑一下，给我爹办后事。王福，你这算盘打的也太大了吧？就是，你爹属了，你让我们出钱给你爹办丧事。哦，这爹是我们的。我可不管，我家没钱。我家也没钱，我家更没有钱。王福本想打村子里的主意，没想到大家都这么不近人情。村长，陈小草在镇上开小吃店，赚了不少钱，让他给我爹办个风光点的后事，肯定是能拿出来的。再说了，我爹好歹也是他的大伯，我好歹也是他的堂兄，他身为一个侄女，难道不应该给我爹办后事吗？王福，你也太不要脸了！你爹属了，你这个当儿子的不给你爹办后事，却让人家陈小草一个女人给办，就是太恶心了。那王大山生你这个儿子是干啥吃的？真不像一个男人，我看你不像是断了手的，你倒像是一个断了命根子的。王福可不在乎村民怎么评价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道德绑架陈小草。村长，你劝一下陈小草，好歹是亲人一场。我不劝，陈小草已经和王家分家了，那么他就不是你家的亲人了。你也别想着攀上这门亲戚，指望陈小草给你家出钱。你口口声声说是亲人，但是郭秀琴却故意去陷害他，有这样的亲人吗？看人家赚钱眼红，就要把人家的生意给搅黄了，还要讹人钱。陈小草这会儿要是帮你家，那陈小草就是存货。村长说的对，我已经和王家分家了，王家的任何人都是外人，我没有这个义务去帮助王大山办后事。不过我记得王家现在也不是身无分文吧？我爹还看见郭秀琴去了山上，在一棵树下面埋了什么东西。不会吧，埋私房钱的事情竟然被陈小草给看见了？啥东西？我啥也没有埋。陈小草，你不要在这里无事生非。是吗？那或许是我眼花了呢。事实上，母狼已经把郭秀琴埋下去的钱给挖出来给了陈小草了。不会真的是埋了什么东西了吧？没有。那你去山上干啥？没干啥，我就是想着看看能不能挖点山货出来。你都伤成这个样子了，哪里还有力气挖山货？我看肯定是干啥见不得人的事情去了。好了，王福、郭秀琴、王大山的后事，你们还是尽快办了吧。村长，我实在是没有钱，要是真给我爹办后事，也只能用个草席裹上然后埋了。王福，你家也不是穷到揭不开锅吧？这后事咋就弄成这样子了？村长，真不是我不给我爹办，实在是家里太难了呀。这不是还有房子和地吗？房子我还要住，地还要种。拉倒吧你！李家地里面现在全部都是杂草，庄稼都被旱薯了，你种个屁呀！那我租出去。我家有1亩地，一年也能租个100块，你们谁租？我倒是愿意租，不过这个租金100块我觉得贵了。况且福天过去以后，这地里可就不能种什么蔬菜了。你想多少钱租？10块。10块就想租我家1亩地，你租吗？是吗？那算了，就让你家的地在那里荒废着吧。你已经不能下地干活了，我身子也伤了，倒不如把家里的地给租出去算了。10块钱就想租我的地，那也太亏了。我家的情况大家也知道了，这地我们是种不了，那倒不如这样，这地我们要往出租，但是这价格嘛，我们也不想太亏了。我决定拍卖，就按照县城里拍卖行的规矩来，3个人起拍，起拍价是10块钱，每次往上叫价都至少得加10块。村长，你说咋样？大家觉得行吗？村民们点点头。那愿意参加拍卖的就往前走。陈小草、崔大妮、李狗正走了上来。我在县城里看别人拍卖东西的时候，有人叫了价，后面的人就往上叫价，到了最后价格会越来越高，搞不好最后真的以100块租出去了。上集说的国公喝酒经熟了，小叔子无钱办后事，只得竞拍土地的使用权。好，那现在开始开拍，起拍价格10块钱，谁先叫？我出10块。陈小草出10块钱，继续往上叫。郭秀琴想象当中，大家都会为了拍下这1亩地开始往上叫价，但是没想到，你们咋不继续往上叫价了？因为我没钱了。再多的钱我就拿不出来了，这也就不能往上叫价了。我这地不拍卖了。咋？
郭秀琴，你玩不起啊！就是明明人家陈小草拍下来了，你却说不给了，这是啥道理？人家县城里弄拍卖的时候，最后拍下来的人肯定是能拿到东西的。你们是串通好的？我们咋串通了？这拍卖是你涂颜要弄的，我们这也不会提前知道你要拍卖。就是刚才你说要拍卖的时候，我们可啥都没说就参加拍卖了，我们咋串通嘛？那也不能真的成交价就是起拍价啊！郭秀琴，你想把地给租出高价格，也得看看自己的斤两。村长是这场拍卖的见证人，你要是不肯按照拍卖价格把土地给我，那就别怪我把这件事情给闹到法院。咋地？牢饭没吃够？郭秀琴被陈小草这话给吓到了，之前坐牢的事情给了他不小的阴影。郭秀琴，拍卖是你发起的，起拍价也是你定好的，现在陈小草拍下了这片地，你却说不给人家了，这很明显不行。村长，你不会是故意偏袒吧？是不是故意偏袒？到了法院上面也就知道了。你想去，那么大家都可以一块去，给陈小草做证明。就是，我们都去给陈小草做证明。比上公堂，不就是把这片地租给陈小草吗？行，我租。光是口头上说可不行，白纸黑字的写清楚租赁协议，1年10块钱。写就写。当着村长的面，两个人签订了租赁协议。陈小草，明年这片的肯定不租给你了。郭秀琴，你得活到明天才行啊！你啥意思？你咒我数？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懂医术。难道他看出了我活不了多久了？不可能，我身子一直挺好的，不可能说数就数了。签订好协议后，陈小草去了王大山家的地里面，因为家里没人管这片地，导致这片地现在长满了杂草。开始干活。陈小草，我来帮你。我也来帮你。小草，你是想在这片地上面种西红柿吗？对，家里还有不少种子，我这几天正发愁去哪里开垦出一片地来种。这王福家的地正好可以用，种下这么一大片，秋天肯定会有很大的收获的。但是小草，你种这么多，肯定吃不了。你是想拉到镇上去卖吗？要卖一些，但是也会留下一些。这些西红柿到了冬天有很大的作用。好了，先把这片地给弄出来吧。这一片的陈小草就这么白拿了？不行，我不能让他真的把地给种出来，得想个法子。有了，等秋收的时候，我就过来摘菜。陈小草要是不准我摘，我就一把火给烧了。小草，其实拍下的片地也是个麻烦，就郭秀琴和王府那个样子，肯定不会就这么让你种下去的，指不定到时候要弄出点啥，让你不好过。他们也就那点本事了，我有租赁协议在，不管他们怎么折腾，我都有把保护好我自己的东西。对了，山上的水渠修的怎么样了？就快弄好了，大家也想早点把山上的水也引下来，这马上就要到中伏了，正是一年里面最热的时候。有了水，庄稼就能长好。是啊，这梨花村听说了我们找到水源修建水渠的事儿，正被地里说我们是一群傻子，说我们把水引下来以后，他们就能白白挣了便宜了。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他们哪里知道，咱们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了。就是等大旱来的时候，梨花村就知道高兴早了。又过了3天，就水渠全部都挖开了，每家每户都把竹竿连接到了自家地里面。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村长，这最重要的一环就交给你了。对，村长，我们现在可都等不及了。好，那我就来把这最重要的一环给做了。村长把堵住水的大石头用力给敲开，哗啦啦，水从山洞里面顺着竹竿从山坡上奔腾而下。太好了，我们成功了！这个旱季根本不会再缺水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下再也不用辛苦的去河里面挑水来浇地了。接下来3天，天气越来越炎热，桃花村一直都不缺水用，但是梨花村可就狗急跳墙了。这河水要是干了，咱们可咋办？就是，眼看着过1个月就是秋收的时候了，可不能像是去年一样又缺水用了。那还能咋办？老天不下雨。是不是桃花村把水源给截断了？他们把水都引流到他们地里面去了。我刚从桃花村过来，他们就没用河里面的水。我看到每家每户的地里面都有一根竹竿，那竹竿连到山上去了，那水就像是用不完似的，从竹竿里面一直往外流。听说以前桃花村在山上找到了新的水源，就没再怕过旱季。但是那场地震以后，水源就没了。我听村民说，陈小草把那个消失的水源找到了，还找到了以前挖的旧水渠，把山上的水全部都给引下来了。那要是引下来了，河就不应该干旱啊？为啥河水还少了？桃花村的人把水都引到他们家地里面去了，根本没弄到河里面。他们倒是好糊了，咱们一点光都没沾上。那他们要是浇够了呢？那水也不往河里面引吗？他们浇够了以后，就把竹竿给堵住了，那水就下不来了。啥玩意？这桃花村的人可真是不地道，好事都自己想了，知不知道见者有份？咱们让村长找他们去，他们凭啥把水源给堵住？村长会帮咱们？有啥不能帮的？他要是做不到，咱就把这村长给撤了。上集说到，梨花村的人像坐享其成拿桃花村的水源，纷纷要闹事，众人气势汹汹去找谢玉。
我们4没有资格要求桃花村的人把水源和我们分享的，毕竟我们梨花村可是没有出力，凭啥人家辛苦弄出来的水要让我们分享？村长，这你就不懂了，那他们桃花村也没有让我们出力呀。就是他们要是找到我们让我们一块干，我们一定去干的。你们这个村子里面的人都是好吃懒做的家伙。村长，你好像也是这个村的吧？村长，你赶紧去桃花村，我们家里的地再不浇水，可就要旱死了。谢玉知道，他要是不去，村民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梨花村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跟着谢玉来到了江茂文家。我说谢村长，你们这是想坐享其成啊？就是啊，这水源和以前挖的水渠是陈小草找到的，新水渠是我们村长带领我们修出来的。凭啥我们辛辛苦苦劳动了快1个月，你们梨花村的人啥也没干，就想着分一杯羹来了？反正我们不同意。梨花村的村民们不甘心说道：你们凭啥不同意？你们说了又不算，村长说了算。我做决定之前也要问一下我们村民们的意见的，况且这件事陈小草是占了头功的，我就算是要求村民们把水源和附近的村庄分享，也要问一下陈小草的意见的。陈小草算个屁啊，他一个寡妇能干了啥？陈富贵，你这话啥意思？要不是陈小草，我们压根找不到水源，这个旱季我们都会遭殃。就是在你眼里，陈小草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寡妇，但是在我们桃花村眼里，她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副村长。对，我觉得就应该让陈小草来当这个副村长。这不是说水源的事情吗？怎么扯到副村长上面了？就冲着你们对陈小草这个态度，我们也不可能把水源和你们共享的。就是你们要是有本事，就像是陈小草一样，在梨花村的山上也找一个水源，把水从山上给引下来浇地，别想着蹭我们的。反正我们肯定是不会同意的。陈小草就是走了狗屎运，要不然他根本找不到水源的。哎呦，人家陈小草就是运气好找到了水源，你有本事走个狗屎运呢？就你这腿，从梨花村走过来都哆嗦，还咋爬到山上去找水源？也不怕从山上滚下来摔成一坨狗屎？你是受了陈小草啥好处，这么给他说话？关你屁事！反正陈小草我们肯定都护着，这找到的水源我们也都护着，就是不给你们梨花村的人。村长，你看梨花村桃花村的人，一个个都是得理不饶人，没理还要狡辩3分，我们有道理，凭啥要让着你们？这水源确实是人家桃花村的人找到的，其他村子的人想要就得付出点啥。谢玉说的对，你们梨花村的人想用水源也可以，但是你们要支付给我们梨花村干活的人报酬。这样算下来，我们桃花村的人出力气了，你们出钱了，那水源大家就可以一起用了。对，就应该这样。陈小草说的有道理，我们桃花村也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人，只要梨花村的人把应该支付的工钱给了我们桃花村出过力的人，就可以用水源了。那这工钱大家怎么算？按照现在的工钱，一天就是5块钱。桃花村的人一共干了30天，按照登记册上的名字，一个人就是150。梨花村的人一听这个工钱数字不干了，啥？一个人就要拿走150，这也太多了！你们桃花村这不是讹人吗？就是哪有这么贵的？这纯粹是细作地起价，想着水源在你们手里面捏着，就拿捏我们呢。你们可以去县城里面打听一下，工人是不是这个价格？我刚才说的价格可没多要，桃花村也不是狮子大开口的。对，我那人前段时间在县里做长工，一天就是5块，咋到了你们梨花村呢？就觉得多了。我看是你们诚心不想给钱，还是想占我们便宜？不想给我们钱，还想白占我们的水源，可没这种好事。对，村长，大不了之前咱们桃花村不要了，这水源咱们也不和他们一块用了，咱们就留着自己用，让梨花村的蔬菜全部都被旱死。对，不争馒头争口气，梨花村就安好心。桃花村的村民们什么想法，你们也看到了，我已经给了你们方法了，是你们自己觉得不行，那我也就没别的法子了，行吧？眼看江茂文开始赶人了，梨花村的村民们着急了。梨花村的人比桃花村的人多，真要分摊下来，每家应该也不至于真的要支付150钱，我看差不多50块就够了，用50块来换水源也不是不行，毕竟秋收更加重要，大家还是按照桃花村的要求来办吧。村长，你可不能听他们的，他们这就是狮子大开口，50块也是钱啊，凭啥说给就给了？就凭你要用人家的水源，陈富贵，你是不是想着1分钱都不出，就白白用人家的水源？村长，我可没说1分钱都不出啊，我这不是打算出1分钱吗？哟，陈富贵，你可真是大方啊！1分钱就想用那么大的水源，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告诉你，少1分钱都不行。陈小草，你别忘了，你是我生来的，没有老子，还没有你了。呸！陈富贵，我早就和你断亲了，你莫挨老子！好了，你们2个别吵了，大家刚才也看到桃花村的人是啥态度了，
你们要是真想交地，就老老实实的往头拿钱。我回去算一下，每家每户应该分摊多少。不用算了，我都给你们算好了，按照2个村庄的人口数量算下来，梨花村的每家每户要分摊的钱是10块。当然，你们要是对这个数字有疑问，可以回去慢慢算。大家听到了，每家每户拿10块钱出来，就可以解决这次旱情了。我就是不出，我就不信了。这水源是山上来的，那就是共同的。桃花村的人凭啥要霸占了？村长，我们干脆去找周警官，让周警官来主持公道。当即，为白嫖桃花村的水源，梨花村的村民组团去桃花村闹事，还叫来了周警官。周警官，恐怕我们梨花村没有一个好收成了。那陈小草怂恿桃花村的村民们霸占了水源，那水本来是要从山上流到河里面去的，但是却被桃花村给堵住了，水流不下去，我们梨花村的庄稼的可就要旱死了。周警官，这水源的确是陈小草找到的，但是那水源是在一个很深的山洞里面，我们要把水源给引出来，就要去挖山洞，我们足足挖了快半个月，才把山洞给挖开，但是没有水渠能把山洞里的水给引下来，我们又开始修水渠。陈小草找到了以前老村长带领村民们挖出来的水渠，我们把新旧水渠给接上了，这才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把山上的水给引下来了。本来吧，我们也没想霸占了这水源，但是我们桃花村的村民们毕竟付出了不少劳动，这要是白白给梨花村来用，我也不能不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我们合计了一下，梨花村出钱，我们出力气，只要梨花村每家每户出10块钱，给我们桃花村付出劳动的村民们，这水源我们也就让流下去了。但是梨花村的村民们不肯啊。有这回事吗？周警官，他们这是狮子大开口，哪有这么高的工钱？这不是趁火打劫吗？这工钱没什么问题，这县城里面的工人干活也是这个价格，咋到了你们这边就变成狮子大开口了？周警官，你可不能帮着他们说话啊，他们不就是出了点力气吗？再说了，这水渠也不全是他们修成的，这不是还有以前的老村民的功劳吗？以前的老村民也是现在村民们的祖宗，这工钱给了人家的后人，人家也乐意，你有什么不乐意的？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归根到底就是梨花村的村民们，你们觉得给桃花村的村民们工钱委屈了是吧？梨花村的村民们连连点头。那你们的意思就是想白白用人家桃花村的水源，或者说是想支付更少的工钱来享受到最大的利益？对啊，那咋了？你们好大的算盘，这是把桃花村全部都给算进去了。水源虽然是公家的，但是公家修建东西是需要一起出钱出力的，人家出了力，你们理应出钱，凭啥你们坐享其成？这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周警官，不是我们非要这样，实在是家里有困难啊，真的是拿不出钱来，要是少一点。江村长，谢村长，我现在倒是有一个建议，我看梨花村也不是所有人都来了，也有可能有些人是愿意给你们这个工钱的，要是有人愿意给工钱，你们愿意让人家用水吗？2个村子也不过就是隔了一条线，谁家愿意付工钱，就能用竹竿把水给接过去，到时候浇地也方便。行，谢村长，那你就发话下去，愿意出这10块钱，谁就能接上桃花村家的水。我愿意。从刚才开始，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江村长，是不是我拿出10块钱就可以接竹竿了？是。孙强立刻把10块钱拿了出来。我记得你家和我们村子就隔了1米远，正好可以就近接水，就不用准备那么多竹竿了。行。孙强，你可真是一个没有出息啊！你要是和我们联合起来，和桃花村死磕到底，就可以1分钱都不用出，拿到水源了。我看你就钱多烧得慌。陈小草啥性格，我现在清楚得很，他绝对不会白白给人东西，尤其是这件事情还牵扯到了整个桃花村村民，就算陈小草愿意，其他村民也不一定愿意的。陈小草凭啥为了梨花村得罪了整个桃花村的村民？他脑子又没病。是啊，现在的陈小草可不是以前那么好被算计的一个人了。对，从陈小草敢和王家分家，敢和陈家断亲，就能看得出来，陈小草现在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要是没有情分，陈小草是会算计得很清楚的，一点亏都不愿意吃的。对啊，用水这件事情，陈小草肯定不会让自己和桃花村的村民们吃亏的。我们就算真的和桃花村死磕到底，恐怕最后倒霉的还是我们。水源没有拿到，庄稼地也会旱死的，还不如就把这个钱给出了，庄稼地就有救了。你们不会真以为这是一个旱季吧？万一明天就下雨了呢？这个钱不是就白花了吗？那可是10块钱，你们累死累活1个月的工钱啊，就这么便宜了别人了。这要是真不下雨，这个钱才算花得值。大陈富贵，你凭啥认为明天就会下雨？明天要是不下雨，你是不是要负责任？反正我是不会出这个钱的，你们谁愿意出谁出。不过明天要是真下雨了，就别怪我今天没有提醒过你们。懒得理你，反正我现在是交上水了，明天就算是下雨了，这个亏我也认了。但是明天要是不下雨，今天这个钱我就花得太对了。孙强说着去地里面忙碌去了。要不咱们也去找桃花村说一说，给人家钱，早点把庄稼给浇上水。咱们这就是在赌，这事儿还真没法说。反正我觉得还是早点交上的好。对，万一明天不下雨，
我真怕我家的庄稼旱死了。我算了一下，秋收的时候，这庄稼加起来肯定超过4块钱了，这可不是省钱的时候，还是赶紧花钱办事吧。你们就去吧，要是后面下了雨，有的是你们后悔的时候。反正我不去，这种冤枉钱我才不会花出去。第二天，陈富贵早早起来，盯着天，从早晨6点开始，天空就没有一片乌云，更别说下雨了。不会真不下雨吧？庄稼都黄了。哎呦喂，前几天干旱的实在太厉害了，这水至少得连着浇3天。你浇那么多水，不怕浇死了？陈富贵，我看你家地里面的庄稼都发黄了，你就不怕旱死了吗？我不怕，肯定会下雨的。陈富贵，要是不下，你家今年秋天可就啥都没了。我劝你还是赶紧给钱吧，已经有好几家后悔了，这会儿跑去桃花村给钱去了。什么？这帮没出息的就这么妥协了？不妥协还能咋样？难道让庄稼旱死吗？那今年秋天和冬天吃啥？还真让他们给交上了。我现在咋办？也花钱吗？不行不行，绝对不能让陈小草赚到我的钱。但是地里面的庄稼咋办？这样下去真的要旱死了。孙强，我家这情况你也知道，你看你能不能把这水给弄到我家地里面一点，让我家也把水给交上？陈富贵，这不合适吧？我家花了钱弄来的水，你想白白拿去给你家浇地？你们刚才听到了吧？陈富贵想让孙强花钱买的水给他家用，这种不要脸的事情，陈富贵还真能做得出来。我说陈富贵咋一直不愿意花钱买水，感情在这里等着呢？啧，这不就是白占人家便宜吗？他从孙强这里借不到，会不会从咱这里借啊？我可不借，我那10块钱也不是当风刮来的，凭啥给他用了？孙强，你看，要不这样，你不是花了10块钱买的水吗？我也不白白用你家的，我给你5块钱咋样？算下来，你只出了1半的钱，就用到了桃花村的水源了，你也不亏啊。陈富贵，搞了半天，你算计这个呢？就算是算计，你也不亏啊，你也想把花出去的钱给弄回来吧？陈富贵，这个可不行。桃花村的村民们要是知道我们这样算计他们的水源，说不定就把水源给断掉了。陈富贵，不是我不和你合作，是这样算计人家，到头来会把我自己也算计进去的。不行就不行，说那么多干嘛？陈富贵气呼呼的一拐一拐走到一边。就在这个时候，王川走了过来。陈富贵，刚才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你是想5块钱来买水吧？不，走，王川，你乐意和我合作？但是陈富贵，这事儿不能明面上来干，你刚才那个法子我还真同意。这样吧，今天晚上天黑以后，你给我5块钱，我偷偷把竹竿弄到你家地里面，然后把水给浇到你家，你觉得咋样？这个主意不错，王川，你可真是聪明，比孙强要聪明多了。这村里的人一个比一个没脑子。那我们就说好了，今天晚上3更天，你给我钱，我给你水。呼，陈小草，你想算计我的钱，我偏偏不让你算计到，我就是有本事能花最少的钱拿到水源，我看你能拿我怎么办？上集说到，陈富贵不想给钱，和王川密谋偷水用。到了3更天，陈富贵和王川2个人在田地里面汇合了。陈富贵给了2块钱，王川开始挪竹竿。哟，这是在干嘛啊？突然之间，2个人听到了陈小草的声音，回头一看，陈小草和公狼、母狼、小虎一家3口站在一起，死死地盯着他们。陈小草，你在这干啥？我干啥？我当然是看你们2个狼狈为奸呗。陈富贵，可真有你的呀，竟然能想到这个法子来算计我们桃花村的水源。你想用5块钱的价格来用我们的水，没那么简单。陈小草，狼狈为奸的好像是你吧？你身后还有狼，嗨，你看见又咋样？你可是一个人来这里的，谁会相信你说的话？我大不了明天说，我也不知道我家地里为啥突然被浇水了，我看别人能咋样？是吗？谢村长，你听到了？陈富贵，你可真有本事了，竟然这样算计桃花村。桃花村本来对梨花村用水的事情就有很大的意见，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们给钱就给水用，你倒好，把这个规则给破坏了。要是全村的人都按照你这个法子来算计桃花村，就算给钱，桃花村也不给水了。没错，这件事情我们江村长一定有打算了。陈富贵、王川，你们这样算计我们桃花村，这水源肯定是不能给你们用了。王川，这10块钱我们还给你，这竹竿我们就要撤掉了。别，江村长，我这庄稼也快要旱暑了，要是没有水，就没收成了。村长，王川多少用了我们桃花村点水，这钱不能全部都还给他，至少也要扣掉1块钱。对，是这个道理。别，江村长，这钱我都给了，你们别为难我呀。是你在为难我们桃花村，不是我们在为难你。江茂文把钱扔到了田边，这钱还给你，竹竿我们要撤掉。王川立刻伸出手准备护着，但是公狼突然跳了出来，龇牙咧嘴地盯着王川。王川被公狼吓了一跳。陈富贵，你用这种阴险的方法来用水，全村肯定会知道的。也好，让其他村民们好好想一想这个事儿，看谁以后还敢这么算计桃花村。别啊，谢村长，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我家现在这情况你也知道，根本拿不出啥钱出来，我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啊。
陈富贵，你从前从我手里抠了那么多钱，怎么可能10块钱都没有？我看是你故意哭穷，想算计别人，占了别人便宜。家里到底有没有钱？公狼去闻一下就知道了。真没有。不过你们不能去我家。陈小草可不会在这种时候去陈富贵家，给陈富贵留下什么把柄。现在要做的事情，还是把陈富贵的事情给曝光。第二天，有村民们来到地里面以后，看到了陈富贵家的庄稼地，是的有些纳闷。奇怪了，这陈富贵家也没有买水，这地里怎么还浇上水了？不会是大半夜的时候偷了别人家的水来用吧？这种事儿，陈富贵还真干得出来。偷了孙强家的吗？我家地里面有大黄狗守着，陈富贵就是想要偷，也不敢。大家先听我说，昨天晚上，陈富贵和王川2个人勾结，陈富贵想用5块钱买王川家的水来用，结果被陈小草给发现了。现在桃花村已经把王川的钱给退回来了，就算是王川给钱，也不会给王川用水了。这个事情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教训，我也希望你们都老实点，都不要想什么歪主意，想要用桃花村的水就光明正大的去买，别打什么算盘。你们以为你们那点算盘能逃过桃花村的村民们的眼睛吗？人家看得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一下子就知道了。好好买水，还能让庄稼吃上水，别等着今年秋收的时候没粮食，后悔啥也没干。好了，我就说这些，剩下的你们好好想一想吧。这陈富贵可真是长本事了，竟然能想到这个法子来偷水用。这不是昨天他和孙强商量以后，人家孙强不同意吗？倒是别王川给惦记上了，结果呢，偷鸡不成蚀把米。幸好人家孙强想得明白，没有答应，不然现在就和王川一样，就算是给钱也拿不到水源了。今天这天气看样子也不像是会下雨了，地里面的庄稼也全部都要旱熟了。你们这帮人可真是不团结，竟然真的给了钱了。不过这地要是再不交，真的要旱熟了吧？陈富贵，你不会真打算就这样等着老天爷下雨吧？这可是2天了都没下雨，你就不怕半个月都不下雨吗？这河里面可没多少水了，哪里够你用的？这竹竿还真好用，只要把缺口给打开，那水就一直往出流啊流，这比以前咱们的浇水方法可省事多了。是了，还省得咱们辛辛苦苦去河里面挑水呢，这下可好了，节省了咱们不少体力。陈小草可真是桃花村的福星，找到了水源，还弄下了水渠，咱们梨花村也跟着沾光了。虽然说花了点钱，但是这10块钱换咱们后代子孙浇水都省事，也不怕遇见旱季了，这多好啊！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真后悔没有早一点把这个钱给花出去，不然咱们这地里面的庄稼长得可就更好了。这陈富贵的话可真是不能听，他还说咱们数科到底就能拿到水，结果呢，人家桃花村的人硬气多了，真跟他们数科到底，最后庄稼全部都旱熟了。你们这帮东西，看见水就像是看见祖宗一样，真是没出息。对我们庄稼人来说，水就是祖宗，没有水，这庄稼可咋种了？陈富贵，你是眼红我们都有水了，庄稼都能长好了，不高兴了吧？你还是赶紧去找江分长，让人家把水卖给你吧。再过2天，你这庄稼就全部都要旱熟了。我不用你们管。老头子，咱们还是去买水吧，再不买，今年收成可就没了。那可是10块钱，这个钱不花也得花了，咱就当是为了孙子，以后孙子也要种地的，有个一直能浇水的地方，这不好吗？谁说我的孙子要做个庄稼汉了？我的孙子以后要当官的。陈富贵，你想让孙子当官的前提是你得有孙子，你有孙子吗？你家现在连媳妇都没了，咋生孙子？陈金生是越想越气，本来还指望陈小草以后给他出聘礼的，现在好了，连浇地的水都不给。老僧，你现在就去桃花村买水过来。爹，不是我不肯去，是我手里面没有钱了，上次给你和娘治病，我就啥都没有了。你这个没用的东西，10块钱都没有，老婆子要不把你拿去当鹅，换点银子回来。注意看，男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自己老伴说出如此虎狼之词。你这个没用的东西，10块钱都没有，老婆子要不把你给当了，换点钱回来。老头子，这可使不得，买卖妇女犯法。再说了，我这个年纪谁要啊？你知道你这属德行，你还不把你那银镯子卖了，留着顾你啊？这镯子是我让陈小草给我买的，我可舍不得。舍不得也得舍得，你想让庄稼都旱熟吗？这都快天黑了，你娘咋还不回来？那银镯子也没那么难卖吧？爹，娘回来了，你赶紧拿上钱去桃花村买水。别提了，钱没了。咋能来？你不是拿去卖了吗？是卖了300块钱，但是回来的路上被人打晕，钱也被抢走了。那您赶紧报警啊！报了，但是没有线索，劫匪找不到，钱也没找回来。那现在咋办？还能咋办？没钱就不能买水，只能想别的办法了。郭金花，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连钱都守不住，现在买不到水，地里的庄稼咋办？我能知道咋办？你自己想办法去，我屁股疼得不行，我要回去养着。爹，家里没有能卖的东西了吗？
就这个房子何地能卖？卖了就没住的地方。要不你去县城里做几天长工，赚点钱回来。哪有做几天长工就能赚到10块钱的？照您说的这个价格，那每家得给桃花村至少100块了。我陈富贵咋能生出你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别人家的儿子都能做了家里的顶梁柱，你这一天天的啥也帮不上，我还能指望你干啥？你可以指望陈小草啊，以前不就是指望他给家里钱给你养老吗？废话，他要是能指望上，我还要你干啥？陈富贵，你家也不是啥也没有了吧？我记得你家不是有一个传家宝吗？还是个翡翠镯子，那镯子能卖不少钱吧？这不行，这翡翠镯子是要给我孙子的。你家媳妇都没了，还惦记孙子呢？爹，现在还是得想办法弄钱，没有钱，咱们家今年秋天就没有收成了，冬天全家都得饿肚子，到时候还是得卖了翡翠，反正早晚都是个买，还不如现在就卖了，还能保证今年能有收成，冬天还能有存粮。不行，这翡翠镯子是家里唯一一个值钱的东西了，说啥都不能卖掉。那您今年冬天就等着饿肚子吧，大不了咱们全家都要饭去，最后要到陈小草家门口，陈小草肯定会把我们全部都赶出去的。这话让陈富贵破防了，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去要饭，更没有想到会要到陈小草家门口，还要被亲生女儿给赶出去。行，卖掉就卖掉，这一次你拿到县城里面去卖，路上小心点，别像你娘一样东西丢了。这翡翠镯子要是没了，我们家可就没指望了，到时候就只能把我和你娘的棺材本拿出来了。行，您就放心交给我吧，现在天快黑了，今天肯定赶不上了，我明天就去县城里面。这话让路过的桃花村村民听见了，很快就散播了出去。这镯子我以前找人看过，至少能卖1000块，你可一定要给我保管好了。放心，爹，我一定会小心的。太好了，有了这笔钱，别说能买水了，就是拿着娶媳妇，钱也是够的了。陈金生把翡翠镯子贴身放了起来，才安心睡了过去。陈小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陈富贵家又出事了。咋回事？昨儿陈富贵给了陈金生一个翡翠镯子，让他拿去县城里卖钱买水。结果你猜咋着？今儿早晨，陈金生一起床，翡翠镯子没了，不知道是哪个小贼干的。虽然说吧，这偷东西挺不地道的，但是这偷的是陈富贵家的东西，这个事情就有意思多了。哈哈哈！哎呦，那陈富贵家里现在肯定很热闹吧？可不是吗？听梨花村的村民们说，现在陈家都闹起来了，你不去看看？行，我过去瞅瞅。那可是1000块啊，就这么没了。老三，我就说你指望不上，镯子就在家里放着，你还能给丢了？那镯子本来就贴身放着的，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早晨起来就没了。不会是被故意昧下了吧？陈小草，你少血口喷人，我啥时候把镯子给昧下了？家里也没有贼进来翻东西的痕迹，镯子咋就没了？不会真是被你给昧下来了吧？爹，真不是我，不如我们报警吧，肯定是啥厉害的小偷进门了。这门锁看起来的确有撬过的痕迹，应该是有小偷进来过。看吧，爹，我就说不是我干的，我们赶紧报警。这门锁是撬过，你们就没有感觉到有人溜门撬锁吗？我睡着了，啥也没听见。按理来说，应该是能听见才对，该不会小偷用了迷烟吧？没错，没错，一定是用了迷烟。这该属的小偷竟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偷我家的东西。奇怪了，既然是来偷东西的，那么应该是留下了脚印什么的，但是房间里却没有外人的脚印，难道是一个武功高手，从一开始就没有落地？武功高手，该不会和昨天偷走过金花钱的是同一个人吧？警官，那人会不会下一步就要了我们的命了？警官，你一定要派人来保护我们。那有啥武功高手？这小偷不偷别人家的，只偷你家的，大概率是你们的仇家了。你们平常要是踏实做人，不和别人结仇，也不至于现在有这么大的麻烦。陈富贵被周警官骂了以后，不敢说话了。那警官，我们家的翡翠镯子还能找回来吗？现在还不能保证，毕竟啥线索都没有。不过这个案子我们会跟进的，要是能找到什么线索，能抓到贼人，东西还是能追回来的。那加起来一共是1300块钱啊，那可是我们全家的命根子啊！没了这钱，我们咋买水？今年秋收可咋办？周警官可没有什么心思听郭金花在这里哭丧，走完流程后就走了。几天后，很多人家的西红柿成熟了，众人尝过之后纷纷感慨：哎呀，早就惦记上这一口了，以前只能吃陈小草家的，现在终于能吃我们自家的了。这西红柿真好吃，不管是沾馒头还是炒面，都好吃。陈小草还真是有本事，有了这么多西红柿，咱们今年秋天一定有好收成。对了，陈小草说了，这西红柿熟了以后要赶紧吃了，不然就放坏掉了。但是这么多西红柿，这一时半会也吃不完，要不我们拿到集市上去卖，镇上的人都没见过西红柿，肯定好奇这是啥。这西红柿就像是黄瓜一样，生了也能吃，镇上的人吃了以后，说不定就买了。对，不光是镇上，还可以拿到县城里面去卖。这西红柿就我们桃花村才有，县里知道以后，说不定市里也就知道了，甚至可能京城也就知道了。对，陈小草可就算是立了很大的功劳了。第二天，就有人挑着西红柿去镇上卖了。一开始
看到红彤彤的西红柿，镇上的人还很好奇，这是柿子吗？还是桃子？这不是苹果，也不是桃子，这是我们桃花村新种出来的一种蔬菜，叫做西红柿，可以生吃，也可以炒熟了吃，味道酸酸甜甜的，可好吃了。西红柿，第一次听说这种蔬菜。这能吃吗？不会把人给吃坏吧？是啊，以前可从来没见过这种蔬菜。这西红柿是陈小草在山上发现的，但是当时只有一株。陈小草把结出来的西红柿提取出了种子，再经过不断选育，就这样从一株西红柿，最后我们整个桃花村大部分人都种上了。这2天我们天天吃西红柿，这地里面的西红柿是越来越多，我们想着也吃不完，就拿到镇上来卖了。既然是陈小草找到的，那肯定没有啥大问题。你们真的吃过了是吧？对，我们吃过了，和鸡蛋炒着吃是最好吃的。陈小草此时也走了过来，看到村民们在卖西红柿以后，就知道大家的心思了。陈小草来了，你们不信可以问问他。陈小草，这西红柿真的是你发现的？对，现在桃花村已经大片大片的种植了，西红柿已经成熟了不少。不过夏天天热，保存期比较短一些，大家可以买一些回去吃，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的。和你做的凉粉、面皮这些比较起来，味道咋样？这没有什么可比性，这是2种不同种类的吃的。我做的小吃是主食，这西红柿是蔬菜。不过西红柿可以用来炒面皮吃，可以做炒面吃。对了，大家既然对西红柿的味道很好奇，正好我那店里面的锅灶还烧着，我给大家做西红柿炒鸡蛋。如果大家喜欢吃，不如买点西红柿回去，能改善一下家里饭菜的口味，还能品尝到好吃的蔬菜，这可是一举两得事情。闻起来很香啊。是啊，这种炒菜的味道还是第一次闻到，也不知道味道咋样。这颜色看着真好，红黄相间的，一看就很有食欲了。大家感兴趣可以品尝。果不其然，尝过味道后，大伙连连赞叹：太好吃了吧！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炒菜。还真是，真的好吃。这西红柿炒鸡蛋吃起来有点酸，但是又不是酸的吃不下那种，尤其是和鸡蛋混合到一起吃，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原来这就是西红柿的味道啊，和黄瓜、豆角、茄子这些味道都不一样。听崔大妮说还能生吃，对吧？对，如果家里有条件，可以把西红柿切成块，然后和白糖拌到一起，那就像是一道甜点一样，酸甜酸甜的。是糖葫芦的味道吗？不是，和糖葫芦的味道不一样，但是没有人能拒绝了白糖拌西红柿的味道。正好我这里有点白糖，我给大家做一个白糖拌西红柿。好了，大家请尝尝这个味道。大家尝过之后，这就是白糖拌西红柿吗？好好吃，酸甜酸甜的，太好吃了吧？是很好吃啊，和西红柿炒鸡蛋比起来，是2种不同的感觉。美味，简直太美味了！没想到一个西红柿竟然有这样的做法。既然大家喜欢，倒不如买一些西红柿回去。的确应该买一些回去好好吃一吃。这西红柿咋卖啊？崔大妮倒是被难住了，她还真没想过这个价格应该怎么卖。小巧，这西红柿是你带着大家种出来的，你说应该卖多少钱一斤合适？我觉得按照黄瓜、豆角这些蔬菜的价格卖就行了，一斤6、7分钱就差不多了。行，我听你的。如果市场价格被抬高，那么普通百姓就会买不起，到那时这西红柿反而成为了有钱人家才能享受到的一种美食了，普通老百姓就吃不起了。这不是我想看到的，我希望看到的是倒是百姓们吃得饱，穿得暖，不会因为菜价飙升而吃不起菜了。后来啊，陈小草带领桃花村的村民通过种植农产品发家致富，大家推举他成为桃源镇的镇长，带领大家走向更好的生活。那妈妈，郭秀琴和老陈家后面怎么了？爹娘，我刚才听到了新消息，陈小草成功当上镇长了。刚才桃花村的村民们都在恭喜他。啥？镇长，他竟然被任命镇长了？咱们哥这是一点光都沾不上啊！是啊，陈小草要是没和我们断亲，我们肯定是能沾光的。哎，现在该咋办呢？要是能沾上陈小草的光，那该多好了。等等，老三，这事也不是没有办法。爹，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去博城，就说你是陈小草的哥哥。陈小草被封镇长的事儿，博城肯定也传开了。咱家这点处事，可还没让博城百姓们都知道。你去了博城以后，就借着陈小草的名义去做点生意，这能行不？要是被人拆穿了，那我可就要被抓起来了。你虎不虎？非要在梨花村里面待着啊？现在地里面的庄稼都快要旱死了，我们留在梨花村里面还有啥用？还是赶紧想着捞一笔跑了就行了。也是，那我做啥生意了？肯定是啥生意赚钱，你就做啥生意。陈小草的小吃早就名声在外了，咱也做小吃，咱做酸辣粉，你就打着陈小草哥哥的名号，说这是陈小草研究出来的新美食。那咱也做不出陈小草小吃的味道啊，我又没有那手艺。你虎啊，你忘了你二舅的二表哥的儿子是开化工厂的，你不会整点科技与狠活，即使你没有那技术，只要那东西一放，煮鞋店都是香的，捞一笔钱就赶紧走。等那些人发现里面有问题，回头来找你的时候，你已经跑了，谁还能找到你？那要是警方通缉我呢？你虎啊，
你不是往南方跑啊？谁让你一直待着北方的？也是，爹，这个方法可行，但是就算是进一些科技与狠活，也是要本钱的，我手里没有那么多银子。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和你娘还有点棺材本，你拿着这个银子去买一些最差的科技与狠活，要是有人看出来了，你就说这是陈小草店里卖的，不可能是假的，肯定有人冲着陈小草的名头就买了。好，我现在就去做。汤不够浓，我1瓶3花淡奶，1瓶大谷增香膏。不行，味道不够香，我1包大壳香粉，1瓶满盖飘香油。不行，不够辣，我1瓶辣椒素，1瓶辣椒香精。完美。谁说酸辣粉里面必须要有粉？我才不像郭秀琴那样还用木薯粉，我用工业凝胶。陈金生对自己特别有信心，因为在他眼里，这就是一场根本不会输掉的赌局。有了陈小草身份的加持，想利用这个身份来骗钱，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很快到了播场，反正也没有打算长干，也就不可能去租一个铺面，而是在集市上开始叫卖了。这是镇长陈小草研究出来的新美食，我是陈小草的哥哥，大家快来买镇长家的美食。这真的是陈小草家的生意吗？对，如假包换，我是陈小草的哥哥。陈小草打算把小吃的生意做大更大更强，打算扩大市场，就来博城了。哎呀，你们兄妹2个人的感情还是很不错的。果然是亲兄妹，愿意在妹妹需要的时候帮她一下。冲着这个镇长的名号，我也要买点尝尝。但是这成色看起来很一般，好像跟面条也没啥区别。这位客人你就不懂了，高端的美食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质量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看着不咋的，闻着还挺香的。要不咱买点尝尝？这可是陈小草家的生意，人家现在好歹是一个镇长，以后还指不定再往上升了。对，陈小草刚刚被封了镇长，可不会在这种时候干出那种砸自家招牌的事儿。咱们买回去看看。再说了，他哥哥也说了，要是真有啥问题，咱还可以要求赔偿。对，有这样的镇长，这哥哥也差不到哪里去的。来，给我们来一碗，打包。短短1个时辰之内，陈金生就把所有的酸辣粉都给卖完了。陈金生看着那些欢天喜地离开的人们，这帮白痴根本不会知道，当他们发现自己吃出问题的时候，已经找不到我了。陈小草，这都是你欠我们陈家的，我现在打着你的旗号来做生意，可是一点也不过分。你就等着我们全家跑路以后，那些人去找你要钱吧，反正你到时候找不到我，你只能吃这个哑亏。陈小草，你赶紧去趟博城，陈金生打着你的旗号在做小吃生意，我看过了，那东西香的不正常，那些要是吃出了问题，肯定会来找你的。这陈金生真是不要脸，竟然敢打着我的旗号骗钱！不行，我现在赶过去恐怕是来不及了。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件事儿。陈金生做这件事，肯定是得到了陈富贵的授意的。他们全家这是打算骗了钱以后跑路。你有没有在博城看见陈富贵？没有看见陈富贵和郭金花。我现在去一趟梨花村，只要把那2个老东西给拦在家里面，就算到时候老百姓们找来了，我把断亲书往出一拿，就算是往回要钱，也要不到我头上。陈家肯定是要担责任的。陈富贵和郭金花此时已经收拾好了行李。老头子，这房子和地还没处理，我们就要走了，这也太亏了。现在也不是管这些的时候了，只要手里有钱，不管去哪里都能买到房子和地。也只能如此了。哟，这不是郭金花和陈富贵吗？你们这大包小包的，准备往哪去啊？大理鸡血老爹教唆儿子冒充女儿的身份售卖科技酸辣粉捞钱，正准备提桶跑路，不料哟，这不是郭金花和陈富贵吗？你们这大包小包的，准备往哪去啊？我们打算走亲戚，地里的庄稼都数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没啥活路了，不走难道要等数吗？等数？陈富贵，你可不是一个眼睁睁等数的人，想必已经有什么后路了吧？陈小草来的这么巧，该不会我们的计划已经被他给拆穿了吧？不行，我必须要装傻，一定不能让陈小草看出啥破绽。后路，我们是有后路，就是去投奔亲戚。走，陈小草，你不会要拦着我们不让投奔亲戚吧？我当然不会拦着你们投奔亲戚，不过我肯定会拦着你们打着我的旗号来骗钱。谁打着你的旗号来骗钱了？你别在这里血口喷人。哦，是吗？我血口喷人？陈富贵，你可真有本事，竟然让陈金生打着我的旗号去博城售卖科技酸辣粉。你咋知道的？你们可别不承认，我和我娘在博城里面看得清清楚楚，陈金生卖的都是科技酸辣粉，你们就是怕那些人回头来找你们要钱，所以你们想要卷钱跑路。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你说我们骗钱，你有证据吗？爹娘，成功了，都卖出去了。陈小草，你咋会在这里？陈金生，你今天去博城干什么了？我去博城干啥还要跟你说吗？我知道你是去卖科技酸辣粉给那些不知情的老百姓了，你就是想毁掉陈小草的名声，把烂摊子都扔给陈小草。这么秘密的事情，既然还是被发现了，现在怎么办？要怎么才能跑了？秀兰，你去找谢村长，把这边的情况告诉他。王秀兰点点头，立刻走了。陈金生，你别忘了，我现在的身份可是镇长，身份怎么都在你头上，我当然有权利让你留在这里。郭金花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喊起来。哎呀，陈小草，你当了镇长就想着欺负我们了，这以后要是当了县长，那就要骑在我们头上拉屎了啊！我的面咋这么苦啊？自家的亲生女儿不给我活路了啊！这陈富贵家又咋了？陈小草都过来了，看来又发生了啥大事情了。
这陈富贵家大包小包的，这是要去哪里？谢村长来了。行了，郭金花，你别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知道了。陈金生，你打着陈小草的旗号，在布城里面卖科技酸辣粉骗钱，你可知道这是犯罪？村长，对，我没有骗钱，我卖的酸辣粉都是货真价实的好货，绿色无污染，纯手工制作。才不是，大家看看，这就是我在陈金生的摊位上买的粉条。王秀兰说着使出吃奶的劲儿扯了扯，硬是扯不断。这粉扯都扯不断，正常的粉一扯就断了，这肯定是科技与狠活。这种酸辣粉吃下去肯定出问题。就是啊，陈家真不是东西，竟然干这种破事。关键还敢打着陈小草的旗号来骗钱，陈小草早就和他们断亲了，他们可真是胆子大。陈小草现在可是镇长，陈金生一个普通老百姓敢冒充镇长，真是胆大包天。陈金生张了张嘴，想要狡辩，却发现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毕竟证据就在眼前。行了，陈富贵，先不说你卖的酸辣粉咋样，就是你冒充陈小草这一点，都够你喝一壶的。去报警了。不行，我不能去警局，不能。小草，你和谢村长好好说一说，就说我们不断亲了，我还是你哥哥，这样的话，我就算不上是冒充你。陈金生，你当我是白痴吗？我要是承认你是我哥哥，你干的那些缺德事就要我来给你承担了。你做的孽，我凭啥要为你承担？给我滚蛋！我告诉你，接着警局，我是去定了。你冒充我的罪名，你别想躲过去，该怎么着就怎么着。陈小草，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哥哥就要去警局了，你竟然要眼睁睁的看着他出事，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哼，我怕雷劈你们的时候劈到我。陈小草根本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心软。行了，去吧。爹娘，你们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家里可就剩下我一个能顶事的了，传宗接代还要靠我。就这样，陈金生被送了进去。当陈小草和陈富贵两口子刚走出警局门口，就被一群人围住了。陈小草，你售卖给我们的酸辣粉都是科技与狠活。这酸辣粉吃起来跟嚼橡皮筋儿一样，这玩意儿香到连上厕所都是香的。我吃了这玩意儿不到10分钟，肚子就开始痛，半个时辰上了10几次厕所。陈小草，我们也不是非要找你麻烦，你好歹是镇长，至于这么坑我们吗？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想闹大，你就把钱退给我们，再赔偿点医药费，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咋样？当即把老三送进去后，陈小草刚走出派出所就被人群团团围住，而陈家两口子早已逃之夭夭。大家先听我说，我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这些酸辣粉并不是我进来的，是陈金生进来的。他现在是打着我的旗号卖给大家这些劣质的酸辣粉，好在正好被桃花村的人看见了，赶紧回来告诉了我这件事。就在刚才，陈金生已经送进去了。另外，这是我和陈家的断亲书，我早已经和陈家没啥关系了，我已经不是陈家的女儿了，所以陈金生做的这件事，我不能替他来承担责任。不过，我想着陈富贵现在也没地方能去，只能老老实实的回梨花村，不如大家就去他家里堵他，还能把钱给要回来。众人听了以后面面相觑。真的假的？陈小草和陈家断亲了？好端端的为啥要断亲？这可不是小事，该不会是刚刚断亲的吧？是看自己做了镇长了，就看不起以前的爹老婆子了。不能吧，陈小草看着也不像是这种人啊。村长走了过来，大家听我说，陈小草和陈家断亲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并不是刚刚发生的，实在是因为陈家太欺负陈小草了，陈小草被迫无奈，只能和陈家断亲了。陈家做的事情大家也都看到了，以次充好，这种人陈小草和他断亲就是对的，大家还是去陈富贵家里堵陈他们，把钱要回来。众人想了想，赶紧去了陈富贵家门口了。此时的陈富贵和郭金花刚走到家门口，看到家门口乌泱乌泱的人以后，老婆子赶紧走，这些人肯定是回来问咱要钱的。郭金花赶紧赶着牛车准备离开，但是有眼尖的人看见了陈富贵，立刻喊了起来：陈富贵和郭金花回来了，大家赶紧去找他们。众人赶紧跑了上去，围住了牛车。陈富贵，郭金花，你给我下来！你儿子把这些海克斯酸辣粉卖给我们，算怎么个事儿？陈小草都说了，早就和你们断亲了，他已经不是你们女儿了，你们竟然冒充他的名义卖这些酸辣粉给我们！现在把钱还给我们！对，把钱还给我们，不然我们就去报警！陈富贵看来这不善，人多势众的，有些害怕，但是又不行把钱拿出来，只能先说一些好话搪塞过去。我不是不给你们钱，实在是刚才去医馆治病的时候，把钱都给花掉了。这样吧，我给你们写个欠条，等我手里面宽裕以后，我一定把钱还给你们。这话的确骗到了一些人。我提醒大家一下，这陈富贵根本没有去医馆，他从博城回来以后，就直接被我弄到了派出所上。从派出所出来以后，郭金花用牛车拉他回来了，那钱现在肯定还在他身上呢。什么？陈富贵，陈小草说的是不是真的？钱真的在你们身上，是你们自己不想拿出来还给我们吧？别跟他废话了，赶紧把钱给我们拿出来，不然我们就去报警。对，我们去报警。陈富贵一听到要上派出所，
害怕起来了。刚刚进去了一个，现在他不想进去了，只能乖乖的把钱拿了出来。众人拿回了自己的钱以后，这才离开了。哎呦，某人的阴谋根本没得逞，这进货的钱也没赚回来，反而扔出去了，这是不是就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啊？嘻嘻嘻嘻。陈小草，你就给我幸灾乐祸吧，你也有倒霉的一天。啧，反正现在你倒霉就行，你的伤至少得1瓶金疮药才能弄好。不过你家的棺材本都要没了，哪里还能买得起金疮药？看到陈家变成现在这样，我心里真是痛快啊，痛快。陈小草，我们家现在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你等着，我们不会放过你的。哟，不放过我，你还是想着怎么给你老头子治病吧。你们儿子眼看没指望了，这传宗接代的任务不得落到你们2口子身上。陈小草说完，乐呵呵的走了。郭金花气得慌，老头子，我咽不下这口气，必须要想个办法，绝对不能再让他好过。你还是先带我去医馆看看吧，这跤摔的，我的屁股疼得厉害，再不治，我可能就要瘫痪了。老头子，你这种情况和我前几天被打了一样，只要用点金疮药，过2天也就好了。家里还有多少金疮药了？还有半瓶子，先用完再说吧。老头子，咱们家现在可咋办？老三搞不好要掉脑袋，老大现在肩不能提手不能抗的，你现在也受伤了，我一个老太太要咋样才能养活了你们2父子？地里面的庄稼眼看着就要旱暑了，这老天爷也不给下雨，今年秋收要是啥也收不上来，你说今年冬天老婆子仨吃啥呢？老婆子现在都不知道该咋办了，现在家里是要啥没啥了。本来这次计划进行的还挺顺利的，没想到竟然被这该属的王秀兰给发现了。要不是这样，也不至于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婆子，要不去桃花村一趟，跟村长好好说说，咱们家这种情况，看看能不能少给点钱。村长现在也是听陈小草的，陈小草可是镇长，比他这个村长还要大了。陈小草肯定不同意咱们便宜买水的，他恨不得咱们全家都数在这儿。老婆子，实在不行，咱们就把它给卖了吧，多少还能有点钱。卖了以后呢？明年咋办？除非咱能想别的办法弄到钱。也不是没有办法，就看您能不能豁得出去了。老大，你这话啥意思啊？陈小草不是有2个闺女吗？她现在在镇上做生意，孩子是村长帮忙接的。要是趁着村长不注意，把她2个闺女给带走，卖给人牙子，咱手里不是就有钱了吗？陈小草以后也不能和他的闺女团聚了，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大力，亲哥让亲爹男扮女装拐卖自己的外孙女。要是趁着村长不注意，把他2个闺女给带走，卖给人牙子，咱手里不是就有钱了吗？陈小草以后也不能和他的闺女团聚了，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哎，这是个很不错的办法。陈小草把我们家给害得这么惨，说啥都不能让他好过。不行，那要是孩子被找回来的话呢？陈小草现在可是红人，人脉很强大，我觉得这个方法不行。我倒是有一个方法。你说？咱们一开始就按照老大说的来做，把陈小草的2个女儿给带走，藏到山上去，然后娘假装去山上挖山货，假装找到了2孩子送了回去。陈小草就算是再恨咱们这次帮助他找回了2个孩子，陈小草就算是再不愿意，肯定也会给我们一笔钱的。哎，这个法子不错，老大的法子太冒险了。老头子，这个法子咱们最后能得到钱，也不怕事情会被拆穿。那要咋带走孩子了？老头子，你乔装一下，打扮成女人的样子去把2个孩子给带走，藏到山上去。这种事情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也只能这样了。放学后，村长把2个孩子接到了自己家里面，因为有点事要做，就叮嘱2个孩子在家里面待着，不要跑出去。这给了陈富贵偷走孩子的机会。陈富贵假装路过，晕在了村长家大门口，正好被在玩耍的王锦鲤、王珍珠看到了。哎呦，婶婶，你咋了？我的腿扭伤了，你们2个能送我到附近的医馆吗？可以送你去村头的孙郎中家里看看。那好，赶紧送我过去吧。王珍珠、王锦鲤扶着他站起身。婶婶，你的手怎么这么大呀？我是农活干的太多了，天天吃苦受罪，手也被弄大了。好孩子，赶紧送婶婶去郎中那里看脚。婶婶，你的脚也好大啊，就像是村里叔叔的脚一样。我是天生脚大。你有喉结，你是男的。王珍珠感觉出了不对劲，但为时已晚。陈富贵眼疾手快，赶紧把2个孩子给拉住了。事到如今，我也不装了，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这么聪明，跟我走。我不走，救命！救命！救命！陈富贵赶紧堵住王珍珠的嘴巴。救命！救命！陈富贵又要去捂王锦鲤的嘴巴，王锦鲤赶紧跑了。陈富贵没有抓住，赶紧抱起王珍珠追王锦鲤。不行，一个都不能跑掉，老二要是跑了，村里的人就知道了。刚刚跑到拐角，陈富贵看到王锦鲤正站在路边看着他。小丫头片子，你咋不跑了？呵，我看你是跑不动了吧，乖乖跟我走吧。就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能把你们带到山上去了。别怪外公狠心，我只能把你们卖给人牙子了。哼，你抓不到我的。我一个大男人，难道还抓不到你这个丫头片子了？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去抓你。突然，王锦鲤身后窜出了一头狼，是那头公狼。走！陈富贵转身就要跑，却被母狼给拦住了。公狼母狼一前一后夹击，你们别过来，否则我把他给掐住。然而他的速度哪里比得过狼的速度快？趁着他没掉转过来，
母狼扑了上去，立刻咬住了陈富贵的屁股。给我松开，松开！公狼赶紧扑了上来，用力咬住了陈富贵的手。走，我们赶紧去找大人，告诉大人我们被陈富贵绑架的事儿。不用担心小虎一家，陈富贵肯定打不过。王锦鲤点点头，两个孩子赶紧跑了。村长，你们去哪里了？村长，陈富贵打扮成女生，要把我们2个人给绑架走。幸好遇见了小虎的爹娘，现在正咬陈富贵呢。陈富贵现在在哪里？就在前面，我们带你过去。等村长跑过来的时候，公狼母狼已经咬断了陈富贵的胳膊和腿，屁股上也被撕下了一大块肉。陈富贵已经晕了过去，任由公狼母狼撕咬着。村长看着这一幕，无奈摇头。行了，我看这陈富贵也好不了了。路过的村民看到以后吓了一跳，这是啥情况啊？去找陈小草，让他过来一趟。陈小草赶来的时候，陈富贵的遗体已经被公狼母狼拖着往山上走了。他们不会随便伤害人的，陈富贵肯定干了什么坏事。是啊，陈富贵要绑架你的2个闺女，被公狼发现了，拦住了。陈富贵要绑架你们？陈富贵假装是女的，要绑架我和妹妹，幸好被小虎爹娘给阻拦了，不然我和妹妹就被带走了。这陈富贵是想把我的2个女儿卖给人牙子，也是活该被母狼给咬死。郭金花现在还不知道这事，要是知道了，事情就更有意思了。我会把这件事说出去的，毕竟赎了人，这么大的事不能不告诉郭金花的。郭金花本来在家里面等着陈富贵的好消息，只要老头子把2个孩子给带到山上，陈小草肯定会拿着钱给咱们的。就在这个时候，村长走了进来，郭金花有些心虚。村长，你咋来了？郭金花，你现在去一趟桃花村，你家老头子出事了。难道计划被发现了？注意看，狠心外公男扮女装拐卖自己2外孙女，没想到被狼吃了。我的老伴儿，我的老伴儿啊！行了，你先别哭了，你去山上看看吧，说不定还能找到你老伴儿的残肢。要是找不到，估计就是被狼给吃完了。我的老伴儿，我的老伴儿啊！这些都是我老伴儿的血。你去山上找找看吧。村长，你能陪着我一块去吗？我怕狼看见我以后把我也给咬熟了。那如果狼看见我把我也给咬熟呢？那让陈小草跟着我上山咋样？陈小草救过那些狼，他们看见陈小草肯定不会咬他的。你觉得这可能吗？你老伴儿要绑架人家陈小草的2个闺女，现在出事了，你让陈小草带你去找你老伴儿，人家陈小草根本不会答应的。那我连我老伴儿的遗体都不能收了。这能怪谁啊？这不是怪陈富贵吗？他为啥要绑架人家的孩子？郭金花，你也别给我装傻，你肯定知道点啥。我真的啥也不知道，村长，你就别问我了，我也不知道我家老头子要绑架陈小草家的丫头。行了，那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走了。村长离开后，郭金花看着面前的大山，朝前走了2步以后，又害怕的退了回来。不行，我不敢，家里就剩下老大一个人了，可不能再数人了。老头子，我对不住你，不能把你带回来了。你听我的话，你做鬼都别放过陈小草。郭金花无奈的转身离开。陈富贵被狼咬鼠吃了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桃花村。真是活该了！哼，居然绑架陈小草的孩子，绑架镇长的孩子，这要是被抓住了，肯定要掉脑袋的。这陈富贵家真是要和陈小草过不去了，每次都想欺负陈小草，每次都被陈小草给反击。就是陈家现在就剩下老太婆和陈根生2个人了，这以后的日子有的是苦日子。就是老大那个德行，肯定干不了活。郭金花还指望传宗接代，现在就剩老大一个，媳妇都讨不上。郭金花无精打采的回到家后，怎样？你有没有把孩子给绑了？陈根生刚才不在家里，不知道村长来找郭金花的事，现在这么一问，郭金花彻底绷不住了。老大，你爹被狼给叼走吃了？这咋可能？狼不是不随便丢人吃吗？坏就坏在你爹要带走的人是陈小草的那2个丫头，狼是陈小草家的亲戚，看见2个丫头骗子被叼走以后，就赶紧冲出来了，把老头子给咬了。这会儿你爹已经在狼的肚子里面了，我就算是想把老头子给带回来买了都不能。那些狼既然对陈小草的那2个丫头这么忠心，半路上冲出来救他们2个。老大，咱家现在是啥也没有了，你弟弟进去了，你爹也数了，咱家没指望了，娘就剩下你一个儿子了，这以后可咋活啊？我看我干脆数了算了。陈根生听到数这个字，想到了什么？娘，你就算是数了，陈小草也不会为你伤心，更不会为你掉一滴眼泪的。这个我肯定知道，陈小草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就别指望他。娘，我现在倒是有一个惩罚陈小草的办法，但是风险特别的大。你说的是啥办法？娘，你看你也是快要进棺材的人了，还不如用你这条命来做点啥。老大，你这说的是人话吗？不是让你真数，你先听我说。那你说说。很简单，娘，陈小草不是天天赶着牛车去镇上小吃铺里面吗？你就在半路上挡着，陈小草赶牛车过去的时候，你就冲出去，等牛撞到你的时候，你就躺在地上，陈小草就算是在不乐意，也要给你赔钱的。这能行吗？那牛要是真把我撞了咋办？撞了好啊，你就能住到陈小草家里面了，吃喝拉撒，
陈小草都得照顾，要是他不管，你就闹到公堂上去，陈小草肯定摆脱不了责任，就算他是镇长也没用。他要是真不管，您就把这件事给闹大，让所有人都知道陈小草这个镇长仗势欺人，撞了人不负责，到时候事情不就好解决了吗？您指望我这个儿子也指望不上了，还不如指望一个有钱的照顾你了。你这个方法还真不错，但是娘也有点担心，那牛要是真把娘给撞熟咋办？撞熟了也没啥，您都这把年纪了对吧？要是真被撞熟了，陈小草肯定不得不给我赔钱的，到时候您儿子下辈子赔下半辈子不就有指望了吗？给我的钱难道还不能娶一个新媳妇过来吗？到时候我就可以给陈家传宗接代了。是啊，有道理，咱是能这么干。那好，娘这就去干这件事。对了，娘，我觉得您还是穿上一件红色的衣服去吧。为啥？牛看见红色就兴奋，牛一看您穿着红衣服，还不赶紧冲着你来呀？还怕那头牛不撞你吗？也是，但是老大，我要是真被撞熟了，你可别忘记给你娘善后啊，一定要把娘给风光大葬。爹，您放心吧，您给儿子留下了那么多钱，我还能不好好给您办后事吗？那就行，陈小草，我一定要让你赔得倾家荡产。对了，老大，到时候讹他个2万块钱，后半辈子还有我的孙子，这下就全部都有指望了。这钱就算是10辈子也是花不完的。爹，你放心，我心里有数，我一开始就是冲着这2万块钱去的。老大，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打定主意后，郭金花赶紧把以前娶媳妇的嫁衣给拿出来。陈根生也很激动，仿佛那2万块钱已经到手了。别上急，郭金花刚想冲出去讹人，不料一头野猪窜了出来。救命！救命！有野猪！儿子，快点来救我！陈小草一愣，连牛车也顾不上管了。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先自我保护。于是，陈小草先爬到了树上。陈小草看到郭金花被一头硕大的野猪给追赶，野猪体型庞大，就像是猛虎下山一样，一直追郭金花。突然，野猪用力一撞，郭金花就被野猪给撞翻了。陈根生，快去救你娘！再不过去，你娘就要被野猪给咬鼠了。陈根生万万没想到，陈小草竟然看到了藏在草丛里的他。救还是不救？肯定选择不救啊！不救的话，数的只有1个人；但是救的话，数的就是2个人了。陈家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儿子了，肯定以我为重，说什么都要留下我一个人。然而说时迟那时快，陈小草的声音吸引到了野猪，野猪立刻朝着这边跑了过来。陈小草是站在最粗的树干上面的，根本不会掉下来。野猪开始无能狂怒，在树下面来回转了几圈，撞了几下之后，突然发现了陈根生，野猪立刻调转枪口对着陈根生冲了上去。我操，怎么冲着我来了？陈根生拔腿就跑，野猪在身后狂追。陈根生知道跑不过，眼看面前有一棵树，陈根生也没有想那么多，赶紧一只手抱着树，2只脚用力往上蹬。不过总算是在野猪追上来的时候爬到了树上。吓鼠我了，还好我爬上来了，不然肯定会被野猪给咬鼠的。陈小草，你没安好心，你刚才故意大喊大叫，就是想着让野猪把我给弄熟吧？对呀，我就是没安好心，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虽然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你的阴谋根本就没有办法得逞。就算野猪追我又能咋样？我现在爬到树上了，野猪根本拿我没办法，除非他能把这棵树给拱断了。陈根生，你不会真以为你这一招很聪明吧？你看看你这棵树是什么样子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歪脖子树，也不过是碗口那么粗而已。这对这么大体型的野猪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它很容易就能把这树给弄断，到时候我可就有好戏看了。陈小草刚刚说完这话，陈根生就听到了一阵剧烈的撞击声，野猪开始在地上撞开了。这种碗口粗的树对野猪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野猪呼哧呼哧的叫着，退后了好几步，接着用力往前冲。陈根生连人带着树干从树上面摔了下来，陈根生惨叫起来，很想赶紧爬起身跑路，然而野猪却追了上来。陈根生还没有反应过来，野猪的獠牙已经刺激了他的后心。郭金花已经爬起来了，也亲眼看到了陈根生是怎么被野猪给弄熟的这一幕。啊，我的好大啊！喊完之后，郭金花直接晕了过去。没出息的东西，又晕过去了。野猪弄熟陈根生以后，拖着陈根生的尸体往山上走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回去跟村长说一说。陈根生已经被野猪给吃了，要不是陈小草通知我们把你带回去，你也被野猪咬熟了。我们在山上找到了他的一些衣服，这遗体肯定是没有了，你就给他弄一个衣冠冢吧。我的好大啊！老天爷呀，为啥我的老头子和好大儿都被野兽给吃掉了？我以后还能有啥指望啊？村民们并没有同情他的，反而在背后开始议论起来。看见了吧，郭金花家里这缺的事情做得多了，报应到了后代身上了。他以后还能指望谁了？陈春生已经跑掉了，除非郭金花输了，他才可能回来。不过回来也是为了继承郭金花的房子和地的，可不是冲着给郭金花吊丧来的。陈小草，都是你，野猪撞你大哥的时候，你为啥不拉一把？我为啥要拉他一把？他连手都没有。你明明能救了他的，你为啥不肯救？为啥？非亲非故，为啥要救人？陈小草，你别忘记了，你是我生的，你和陈根生流着一样的血。早就断亲了，谁还在乎什么血缘？一边待着去吧。村长，我该咋办？我以后还能指望啥？
陈小草想着，陈春生要是知道家里的这些事以后，肯定会回来的，就像是陈小草预料的一样，前脚刚刚知道陈家出现的意外，后脚就赶紧带着张秀宁回来了。反正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只要我们把老东西给熬熟，家里就剩下我一个儿子了。老东西再不情愿，也不得不把家产给了我。没错，现在就等着老东西数了。不过想到这几天还要辛辛苦苦给老东西做饭吃，我就很不甘心。要是这老东西能数得快一点，我们倒是都能省心了。老大被野猪咬数，老娘半数不活，短亲的老二回来只为继承遗产。陈小草，我的家产给陈小草。娘，你在说啥？我没有听错吧？娘，你知道你在说啥吗？难道我不是你儿子？你咋想着把家产给陈小草不给我？你是我儿子吗？你从来都没有孝顺过我，现在看我快数了，想着回来继承我的房子和地了。你这几天就没有给我吃过好饭，我一个老婆子被外人欺负也就算了，你这个亲生儿子竟然也欺负我。我想通了，把家产留给你，还不如留给陈小草。那陈小草对您也不好啊，您忘记他是怎么对家里的吗？我们家变成现在这样子，都是陈小草害的。不是陈小草害的，是我们全家做鼠做成这个样子的。以往为我们鞠躬尽瘁，是我们把他逼急了。娘，你是不是糊涂了？你咋能这么说呢？我们家变成这样，根本就是陈小草害的。肯定是娘现在神志不清了。村长，你可千万别把他的话给听进去。你刚才说的那些是发自内心的吗？是，都是我的真心话。陈小草，娘对不住你，娘以前从来都没有对你好过，娘现在要走了，想着数之前也能为你做点啥好事，就把家里的房子和地都给你，希望你能原谅娘以前对你不好。不行，我不同意。郭金花现在有权利处置他名下的财产，他说给谁就是给谁的，就算你们有意见也没啥用。你现在确定要把家产给陈小草是吧？是。不行，这遗嘱不能这么写，我是陈家唯一的儿子，这家产就应该给我，给我。陈春生，你是想要抢夺家产吗？你是想要逼着郭金花把家产都给你吗？你知不知道抢占遗产是违反律法的，是要上公堂的。反正我不相信我娘会把家产给了陈小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陈小草是一个郎中，他手里面肯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药，说不定是他把药给我娘亲吃下以后，催眠了我娘亲，让我娘亲只能听他的话了。那陈小草一个人来过你家吗？他哪次来不是和我们一块来的？就算是真的有这种催眠的药，陈小草又怎么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把这种药给你娘吃下去？我这家产我们是拿不到了，这老太婆我看也没有必要伺候了。走，你跟我离开这里，这破地方我们是别再回来了。你不是想要把家产给陈小草吗？那好，那就让陈小草来伺候你吧，我倒要看看陈小草要怎么伺候你。他那么恨你，难道就不会在你的饭菜里面给你下毒吗？等你被陈小草毒熟以后，你千万别找我托梦让我给你伸冤。村长，我也不是绝情的人，郭金花这个态度已经让我看到了，她是真的知道错了。既然她拿出了诚心想要和我重归于好，那么我愿意在她剩下的日子里面好好照顾她。陈小草也如郭金花所愿给她风光大葬，只可惜半路遭遇野猪偷袭，太可怕了！这野猪竟然连鼠人都不放过。这郭金花好歹是一把老骨头了，咋还惦记着吃了？不惦记郭金花，难道要惦记你吗？要我说，郭金花被叼走也好，兄弟我们跟着遭殃了。就是这郭金花活着的时候也没干过啥好事，数了以后有陈小草给他送葬，已经算是他有福气了。不过老天爷可不给他这个改过的机会，让他数了都不得安生。那现在咋办？这灶炉还办不办了？陈小草，你说咋办？我肯定是没有这个本事从野猪嘴里面把我娘给抢过来的，但是我娘的后事也不能不办。这样吧，给我娘做一个衣冠冢吧，好歹也能让我娘的灵魂有个安生的地方。村民们纷纷夸赞起来。陈小草，你可真是心地善良。这郭金花把家产给你，还真是没有白给。这要是陈春生拿走了所有的家产，郭金花被野猪给叼走以后，他肯定也就啥都不管了。可不是吗？还是陈小草厚道。要不人家能做了镇长呢？陈春生虽然离开了，但是关于梨花村的事情也没有少打听。得知郭金花刚刚交付给陈小草就说了，陈春生赶紧回来看了。陈小草，你给我滚出来！哟，这闹事的来了。什么叫做闹事的？陈小草，我问你，你为啥不给娘亲办后事？你是不是光惦记着拿家产了？我有没有给办后事，村子里的人知道，我可没时间跟你说的。陈春生，你在干啥？你凭啥说陈小草没给郭金花办后事？难道不是吗？我可听说了，我娘根本没有被下葬。陈春生，有没有人告诉你，你娘的遗体被野猪给叼走了？你说啥？不可能！看样子你是真的啥也不知道，就凭着你对陈小草的印象来直接兴师问罪了。我劝你还是先打听清楚再说。全村人都看见陈小草给你娘打了一口棺材，是野猪突然冲出来把棺材给撞烂了，你娘的尸体也被野猪叼走了。陈小草有孝心，又想着给你娘弄一个衣冠冢出来，可野猪又冲出来了，把衣冠冢给拱了。就算是这样，陈小草还是想着好好给你娘办后事。我们是怕野猪伤到陈小草，才让他放弃给你娘继续办后事的。这都是一派胡言，野猪吃饱了撑的，
专门盯着我娘的遗体吗？肯定是你们和陈小草联合起来说谎的。陈小草，我知道你不就是仗着你有水源来掌控全村的人为你说话吗？你当我是白痴吗？我要你现在就给我娘亲办后事。陈春生，你也是我娘的儿子吧？这办理后事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吧？你这次回来就是命令我的。你把家产都拿走了，这丧事不是你办谁办？哎呦，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就你那意思，谁拿了家产谁给办后事。那你成亲娶媳妇的时候，你娘没给你钱吗？就凭你娘生了你，把你养大了，你也得给她办后事。反正家产在谁的手里，谁就给办后事，别跟我扯别的，我压根就不想听。上集说到，老娘葬礼儿子不但不出钱，还来妹妹家找茬。行啊，陈春生，你不是想让我给娘办后事吗？那我就再给娘做一个衣冠冢，你不用出1分钱，这个钱我一个人出了。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你必须要去送娘一程。还有这种好事，后事1分钱不用出，只要人到了就行了。行，就按照你说的办，钱你出，我人到就行。野猪早就吃过你们陈家的肉，肯定会惦记上你们。陈春生说完扭头走了。陈小草，你就让陈春生这样欺负你啊？凭啥他1分钱都不出？我娘已经走了，就让他好好走吧。他活着的时候最惦记的事就是让儿子回来看他，现在他没了，总要有儿子给他送终才是。哎，真是人善被人欺啊！陈小草，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让全村人都知道，让大家都好好看看陈春生是咋欺负你，你又是咋不计较的。李大哥，我这阴暗的一面实在是不想让你们知道，不过我不这样做，那一辈子都会被人欺负的。陈春生逼着陈小草给郭金花再次弄衣冠冢的事情，很快被全村人都知道了。这陈春生可真不是个东西。可不是吗？郭金花要是把他从小虐待到大，陈春生不管他的属活，不给他送终也就算了。可是郭金花对这个儿子可不差，现在人没了，就因为没拿到家产，就不给送终，还逼着陈小草办后事，这不是欺负人吗？就是郭金花不给他家产，还不是因为他不孝道。这么一看，郭金花把家产给了陈小草，简直是太对的一件事情了。衣冠冢在当天下午举行，几个村民有些紧张不安地看向四周。那头野猪不会再突然冲出来吧？谁知道呢？反正我可不想看见那头野猪。正说着，众人突然听到草丛里面传来了声音。这个声音怎么感觉像是那头野猪要来了？下一秒，野猪就从旁边的草丛里面冲了出来，村民们吓得纷纷跑路。真的有野猪！野猪窜出来，第一时间就瞄准陈春生冲过来。陈春生吓得尖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啊！”陈春生撒丫子疯狂跑，为啥要冲着我来啊？救命！陈小草爬到了树上，居高临下的看着陈春生。陈春生跑了过来：“陈小草，快拉我一把！”陈小草没理会，只当什么都没听见。陈小草，快点，来不及了，野猪就要跑过来了。陈小草依然冷冷的看着他。陈小草，你是个奸人，奸人，奸人！我要嘎了你！话音刚落，野猪就冲着陈春生用力撞了过来。野猪的獠牙刺穿了他的后心，陈春生当场咽了气。陈春生像是一块烂抹布一样被野猪拖着走。陈春生，这就叫恶有恶报。现在这样的结局，我很满意。而张秀宁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当场吓得晕了过去。这该咋办？突然之间，张秀宁猛然睁开眼睛。张秀宁，你这是？哈哈哈！野猪吃人了！野猪吃人了！完了，这是看到陈春生被野猪弄鼠了，吓疯掉了。完了完了，这下真的疯了。这咋办？张秀宁疯疯癫癫地朝着山上跑去。相公，你等等我，我来了。山上野兽很多，他这一副疯癫的样子，去了山上只会吸引到野兽，到时候肯定能把他给吃的骨头都不剩下。嗨，事到如今，陈家所有人都输，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眼下和我有仇的就剩下王福和郭秀琴，这2个人也不是那么难对付。再过一段时间就要秋收了，这2货肯定会搞事情的。陈小草，你看这郭金花的葬礼是真的不能办了，再办下去，万一野猪要攻击你呢？是啊，陈小草，郭金花活着的时候，你也没少给她银子，这孝心已经提前被郭金花给享受了。现在人没了，就这样吧。是啊，搞不好郭金花得罪了啥不干净的东西，一给她办丧事，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就找过来了。好吧，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那这葬礼我也就不给办了。万一野猪下山伤害到了大家，那我也对不住大家了。第二天，有人在山脚下发现了张秀宁的遗体，已经被野兽啃咬的只剩下了骨头，是身上的衣服让人猜测是他。1个月后，秋收来临，那些种了西红柿的人家，西红柿都长得很大。郭秀琴看到后不免眼红，这每家每户的西红柿比苹果长得还要大，这够这些人吃一个冬天了，咱们家却啥都没有。你不是说有办法让陈小草家没有任何收成吗？你的办法呢？我想着趁着半夜偷偷把他家地里的蔬菜都给摘下来。这算什么好办法？你当陈小草的那2头狼是吃干饭的吗？指不定每天晚上他们在哪个犄角旮旯里面盯着，要是有人敢偷偷摘陈小草家的蔬菜，那狼肯定会把小偷给咬鼠的。我可不想冒这个险，你最好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你以为我不想让陈小草啥都没有吗？这不是没法子吗？要是真有一道雷把陈小草给劈鼠就好了。对了，
郭秀琴突然想到了什么，我想起来了，我听说一个道观里面有一个道法很厉害的道长，能呼风唤雨引雷。我们要是让这个道长引雷把陈小草给劈熟，那不是省事了吗？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让雷电来的更多一些吧。注意看，只因极度大嫂过得好，唐小姑子想要引雷劈熟大嫂。这啥意思？100块钱？不，1000块。1000块？你哪来的这个脸开这个口的？不给我钱，还想让我办事？那你走吧。郭秀琴咬咬牙，你是不是真的能引雷？那是当然，这个你放心。我不信，你先给我演示一下，我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本事。徘徊，那上，我前几天已经去别的地方做法了，现在法力已经没了，正在韬光养晦之中，要等到3天以后，我的元气才能恢复过来。你最好没撒谎。3天以后你就知道了。郭秀琴离开后，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根本就不知道我是怎么骗钱的。我每次下山都会收钱，赌的就是老天会不会下雨。要是下雨了，我就能赚钱；要是不下雨，钱大不了我退回去，反正也没啥损失。3天后，道长来到了桃花村。道长，这1000块钱给你，我要陈小草今天被雷给劈死。放心，我保证，要么陈小草被雷劈死，要么我把钱退给你。道长还从来都没有引雷过，不过他现在就是赌陈小草可能真的会被雷给劈死。虽然这种事情概率实在是太小了，但是道长从来都不会让自己错过任何一个可以发财的机会。然后道长来到桃花村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村民们集合到了村头。听说了吗？这个道长可以求雨。咱们又不怕墨水，这雨有没有都无所谓了。这可不行，我们桃花村虽然解决了水源问题，但是其他村子正面临干旱呢。好些个村子听说今年都没有什么收成。这要是能下雨，肯定也是好事。算下来，这1个多月就没有怎么下雨，每次都是那么一点点，根本解决不了干旱。这么老土的诈骗方式，还真是随处可见。也行，让我看看这个臭道士要弄什么玩意。道士拿出符咒，开始念念有词。你们知道他在说啥吗？谁知道的？是不是杀符咒？道长求雨，肯定有一套说辞了，咱们听不懂也就算了。这道长，我觉得不靠谱。他要是真能求雨，为啥以前干旱的时候不来我们桃花村，非要这个时候来？我们村子也不是缺水的。是啊，奇怪了，这个道长是谁请来的？郭秀琴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表现的机会。当然是我请来的。郭秀琴，你这是想干啥？我当然是想求雨了，谁像你们一个个的那么自私，光想着自己家里不缺水就行了，根本没想过别的地方的村民能不能有水用。所以我花了钱来请道长给降点雨。郭秀琴，这可不像是你能干得出来的事儿。郭秀琴，你从来都不干人事的。是啊，郭秀琴，你从来都不会这么好心的，你光是想着自己家里，根本不会想着别人家。这里面该不会是有啥阴谋了吧？我也这么觉得，郭秀琴肯定憋着什么坏在这里等着我们了。那我们还应该留在这里吗？要不赶紧走吧。不着急，先看戏。你们看陈小草还在那里站着了，看他的样子，肯定是知道郭秀琴想干啥的。也是，只要有陈小草在这里，我也觉得他是。道长装模作样的念了一会咒语以后，烧了一张黄纸，用剑指向了天空。很好，跟电影上面看到的一样，那些道士也是用这个法子来行骗的。各位村民，马上就要开始下雨了，大家稍安勿躁。我先去天庭上面见玉帝，等玉帝把下雨的旨意给龙王以后，就要开始下雨了。陈小草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位村民，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很简单，不相信你的意思。为何不相信贫道？莫非你可以让天降雨吗？我当然没有这个本事了。不过道长今天要是求雨失败呢？我求雨失败也是因为你这个村民不诚心，干扰到了我。哟，所以今天要是不下雨，就得我来背锅啊。就算今天不下雨，和陈小草也没啥关系。我们村子里面的水源还是陈小草帮忙找到的。要是没有陈小草，我们桃花村今年秋收肯定没有任何收成。就是，就算不下雨，我们也不会怪陈小草的。对，这事和陈小草就没啥关系。倒是你这个道士，根本不知道陈小草对我们桃花村来说有多么重要，竟然敢这样说他。哟，你看到了吧？这锅我还真不了啊。总之，你们先看贫道求雨再说吧。道长说着继续开始做法，陈小草在一边像是看戏一样继续看着。娘，他真的能把雨求来吗？比起这个臭道士，娘更愿意相信你能把雨给带来。我吗？娘，我没有这个本事的。没有关系，娘知道的。我觉得现在不像是会下雨的样子，可能要等一等。哦，等到什么时候呀？我不知道，但是我总觉得今天会下雨，而且还会打雷。锦鲤的话也不是不能被验证，要是真像是锦鲤说的一样，今天会下雨，还会打雷，那锦鲤真的是神女一样的存在了。你看她像是一个骗子吗？像。那你说对付这种骗子应该咋办？
这种骗子就应该让小虎的爹娘来收拾他。的确如此，锦鲤、珍珠，我们回家吧，该吃饭了。王锦鲤和王珍珠跟着陈小草离开了。陈小草就这么走了啊？不行，不能让他走了。他要是走了，道长还怎么把雷电劈到他身上？不行，陈小草，你现在不能走。注意看，倒是受郭秀琴之命欲做法批属陈小草。陈小草，你不能走。凭什么？就凭现在还没有下雨，我花了1000块钱才请来的道长，你就这么走了？这钱是你花出去的，又不是我花出去的，关我屁事。就算是村长，也没有这么强迫过村民们。郭秀琴，你这拦着我不让我走，看样子你是有什么阴谋吧？没有，绝对没有。郭秀琴，你要是再拦着我，我就一巴掌抽过去。我不管，反正你必须要等到天上打雷以后才能走。郭秀琴，我给你脸了是吧？你真以为你是碟子菜啊？滚开！陈小草，你这么对我，你不就怕被雷劈吗？就算是被雷劈的也是你，不是我娘亲。娘亲，我们走。就在这时，天空上传来一声惊雷。陈小草抬起头来看了看天空，依然是晴天，根本没有任何一朵乌云。难道真的让锦鲤说中了？大晴天的打雷吗？太好了，打雷意味着等一下马上就要下雨了。等这场雨来了以后，这1000块钱就是我的了。同时，我的威名也会传出去，会有更多的人花钱来请我求雨的。到时候我就可以趁机要更多的钱了。就算是不下雨，只要这天空中有雷，那么就可以劈到陈小草的身上。到时候陈小草可就要完蛋了，让雷电来的更多一些吧。不会真的下雨吧？光打雷不下雨的天气也不是没遇着过。就是真的下了雨才算是好的。这个道长不会真的那么厉害吧？我才不相信有这么厉害的道长，搞不好就是被他瞎猫撞上了锁耗子了。很好很好，快点给我下雨，我等不及要拿着钱去烟花巷了。然而1刻钟之后，天空并没有下雨，只是不停的打雷。奇怪了，这雷都响了半天了，怎么还是一滴雨都没有下来？不会真的不下雨吧？还从来都没有见过打雷打这么长时间的天气。道长，这雨啥时候能下来？不用等太久，很快就会来了。对，就是这样。陈小草，你千万别走，等一下雷劈下来以后，就可以把你劈熟了。我的天，你们刚才看到了吧？这也太吓人了，这雷怎么还劈地上了？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别到时候劈到我们身上。该不会这雷电还是会落到地上吧？话音刚落，一道雷劈在了郭秀琴身边。怎么回事？道长，你看着点啊，咋把雷电给引到我这里来了？道长也一脸懵，他根本没有引雷的本事。道长，你看准点。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雷劈了下来，直接劈中了郭秀琴。道长，你看准点，我不是说过了吗？劈陈小草。郭秀琴，你这话啥意思？我就是专门找了这个道长来劈属陈小草的，怎么着吧？我还以为他是来求雨的，没想到竟然是来害人的。太过分了，这是嘎人，是嘎人。这雷咋劈到他身上啊？劈到他身上不好吗？谁让他想着要害人的？就是，真是苍天有眼，把他给劈了。那他现在还活着吗？刚才那道雷有没有把他给劈熟？就在时候，突然天空再次降落了一道惊雷下来，直接把郭秀琴给点燃了。咋办？大家现在赶紧找水过来，把郭秀琴身上的火给浇灭。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雷再次劈了下来，原本烧焦的遗体，这一下直接被劈成了粉末，众人看得目瞪口呆。被劈成粉末了，就这么飞走呢？就这么大结局了？这不是出谷阳辉吗？还是第一次见到？太可怕了，简直太可怕了！这就是坏事做多了，遭到报应了吧？郭秀琴本来是买通道长想要害陈小草的，没想到他自己被劈熟了。那个道长呢？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雷劈了下来，道长也变成了灰烬。这下道长也被雷劈了，真是老天有眼。我就说陈小草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欺负了他的人都被惩罚了，要么是人惩罚，要是老天爷给惩罚，要么是公王给惩罚。郭秀琴不是给了道长1000块钱吗？那钱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你不会打算上去看看吧？难道你就不担心吗？万一雷还要劈下来呢？可不是嘛，还是别为了钱把小命给丢掉吧。就在这时，又一道惊雷劈下，一旁准备跑路的王福也被劈成了灰烬。陈小草得仇人，这下曙光了，大结局了。是啊，作者赶紧换剧，